你是谁？为什么会在我的床上？那个夫君，我是你刚过门的媳妇儿，昨天成的亲。难道她就是从小给我定下的未婚妻？可这个未婚妻叫什么名字来着？不记得了。不过她能在这个时候嫁给我，应该是对我有些情谊的吧？你叫什么名字？妾身林氏浸染，下河村林家人，初次见面，请多关照。下河村林浸染？不可能，我的未婚妻不姓林，也不是下河村的。夫君啊，你我成亲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那时你还在昏迷中，不知道，也情有可原。唉，他还不知道他曾经的未婚妻已经退婚了吧？那个女人也是个目光短浅的人。温艳丽瞪大了眼睛，她感觉自己幻听了。夫君，你怎么了？是我做错了什么吗？不是说他是一个心理强大的人吗？我刚才所言没有毛病吧？不是幻听，确实有人说话。难道这屋子里还有第三个人？但林氏好像没听到的样子。难道只有我能听到？不行，必须找出来。我有些累了，需要休息一下。快结束这个话题吧，这尬聊真费脑细胞啊！那你休息吧，我要起床做饭。哦，对了，你苏醒的事要不要通知爹娘呀？等一会儿吧，我再休息一下。朱莉不是说她婚后4天都没有醒来吗？怎么现在才第1天就醒来了？难道是蝴蝶的力量？这声音像是林氏的，可是她根本就没有张嘴啊！难道她会腹语？或者说，我能听到她的心声？太不可思议了！林氏，新婚第1天，你不知道应该起床做早饭吗？大家要等着吃你做的饭，都不用下地干活了。这个大嫂就像是原主记忆中的一样，对原主就像是宿敌。这位家人，我们应该是第1次见面吧？不知道我应该怎么称呼你呢？哼，我是谁？你连我是谁都不知道，你怎么当人儿媳妇的？在家的时候不知道打听一下吗？真不好意思，在家没时间打听这些闲话。第1天来到咱家，谁都不认识。但我知道，能说我是儿媳妇的只有公婆。难道你是我婆婆？我是你大嫂。哦，原来是大嫂呀！你早说嘛！我刚才看你不说，整得我都跟你长了一辈儿。我刚才还在想呢，这要是婆婆，那有些年轻呀。发生这样的误会，我这心里还怪不好意思的。哼，现在知道了，还不去做饭？好的，大嫂，这就去。胡氏看到这张脸就生气。林氏，你不过日子了？你不知道鸡蛋多珍贵吗？摊了这么多的鸡蛋饼，你在娘家吃不饱饭，我们温家厚道，你也不能使劲霍霍我们温家吧？袁氏心里也有些不高兴，这饭菜卖相很好，看着用料就足，他确实有些心疼。胡氏，闭嘴！林氏既然做了，就这样吃吧。娘，我给您盛饭。马屁精，这饭都是娘来分的，你这是想抢管家权呐？娘，您管家太过辛苦了，作为小辈儿，我想表一下孝心，我绝对没有抢权的意思，就是娘想分一些给小辈儿，那也应该是给大嫂的。娘，我也没有想管家的意思。胡氏心里一个哆嗦，林氏这个贱人，话说得漂亮，却要拉踩他一下，真是不要脸的狐狸精。男人桌那边坐着温父温大柱，老大温彦怀，老三温彦书。女人桌这边坐着袁氏、胡氏、林浸染和小姑子温玲珑。哇，这个饼子真好吃！原来不都是鸡蛋呀？只见饼子表面一层薄薄的鸡蛋，里面却是玉米面和红薯面的混合。娘，我知道谁家日子过得都不容易，但是爹娘和大哥都很辛苦，所以我就想到了这个办法。只用1个鸡蛋，大家都能吃好。娘，我以后还这样做好不好？如果不好我就改。二嫂很好吃，我以后还想吃。
这样也挺好。娘真好，刚刚苏醒过来，这2天只能吃一些流食，所以我就没有拿饼子。你把粥喝了吧。缓了这么长时间，温艳里想清了前因后果。自己昏迷后，原未婚妻来退婚，娘亲重新为自己定了门亲事，并很快的就成亲了，目的只是为了冲喜。自己原先并无娶妻之意，只是现在木已成舟，况且他刚成亲，人就醒了。温艳里思来想去，决定认下这个妻子。你去把爹娘叫来，就说我已苏醒。哎呦，男主真是性情寡淡，怪不得女主追了他2年才把他拿下。和这样的人一起生活，也是一种考验呢。男主、女主，那是什么？娘，我没事了，让你们担心，是儿子不孝。艳里，我让你大哥去找大夫给你瞧瞧。娘，不用了，我已经好了，你别忙了，我有话对你们说。真没事儿了？真没事了。好，你说吧，啥事儿啊？爹娘，我醒来的消息暂时不要让外人知道，最好连大哥他们都瞒着。为啥呀？还能为什么呀？现如今下毒之人还没有找到，背后之人肯定不想看到对他不利的一面，一旦发现，那后面估计会斩草除根的。这林氏懂得倒是不少。爹娘，我在学院被下毒，原因无非是我碍了他们的路。现在他们在暗，我们在明，一旦我苏醒的消息传开，怕是还会有2次意外。那可怎么办呀？不能总一直装昏迷呀，那样的话还怎么参加秋闱呀？也不是没有办法。什么办法？什么办法？爹娘，我心中有一个想法。哎呀，你说吧，行与不行的都是你的一片心意，我不会怪你的。据我分析，他们下毒的目的是不想让夫君参加秋闱。至于夫君是昏迷还是死了，他们不会关心的，对吧，夫君？对。如果你醒来了，但是不良于行，也是没有办法参加秋闱的，对不对？是。你离开夜里哥哥，你一个冲喜的女人，配不上他。如果你醒来了，但是不良于行，也是没有办法参加秋闱的，对不对？是。那就让有心人知道，你现在苏醒了，只是毒入双腿，不良于行，无法科举。他们得知后肯定会派人来查看，一旦发现是真的，那欣喜之下必然会露出马脚，然后我们顺着藤摸瓜，想办法扳倒他。然后夫君利用这段时间在家名为静养，实则专心读书，届时参加秋闱也不是不可能啊。温艳里感觉这个妻子真是一块宝，分析问题头头是道。我觉得阿冉说的对，就这么办吧。今天晚上或是明天早上宣布我已苏醒，我倒是要看看谁会坐不住。哎，空空，你除了能说话之外还有什么本事啊？我的功能很多的，得靠你慢慢发现。不要问我为什么，因为我都不记得了。我还以为我这是得了个宝呢，谁知道没什么用处，只是一个会斗嘴的宠物。算了，毕竟这个小奶狗是我唯一可以聊前世的人。那我们就在这吃人的古代相依为命，自生自灭吧。我有寻宝功能。你说什么？你有什么功能？我有寻宝功能。你告诉我，利用你寻宝有什么限制，或者我们2人需要付出什么代价？冉冉，我寻宝会变得虚弱，但我可以通过宝物长大，而你不能利用空间伤害无辜。这个程度可以接受。冉冉，我的记忆有缺失，寻宝只是其中一项功能，其他的功能有待发现。只要是凭自己努力所得，空间不会有反噬的。哦，对了，空间里有一处灵泉，有时间你养好身体。我有一种感觉，你身体养不好对我不利。哦，好，听你的。刚进村子，迎面走来一个女人，伸手拦住了林静冉。姑娘，何事啊？林氏，我劝你赶紧离开夜里哥哥，你一个冲喜的女人，配不上他。这位姑娘，我配不上我夫君，谁能配得上？你吗？婚姻乃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你要是喜欢他，
怎么不早一点找媒人上门提亲呢？姐，你今天感觉怎么样？哎呀，男主长得就是好看。果然好看的男人都是别人家的，我也只能远远的欣赏了。好看？他是觉得我好看吗？果然有眼光。夫君，娘亲让我进来照顾你，有什么需要你只管开口。这个女人细看之下也挺好看的，你打算什么时候苏醒啊？娘子有什么想法？我是觉得事情宜早不宜迟，早点苏醒，你不是也可以早点读书吗？娘子，我这样也可以读书，不过你说的对，早点苏醒也可以早点正大光明的读书。那就告诉爹娘，我午饭后苏醒。这么积极，不愧是我喜欢的男主。也好，这样我就可以去报仇了。胡适，你给我等着。他与大嫂有仇？没想到他起得有点急，眼前一晕，直接向前扑倒。温艳丽伸手一拉，林嫣然转身一个趔趄扑在了温艳丽的身上，好巧不巧的双唇贴在了一起。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温艳丽被阮玉扑了个满怀，唇上温软的触觉有些香甜，令人着迷。是不是太累了？上床休息一下吧。啊！大白天的上床休息，思想龌龊。我龌龊？我怎么不知道？温艳丽闭着眼睛假寐，不想却睡了过去。等她再次睁开眼睛，就看到她平时读书的桌边坐着一个女人，手里拿着她的笔，正在纸上认真地画着什么。好一会儿，林嫣然放下笔，伸了一个不雅的懒腰。哎呀，可算是好了。没想到我的画工没有退步，嘿嘿嘿，甚好。你在画什么？夫君，你醒了。男主大腿不好抱啊，我这么为他着想，不知道能不能在将来抱住他的大腿，给我撑腰啊。男主是不是男人的意思？他是不是想抱我大腿？不用在未来，现在就可以。不过抱着腰不好吗？抱腿好像有些卑微了。娘子，天晚了，你怎么不上床睡觉？夫君，你先睡吧，我还有些事儿。娘子，你还有什么事？放心吧，你夫君现在不良于行，是不会动你的。林嫣然磨磨蹭蹭的上了床，直接挨着墙躺下。夫君，我可能睡相不太好，要是压到你了，记得把我推开啊。林嫣然很是担心前世的睡姿一同来到这里，如果一起来了，那晚上可就热闹了。林嫣然很担心自己睡不着，谁知道没一会儿就睡意来袭，直接进入了梦乡。温艳丽掀开自己的被子，将林嫣然抱了进来，搂在怀里寻找白天的感觉。她把玩着她的秀发，轻轻地触了下她的唇，酥麻的感觉袭遍全身，果然还是白天的美妙的感觉。这应该是夫妻间可以做的事吧，这感觉该死的好。不知道明天醒来他会是什么反应。上天既然让他听到了他的心声，那他的身心就只能是他的。如果自己做得不够好，没关系，他会根据他心中所想，为他量身打造一个他满意的夫君。眼看着林嫣然要醒过来，温艳丽放开了他，然后将他的一条腿放在自己的腰上，把一只胳膊放在自己的胸前。林嫣然缓缓地睁开眼睛，入目的是让他瞳孔地震的场景。来到雷劈了我吧，这该死的睡姿怎么也跟过来了？温艳丽可不是我能觊觎的人物啊，老天爷不带这么玩人的。我不是他能觊觎的人物，我们不是夫妻吗？为什么不能？他之前说过，他不是原来的他，难道他是替人嫁过来的？不管他是谁，既然引起了我的兴趣，那我的娘子就只能是他。何叔，您太厉害了，这个需要多少钱？叶李家的，你何叔是想求你个事儿，但又怕你拒绝，所以不知道怎么开口。何叔，
你是不是想要继续坐轮椅卖呀？是，燕里家的，你说个价，把这图纸卖给我吧。你让我做的那个，我不要钱。嗨，何叔，要什么钱呀？本来我画的那个也不标准，能做得这么好都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我这个轮椅你不要钱，就算2箱了。林嫣然说完，也不管人家2口子什么反应，推着他的轮椅高兴地走了。燕里家的是个有成算的，我们成了他的情，以后他家要有事儿，我们一定要帮忙。不一会儿，全村的人都知道林嫣然给温燕里做了一个奇怪的椅子。温燕里坐在轮椅上，感受着久违的太阳。他望向林嫣然，目光是他自己都不知道的温柔。他此时已经确定林嫣然是喜欢自己的，只是林嫣然无端地认为他以后会另娶，所以才会又想着关心他，又想着逃离。温彦怀看着坐在轮椅上的弟弟，眼眶红了。他这天才一般的弟弟何时受过如此委屈？他一定会找出下毒的人，把他们绳之以法。怎么，娘子这是轻薄了为夫，不想负责？没有，我没有。要不是书中你是有官配的，我怎么可能放过你这么优秀的老公？书中官配，老公，这是你未来的官配我可惹不起，我还是尽量远离你吧，不然我死的不要太快好吗？夫君，昨天晚上我就说了，我的睡姿不好，可能会妨碍到你。你放心，以后咱们中间放个枕头，不会再影响你的。看来他还没有完全喜欢上自己，那么自己就尝试改变，让他一辈子都离不开自己吧。也好，我的身子确实不太好，等我身体好了，咱们再圆房。娘子，你再忍耐几天。啥玩意儿？谁想着与你圆房啦？没有看到我还是个未成年吗？我还是个宝宝呢，宝宝懂不懂？他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的想法却被温燕里听了个清楚。温燕里虽然不太懂未成年，但宝宝他还是知道的，就是还是个孩子呗。也好，那就等等吧。新哥哥，现在怎么办？那个狐狸精没出事儿，你派的人办事不力呀。还有温家二郎也醒了，不过后遗症是腿瘸了，可是那个毒似乎没有这个功能吧？莲妹妹，我已经问过了，张三他们在后山就没有见到林氏。哼，这次是便宜他了，咱们可是惹不起洛公子的，他可是中太府师爷的儿子，要是招惹了，只有死路一条。你看温夜里现在的样子，你还不知道吗？新哥哥，那温夜里现在醒来了，洛公子会不会怪你办事不力，进而影响你的学业？莲妹妹放心，洛公子通情达理，是不会与我们计较的。不过我得去探一下温夜里的虚实，要做到知己知彼。新哥哥，你自己去会不会引起温家的怀疑啊？你一个老黄瓜刷绿漆，装嫩的伪少女，什么样的场面没有经历过？这几句污言碎语就能吓到你？呵，真是个没意思的小狗呀，连玩笑都不懂啊！啊，哼！哎呀，走吧，知道是谁就行了，让他们在这里随便玩吧。这么不自爱，早晚会遭报应的。林嫣然去镇上去得快，回后山回的也利索，在后山开启寻宝模式，中午也没有回去，直到天快黑的时候才往回走。娘，我跟你说，那个林氏就没有过日子的心，指不定与什么人私奔去了呢。你看看到现在都不回来。大嫂，我与你没有仇怨吧？你怎么能这样诋毁我呢？你没有听到佛经上说看什么是什么吗？你心里想着私奔，才会看到谁都像是要私奔。你要是想私奔，大哥一定不会再留你的。林氏，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你要是没有那个心，老往那山里面跑什么？还不是想着与人私会？胡氏，我敬重你是大嫂，从来没有跟你大声说过话，你不要把我的尊敬当成懦弱。我林嫣然全心全力为了这个家，我敢发誓从来没有起过与人私奔之心。你呢，
你敢吗？夫君，你给他解释解释，普及一下他贫乏的知识，丰富一下他那缺氧的大脑，仰望的感觉真的好飒呀！不要脸的人总是觉得别人不要脸，你等着，总有一天我会让你们两个奸夫淫妇付出代价。哼！温彦礼本来还沉浸在自己媳妇儿威武的雄风中，没想到听到了这个劲爆的消息，惊得他张大了嘴。大哥被戴了绿帽子。夫君，我从不说假话，而且我也是有小脾气的。你要是不相信或者无法忍受，我们可以和离。温彦礼没有想到林继冉的脾气这么烈，这是小脾气吗？这是烈马好吧？和离那是不存在的。娘子，你放心吧，我当然是相信你的。我明白你的真心和苦心，我说过，我是不会辜负你的。大嫂，请你以后不要随便污蔑我的娘子，你要是有证据就拿出来反驳，你要是没有证据就闭上你的嘴，嘴是用来吃饭的，不是用来污蔑人的。就像我娘子所说的一样，不要把我们的敬重当作是懦弱，否则不要怪我告你污蔑。彦礼，你怎么能这么跟我说话呢？再怎么我也是你的大嫂，长嫂如母你不知道吗？大嫂，你知道什么叫长嫂如母吗？哎，夫君，你给他解释解释，普及一下他贫乏的知识，丰富一下他那缺氧的大脑。大嫂，长嫂如母这句话说的是长嫂有抚养年幼的弟弟妹妹的责任和义务，然后弟弟妹妹重敬长嫂。一般情况下是指父母去世，长兄长嫂需要尽父母的责任。大嫂，听到了吗？我们的父母健在，你就想当我们的母亲了，是不是有点早啊？或者说你是在诅咒爹和娘？好了，以后谁都不能胡说八道。林氏胡氏做的不对，你也有错的地方，在外面一定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不能给温家抹黑。爹说的是，儿媳谨遵教诲。娘，我今天进山走得有点远，中午没有赶回来，这背篓里的东西您帮我收拾一下吧，我有些累了。锅台给你温着饭呢，快去吃吧。就是当娘最好了，那我出去吃饭啦。二嫂，你今天太帅了，我决定了，我以后就跟着你混。跟着我混啥呀？我什么也不会呀。才不是呢，我知道你隐藏了好多本事，我一定会知道的。就你是个小机灵。娘，谢谢你帮我娶了一个好媳妇，我很喜欢。林氏啊，是个好孩子，好好对他啊。哎，爹娘，快来看，嫂子这是找到了什么？哎，晏叔，你怎么能随便看你二嫂背篓里的东西呢？啊，娘，下回不会了。娘，林氏的背篓我们为什么不能看呀？他刚才可是说了让娘你给收拾一下的。胡氏，作为我温家媳，你是不是过于懒惰了？林氏知道每天去后山寻找可用之物贴补家用，而你来的我温家2年了，不仅一无所出，连贴补家用的行为都没有，你是怎么有脸说出看林氏背篓里有什么这种话的？大嫂真的和阿然有仇，看她的眼神恐怕会对阿然不利。不行，我的阿然太过单纯，绝对不能让阿然受到伤害。晏叔，你看到了什么这么惊讶？啊，我看到里面有一个不认识的野菜，二哥，你可以告诉我是什么吗？好了，既然林氏说了让我处理，你们就看一下他到底有什么收获吧。等把东西都拿出来，他傻眼了。林继冉采到的不是野菜，而是药材，有2株100年以上的人参，有1株看不清年份的灵芝。就这2个东西卖出去，他们可以直接去县城买房子，连赶考的银子都有了。他能够感觉得到林继冉在想方设法地为他的科举铺路。他有预感，在某一天林继冉会提出他完全不能接受的条件，比如和离。他知道林继冉并不是有其他心爱之人，而是害怕自己先提出休妻。他只想和林继冉一起看尽红霞，给他一生的富贵荣华呀。林氏为什么有这么好的运气？那灵芝一般人穷尽一生都未必会见过，还有那人参，连一般的采参人都不一定采得到，他凭什么这么好的运气？这个林氏一定不能留，
如果温家富贵了，我还怎么去找我的新哥哥啊？你们都回去休息吧，宴礼留下，我有事商量。燕叔啊，让你二嫂吃过饭后过来一趟。好。娘，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你老实跟我说，你今天是不是进深山了？有没有受伤啊？是的，但没有受伤。我知道你是为了这个家，但这个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我温家可不会只靠一个女人过活。这些药材我会找人买个高价，作为宴礼以后科举的费用。我呢，不是看不起女人养家，是深山太过危险，我不能拿你的性命开玩笑啊。娘，我知道你是为了我好，但是我在娘家时一直都是在外奔波的，我现在不习惯总是待在家里，我这一身的力气时间长了不用会消失的。还有，我一般不进深山的，即使进去也不会太深的，我不会让自己有危险的。娘，我知道家不需要我一个女人来养，但是娘，我看着您和爹两个人这么辛苦，我就想多挣点钱，改善一下咱们的生活。夫君读书这么累，现在身上还没有好利索，我就想给他好好补补，不然身体不好怎么考科举呀？温大柱被震撼了，这多亏是个女人，可以被儿子娶回家中，这要是个男人，会是儿子强劲的对手。温艳礼被震撼了，他没有想到媳妇儿的想法与他如此的契合。对于林静冉，他此生是绝对不会放手的，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会放手。林静冉还不知道，温艳礼在此已经私自定下了白头之约，让他所努力的一切都成为了泡影。好，只是你不管做什么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老考虑别人，对自己好一些。艳礼，你要是以后对不起你媳妇儿，看我怎么收拾你。娘，你放心吧，我绝对不会的。林静冉将温艳礼推回房间，温艳礼握着林静冉的手。娘子，你对我的好我都知道，我对你的心日月可见，不管以后我走到了什么程度，我都不会辜负你对我的好。娘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有出息，还是觉得我会变心抛弃你？但愿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人，不要辜负我对你的付出。啊，这个古代真是糟心呢。古代？什么意思？难道他不是这个时代的人？他不是要回去吗？夫君，以后我若是有冒犯你的地方，请你一定要手下留情，不要成仇，可好？冒犯？你是有暴力倾向吗？没事，打我几下没关系，只是记得别打脸，给我留条命。夫君，我怎么会打人呢？我只是在想，人生在世，夫妻未必能够走到最后，中间如果出现问题，分开时不要成仇罢了。他怎么会想到暴力呢？我这么温柔的人，看着像是有暴力倾向的人吗？我是想要和离呀。娘子，你是不是觉得我不会有出息，还是觉得我会变心抛弃你？要是能够顺利和离，我要么不成亲，要么找一个不惹眼的人，否则整天看着一群女人围着自己的男人，哎呦，恶心都恶心死了。我家娘子不想看到我被其他女人觊觎，正好，我也不喜欢。夫君，自古红颜多薄命，男人三妻四妾者多如过江之鲫，而我一个小小的村妇是难登大雅之堂的，我只是为自己谋一些福利罢了。娘子，你不用担心，我说过我不会辜负你的。温艳礼，我是不会困于后宅，困于女人之间的，我不会委曲求全的活着。娘子，不管咱俩最初想要表达什么，您想说的中心内容我已明白，你会在我中举或者春闱之后离我而去，是吗？坏了坏了坏了，如果他知道我真的是这样想的，会不会报复我啊？他怎么这么难缠呢？他是怕我报复他，才不敢在此时提出和离吗？今天去镇上见到大嫂了。他干什么了？我是不是没有与你说过我与大嫂有仇？没有。
在你醒来的那天，我上午去了后山，遇到了3个人，说是收了别人的钱，要把温秀才冲洗的娘子打晕放在后山，造成与人邪淫私奔的假象。他们3个人被我给打倒了，然后我就问出来了，是陆文星让他们这么做的。你怎么没与我说起？那天有没有受伤？哎呀，我没事儿，你不用担心，那几个人还不是我的对手。今天我发现大嫂要去镇上，我从后面尾随着她，发现她去找了那个叫陆文星的。那就是一个披着羊皮的狼，表面温顺，内心狠毒。那我们怎么报仇啊？距离秋闱还有5个月，咱们有的是时间。温家二老终于踏着余晖走进了家门。娘，东西卖了吗？卖了多少钱？够我们去镇上买房子吗？大嫂真积极呀，去镇上买房子，方便她与陆文星私会吗？哎呀，爹娘啊，不管卖了多少钱，千万不要让大嫂知道。爹娘，你们还没有吃饭吧？小妹去打水，娘子去盛饭。袁氏看了一眼自家的二儿子，瞬间明白了他的意思。护士，你这是要打听我们的家底？怎么，你是想要当家不成？娘，看你说的，我是那样的人吗？我这不是想着，如果能去镇上，二老也能享福吗？毕竟在这村里啊，天天下地，起早贪黑的，不适合二老养生。哼，怕是要让你失望了。镇上啊，那是有钱人住的，我们这没有正经营生的人家，既没有钱在镇上买房，也没有那能力在镇上生存。怎么会呢？林氏挖的人参，采的灵芝，能卖上至少1000两银子，足够咱们一辈子吃喝不愁了。我一个当婆婆的都不好意思让林氏养家，你一个大嫂哪来的脸面挥霍弟媳的钱？林氏，我们2人啊没有本事，你的运气也不太好。这儿呢是人参和灵芝的钱，你拿着，过几天给燕里治病。娘你放心，什么都没有夫君的身体重要。爹娘辛苦了，快快休息吧。袁氏等众人都走了，拿出1摞银票，给老头子，你找个机会给了燕里，别让那个胡氏知道，那个叫家精。娘子，那个灵芝和人参不可能就卖了这么点钱，爹娘只给了我们100两，你不会觉得生气吗？我当然知道这些药材的价格啦，至于爹娘为什么只给我们100两，也自有他们的道理。只要是为了我们好，银子放在谁的手里又有什么关系呢？夜晚对于温燕里来说是痛并着快乐的，她感受着娘子娇软的身体带来的心灵上的愉悦，却也承受着身体上烈焰缠身的煎熬。夫君，你怎么啦？是不是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啊？娘子，我身体没事，已经恢复如初。我是想问你，你想不想学认字？认字？在外人眼里我还是个大字不识一个的村姑呢，跟着他学认字，挺好的，以后有借口了。不然我之前10几年的学都白上了，干什么都得藏着掖着，确实不方便呢。10几年，原来娘子这么厉害，学问没准都比我高呢。我教她可能都不太够格。想象着他明明会写字，自己还装模作样的握着他的手教他写字，温夜里光想想都觉得自己身体发软，耳根发热。阿涛，你怎么来了？是不是家里有什么事儿啊？冉姐姐，你快回去看看吧，你小叔要卖了心继弟弟，林二婶不同意，正被他们一家人打呢。夫君，我要回去一趟，我母亲在家受辱，我弟弟就要被卖了，我不能不管。娘子，你不要着急，我让晏叔和你们一块儿去，多个人也多个帮手。3人都是年轻人，没有多久就来到了下河村。奶奶，你要是这一棍子打下去，我娘命都没了，你难道是想要杀人吗？你这个赔钱货，你来我家干什么？我打我的儿媳妇儿与你有什么关系啊？你想造反不成啊？奶奶，我劝你还是放下棍子，你再打下去，我不计以下犯上，提前送你上路。你敢？你看我敢不敢？娘，阿季，你们怎么样？能不能起来？阿冉，你来干什么？你奶奶不会放过你的，你快走吧。奶奶，你不要再打我娘了，奶
道你想让小叔背上有一个杀人凶手的母亲的名声吗？难道你想让我小叔在学院里抬不起头来吗？永远无法参加科举吗？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恶毒吗？谁敢说我恶毒啊？我儿子可是下河村唯一的秀才，以后可是会中举人、中状元的。现在敢说我，等我儿子当官那一天，我让他们吃不了兜着走。奶奶，你不知道，我小叔应该知道吧？以官谋私可是重罪呀！你可不要让我小叔好不容易得来的官位丢掉，甚至是株连九族呀！你胡说八道！皇上日理万机，怎么会关心这样的小事儿啊？你不要拿话吓我啊！我告诉你啊，我家娘子说的没错，以官谋私是重罪，别说是官绅，就是有功名的人都会定期被考察，德不配位的人，功名都是会被褫夺的。院里的众人回头观看，一个坐着轮椅的男人被推进了院子。你谁呀你？一个上不了台面的死瘸子，也敢来我们家里卖弄学问，也不打听一下我林前世是不是你能够来猖狂的，真是不知道天高地厚。你怎么来了？我让大哥套车送我过来的。嘿，你个死瘸子，来我们家多管什么闲事啊？林家老太太，我是林静冉的夫君，你如此对待我的岳母，不怕我找你算账吗？哎呦，你这是被我家那个赔钱货给冲醒了，又怎么没有直接冲好啊？是不是那个赔钱货命硬，把你冲成了一个瘸子呀？我看呀，你还是赶紧把他给休了，不然啊，你以后没准前程都没了。林家老太太这是被人从茅房里捞出来的，怎么满嘴臭气？咱们圣上正想大力提高国民的文明素质，尤其是有功学子的家人。你这种做派，不怕你儿子好不容易得来的功名，因你的原因被褫夺吗？你小儿子林大河是他最大的软肋，用林大河来说事儿，保管这个老太婆无有不应。岳母，您受委屈了，您放心，我会保护你们的。谢谢你，你是个好孩子。死瘸子，你不要多管闲事啊！她赵氏是我林家的媳妇儿，那个小贱种是我林家的子孙，我想打想卖都是我的事儿，与你有什么关系呀？我看在阿染的面子上，不计较你对我一个秀才恶语相向的事情，但你打伤秀才的岳母和秀才的小舅子，我就不能不追究。他们是我的儿媳和孙子，你一个外人没有权利在这里指手画脚。本来我这事儿还想和平解决，既然你不愿意，那咱们就报官吧。哎呦，你莫不是疯了呀？他们两个小辈儿告我一个长辈儿，关老爷会受理吗？但我想关老爷一定会受理你辱骂秀才之事，也会受理你卖孙子一事。届时别说林大河会受到处罚，就是他的功名保不保得住，还在两可之间。你想怎么办？那得问我娘子了。让一下，让一下！大海受伤了，快去找大夫！嫂子，大海哥的身体本来有暗伤，这次怕是站不起来了。唉，任丫头，也不是没有办法，只要你们能去县城看看，没准可以治好。娘，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林大夫，这次谢谢你，你帮大海开药吧，我们先把他的伤稳住，再想去省城的事儿。林大夫，给我娘和我弟弟也看一下吧，他们被我奶奶给打了。娘，你不要伤心，我会想办法的，我爹会好起来的。阿然，不要怪娘狠心，娘这次不但不伤心，还很高兴。为什么？岳母，您是不是想要借此机会分家，或是断亲？没错，这个家里不能待了，再待下去，我们三人都没有活路。我一直希望你能嫁给一个你喜欢的，也喜欢你的人，但是奶奶却把你迷昏了，让你冲喜，走出去或许还有一线生机。自从他们不顾我们的意愿将你嫁给温家，我就知道你奶奶是一个没有心的人，不离开此地，
我们最后都会死。好像我改变了之后，所有与我相关的人都有了自己的思想，不再是书中的纸片人了。有点期待爹和弟弟的改变呢。阿然，我就你一个女儿，我一直希望你能嫁给一个你喜欢的，也喜欢你的人。但是奶奶却把你迷昏了，让你冲喜，这是我怎么也不能容忍的。即使艳丽是一个秀才，可她毕竟中毒了。你知道冲喜的媳妇儿下场都是什么吗？我知道你们两人还没有圆房，所以你要是想回家，我不会反对的。温艳里怎么也没有想到林既然是这样去的他家，也没有想到他家岳母根本就没有同意。他瞬间觉得他的娘子怕是要保不住了。岳母，你别着急，那是我之前的想法。今天我看到你这么维护阿然，也这么维护我们家，你确实是一个好孩子，所以我尊重你们的选择。娘，要和他们分家这事儿，要不要和我爹商量一下？不用，你爹虽然孝顺，你奶奶卖你之事他伤透了心。阿然，你回来了，是不是温家把你休了？没事，爹养你。爹，你都躺在炕上了，还想着养我？我养你还差不多。岳父，我是阿然的夫君，这种情况下见面，真是不好意思。爹，这是温艳里，他听说奶奶要卖弟弟，打了娘，他就过来了。什么？之前不分是因为怕影响你们的名声，不好嫁娶。但是现在你出嫁了，分家对你也没有什么影响。至于你弟弟，他还小，我觉得大伯和小叔他们是不会同意的。他们除了最在意你的小叔，就是最在意钱了。其实我一直都知道，我并不是你奶奶的儿子，我只是他们从外面抱回来的一个弃婴。你爷爷奶奶虽然养育了我，但是他们一家的本性也是世人皆知，并不是什么好人。我一直都没有受过他们的好处。温二公子，我家阿然虽然不是教养长大的，之前我们确实也没有多大的能力维护他，但是他就是我们夫妻的心头宝，与阿吉一样。所以你若是不满意这场婚事，我们可以接受和离。温艳里再次庆幸他来到夏河村，不然他这娘子能不能保得住还真是说不定。不说他本身就存在着离去的心，就是他这父母都跟他站在一边。岳父你放心，我对阿忍万分满意，况且他还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是不会放开他的。岳父，分家我能帮忙的，有什么需要您尽管吩咐。不用，你和阿忍回去，我有办法的。爹娘，我可以留下来帮忙，我怕你们吃亏。阿然听话，你们必须回去。如果你们留下来，对于温艳丽以后科举不利，也对你的名声有碍。你要相信爹娘，我们会把事情做好的。以前是我们有顾虑，现在不会了。你奶奶那人最在乎的是林大河，第二在乎的是钱。我就把林大河和钱一起拿出来说事，到时我把村长和族长们都叫来，别说分家了，断亲估计都是有可能的。爹，这样能行吗？别到时候他们不愿意，再把你打个好歹。我不管，你哪天要分家，我要过来。阿然，爹知道你担心，但是你们若是在这里，这个亲不好断，也影响我的发挥。好吧。哎，爹，你要不要喝点水啊？我去给你倒。好。林继冉是去给他爹倒加了灵泉的水，好让他爹快点好起来。二嫂，没事儿，林二叔和林二婶挺好的，事情都解决了，只是他们并没有分出多少家当，被赶到了村委的老房子里，说是村长和族长明天去镇上，他们帮着把户籍分开。哎，林二叔怎么是这样的人呀？那好歹是他的亲娘和亲弟弟，他怎么能以死相逼呢？真是一个不孝的人。哎，胡氏，照你的意思，林家二叔应该怎么做啊？
林二叔忤逆老人肯定是不对的呀，他确实不应该找林奶奶要钱，他应该自己想办法看病。胡适，你认为如果自己的爹娘都不管他，还有谁会愿意帮他？如果爹娘都没有义务帮他，其他人谁有义务？那我哪知道啊，没有人帮他，他就自认倒霉呗，实在不行直接去死好了。胡适，我再问你一句，假如你是现在的林二叔，你会怎么办？我当然是找当娘的要钱了，我为家奉献了一辈子，病了不给治，还有天理吗？哎呦，这胡适真不愧是书中最不要脸的人，在害了原主之后，还能理直气壮地享受荣华富贵。温艳离以前没有觉出他大嫂这么可恶，现在看来与林金冉说的极其相似。他这位大嫂绝对不能再当温家长媳了，她不配。温艳怀也很生气，她的娘子怎么能说出这样不要脸面的话呢？温彦书心中更是气愤，有一个这样的大嫂，她都觉得丢人。他们家个个知书达理，怎么大哥娶了这么一个搅屎棍呢？温玲珑嘴上不说，内心决定远离这个人。胡适，你病了要找老人要钱，凭什么人家林二叔就不能要？不给你钱就是没有天理，不给人家林二叔就是理所当然。以后你给我闭上你的臭嘴，不然可别怪我代替我儿子把你给休了。什么？老大，好好管管你媳妇儿，好好给她讲讲道理。如果她听不懂，别怪我直接上手。胡适，从明天开始，家里所有的活都是你的，干不好直接滚回你娘家去。一屋子人，包括温大柱在内，都不敢说话了。我娘听到你爹的遭遇，应该想起了往事，有些感同身受。而胡适只是撞到了我娘的枪口上，被他无限放大了。不过呢，胡适确实不配当我温家长媳了。艳丽，明天我想去看看爹娘，还要给他们治病的钱，你会反对吗？而且我可能会以后很长时间都资助我爹娘。温艳丽，我今生不会放弃我的家。说我是个伏地魔也好，是个只顾娘家的人也罢，我都不会改变。如果你不能接受，正好我们可以各奔东西。温艳丽听到他的心声，知道他那是心中真正的想法，并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也知道他家人是他此生的执念，所以自己并不伤心，但却有些吃醋。他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走进他的心呀？好，明天我与你同去。同去？哪有女婿去岳父家这么勤快的？你不怕别人笑话你吗？更何况你应该在家里头备考啊。温艳丽笑得很温和，接着他的手很自然地在嘴边吻了一下。没关系，我们去我们的，不用在意别人的想法。再说让那群人知道后，还能降低他们的戒心，一举两得。第二天，林金然找到袁氏，委婉地说想要回娘家看看。袁氏拉着他的手：哎，孩子啊，去吧，你父母都是苦命人，把你拉扯大也不容易，尤其现在你爹还病着，过去好好安慰一下他们。我呢，也不是那种恶婆婆，你多跑几趟娘家，我不会多说什么的。我只有一点要求，那就是你一定要真心对待艳丽，毕竟这以后有一生的时间让你们彼此相伴，所以一定要付出真心。婆婆这么前卫啊，怎么有一种前世那些个婆婆们上身的即视感？前世婆婆？她前世嫁过人？别让我知道前世她嫁给谁，不然分分钟整死她。哎呦，多亏前世没有搞过对象，也没有结过婚，不然这当人家儿媳妇的落差一定让我更活不下去。如果可以，今生也不想成亲。没结过婚，是没成过亲吗？她还是我一个人的。娘，你放心吧，我一定好好对夫君的。哎呀，阿染，你们两人怎么又来了？不怕人家说闲话吗？娘，我爹怎么样了？什么时候去镇上？这个不急，再等等。
娘，等什么呀？啊，是不是没有钱啊？娘，我有钱。你有什么钱？你这个傻孩子，有钱要给艳丽看腿呀。娘，给她治病的钱还有呢，这是我给爹治病的钱。我前2天去后山得了2根人参，足够他们2个人治病啦。什么？人参？你是不是进深山了？你这个孩子怎么不听话呢？我说过多少遍不要进深山，你怎么就是不听啊？哎，我以后不去了，但是这钱你们一定要收下，我不能眼睁睁的看着爹病着。不用了，我自己有钱。爹，你有没有钱我还能不知道吗？哎呀，拿着吧，温艳里不会说什么的。不要。爹，你不要这钱，是不是以后也不让娘去看我姥爷了？就让我姥爷一个人自生自灭吧。爹，你把我养育大，我就应该报答你。你健康时可以不要我的钱，但是生病的时候你就不应该拒绝我呀，因为我想让你活得长长久久的，给我撑腰。林嫣然的话直接让这个硬汉落泪了，也让赵氏抹了眼泪。爹娘，你们放心吧，我不是那种不懂事的人。人家不是说人生来就有2重父母吗？所以岳父母也是父母，我也会对你们好的。爹娘？这温艳里可真是狗啊，这一声爹娘叫出来，我爹娘还不得忘记他们的女儿是谁啊？好孩子，我知道你是个好的，把阿染交给你，我们也放心。爹，你的伤不是一时半会儿就会好的，等差不多了就让小季去学堂吧。我的弟弟一定要做自己喜欢做的事。姐，你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学习，以后当你的后盾，不会让人欺负你的。2人没有在林家多待，林嫣然的主要目的是给钱，毕竟他们的时间可不多，有太多的事情等着去解决。千里哥哥，你干嘛去了？你都受伤了，为什么还要陪着这个女人出门啊？林氏，你那是什么态度啊？真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冲喜媳妇！你这样不优雅的人，怎么配得上艳丽哥哥？哎，夫君，你有没有听到什么犬吠的声音啊？好像有点吵哎。好你个林氏啊，你敢骂我是狗？哎呀，还真是有个人啊！看看吧，这就是你的烂桃花，这还是在上河村，等以后到了府城，到了京城，那觊觎你项目的人多了去了，我倒要看看你是怎么处理的。如果你不能够让我满意，那不好意思，姑奶奶可没有时间陪着你们在这浪费时间。温艳里本来还挺高兴的，但听见林嫣然的心里话之后生气了，要是把自己的娘子给气跑了，他就让她名声扫地。这位姑娘，你是谁啊？拦住我们夫妻左右合适，如果没事请让开，我们有急事。啊，艳里哥哥，你怎么会不认识我？我们一个村子生活了快20年了，你竟然说你不认识我？哎呦，艳里啊，她是村头刘家的秀娥啊，你怎么能不认识呢？离你家很近的，从你昏迷后啊，她还哭了好几次呢。天哪，这哪来的一大婶儿啊？这是硬要塞给刘秀娥一个暗恋温艳里的名声。哎，二婶，你说的是真的假的呀？这刘秀娥真的哭过了？刘二婶，良言一句3冬暖，恶语伤人6月寒。说别人之前先考虑一下这话安在自己身上能不能承受。不管是男人和女人，都会受名声所累。二婶这是受人指使，故意在这破坏别人名声，你就不怕你的女儿也享受此等待遇吗？我温眼里行得正走得端，除了我家娘子，对谁都不会多看一眼。所以二婶，你确定要把这脏水泼到我身上，不怕我告诉你一个对秀才的不敬之罪吗？那我应该是看错了，也许是刘秀娥在自家受了委屈才哭的。那啥，我还有事，先走了啊。只要自己和温艳里联系到了一起，哪怕名声有损，也能赖上温家。只要林嫣然受不了离开温家，他就可以进入温家了。没有想到刘二婶跑了，这个刘秀娥真是阴魂不散。我林嫣然的男人绝对不能让别人染指，我种的桃子绝对不能让别人给摘了。他林嫣然的男人，
夫君，你很高兴啊？是因为遇到暗恋你的人了？娘子，我是很高兴，不过是因为我觉得不装君子，直接拿话噎人，真的好爽。求生欲拉得挺满的，不管是真是假，这话让人听着高兴。然，你怎么不进空间啦？现在空间里的灵泉多了。正在做饭的林静然突然听到了空空的声音。哎，我做了什么？为什么灵泉会增多呀？还有是什么时候增多的？就在刚才啊，应该是你做了什么回应吧，不然灵泉怎么会增大？天哪，这个空间内的各个设备的变化，不会都是跟温夜里有关吧？不会这么玩我吧？温夜里正在屋内休息，没成想又听到了林静然的内心。空间是神话怪本说的那种空间吗？娘子有这个东西，不会有什么危险吧？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看来应该联系他们了。林静然在厨房边做饭边与空空聊天，完全不知道他的马甲又被人扒下了一层，也不知道此时的温燕里因为他的马甲想要自爆一下自己的一个马甲。爹娘，我想着明天就和阿冉前去府城，想办法扳倒洛家，不然我想要邱维是万万不能的。洛家势力非常大，没有万全之策，不要以身试险。爹，你放心吧，我有办法。你们明天怎么过去啊？明天我们两个坐村里的牛车去镇上，让大家知道我们去寻找神医之腿了，归期不定。爹，只要有人问，你就这么回答。再回家时，我们说不定就可以甩掉轮椅了。这都是因为他无能，不然他这个天才一般的儿子哪用得着受这个气呀？放心吧，我们都会没事的。好，好。娘，你在家好好看着大嫂，她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最好别让她有机会出来去干坏事，或者是散布什么谣言。放心吧，娘知道。让我说，赶紧的休了，再娶一个好人家的姑娘。一个冲喜的娘子怎么上得了台面？第二天一早，两人带着足够的盘缠，前往村口等着李大叔的牛车。哎呦，燕李家的，你们两人这是要干嘛去啊？啊，李二婶，我和夫君打算去趟府城，听人说那里有神医出现，我们夫妻二人想去碰碰运气。那你们就坐着牛车去啊？那什么时候才能到府城呢？李二婶放心吧，我们先到县城，再租车到府城。啊，也行，这一路啊山高路远的，你们租车也方便一些。别聊了，想去镇上的都上车了啊！哎，李大叔，温秀才那么大一个椅子也要放在车上吗？那占地是不是太大了？占地大怎么了？人家温秀才本来身体就不好，你们还要挤兑人家，真是没有同情心。你们要是不想坐就下去，我不差你们那2文钱。李大叔，我们拿着绳子呢，一会儿夫君上车之后，我把椅子绑在车的外侧，不会占大家地方的。是个有成算的姑娘，会替人着想。哎呀，温秀才，你说你一个有功名的秀才，为什么要娶这样一个粗鄙的女人呢？你们着实啊是有些不配呀。刘秀娥的娘啊，这是自己女儿出师不利，老子娘蹦得出来丢人现眼。一，我娘子是明媒正娶来到温家的。2，我娘子识文断字，字写的也漂亮。不要以你那目光短浅的鼠目来看待我明情玉洁的娘子。我们2个是有正经婚书在手的，且已经在官府报备。不可能，林氏整天都在干活，她怎么会有机会识字？什么都不懂的无知妇人。我娘子的外公是个秀才，我岳母乃是秀才之女，我娘子怎么会没有机会识字？哇哦，未来的首府这么毒舌吗？我好喜欢。文书什么时候有的？平时面带笑容，重话都没有一句的温秀才，竟然为了林静然展现了毒舌功能。没想到我林静然前世没有买上豪车，今生却实现了。
马车如果换成前世的代步工具，最不济也是个宝马吧，再不就是个奔驰。温彦礼坐在车厢内，听着他家娘子心中所想。安然，这一路艰难险阻，想要我死的人不知凡几，你怕不怕？你得罪了多少人啊？优秀的人总是遭人妒忌，这次是洛京一提前下手，其他人占了便宜，但只要我不死，总有人坐不住。我好想回去啊！天上那个不知道在何处的穿越大神，能不能把我得到的都收回去，放我回去过我平淡的日子，好不好？回去？他还可以回去？这一次温彦礼真慌了。人生可怕的不是得不到，而是得到了又失去。一想到林继染会离开他的世界，他就觉得剜心割肉般的疼痛。夫君，你怎么了？哪里不舒服啊？我们先去看大夫好不好？温彦礼一把把林继染拉进自己的怀里，抱着不放手。哎，松一下，松一下。再勒下去我就归西了。安然，你没事吧？多亏我用力太大了。没事没事，你到底怎么了呀？安然，我们谈谈好不好？谈什么？必须现在谈吗？必须现在谈。那行，那我把车赶到一旁的小路上，别影响人家走路。冉冉，有人跟踪你们，手中拿着刀，你做好准备。林继染前世可不是宅女啊，外面的事业那是风生水起，干哪行忘哪行。夫君，你在车里面坐着，后面好像有人追来了，我出去打发了他们。安然，我去吧，你在车里等着。哎，在外人眼里你可是不会走路的，怎么还能打人呢？放心吧，他们还奈何不了我的。果然没有半炷香的时间，就来了一群人。臭娘们让开，让车里的人出来，不然连你一起打死。今天正好让你姑奶奶活动一下筋骨。林继染拿着一根胳膊粗细的棍子，打的那是一个酣畅淋漓呀，把这几天的憋屈全撒了。温彦礼在车上手拿着暗器想要打出，却发现完全没有他下手的余地。有这样的娘子，他还怎么能够立得起为人夫君的雄风啊？也不知道林继染是从哪里拿来的绳子，一个一个的把他们全给绑了，扔在地上叠罗汉。夫君，现在怎么办？要不要审一下？说说吧，你们是哪个阁的杀手？谁派你们来的？哼，你别想从我们口中得到消息，我们是不会说的。那就是想死。好，我成全你们。温彦礼手中出现一个明晃晃的袖剑。等一下，我说，你最好说的是实话，否则我不介意让你生不如死。我们是魑魅阁的人，是洛二老爷花500两买你们的人头。证据呢？还有，这个令是谁接的？这个我们不能说，说了我们会没命的。既然不说，现在就死吧。属下来迟，请谷主恕罪。我还不是你们谷主，承受不起。谷主，这次刺杀是分堂接的，属下知道后立马赶来阻止。回去啊，我处罚承接任务之人，保证以后不会再犯。还不见过夫人？以后你们夫人的话就是我的话，谁敢冒犯，杀无赦。啊，见过夫人。魑魅又跑过去给被绑的几个人松绑。别跑，你打败了他们，就是让他们跪下都不过分。行了，赶紧走吧，我和夫人还有话说。谷主，你的腿……我的腿没事，还不走？魑魅一看自家谷主不待见他们，行了一礼，直接闪人了。娘子，娘子，你别生气，你听我说，我不是故意要瞒着你的，你相信我。温彦礼也顾不得装病了，一把抱住林继染。娘子，你听我解释，我也是刚答应成为尊圣谷谷主的，一直找不到机会和你说的。娘子，你说话呀，你不说话，我害怕。林继染看着温彦礼不说话，直看得温彦礼的心七上八下的。尊圣谷，书中就没有出现过这个名称啊。
难道是要在后期才出现的？或者之所以出现的早，是与我有关？要不是他听到了他有空间，怕有危险，这个谷主他怕是要4、5年之后才会答应。娘子，我没有骗你，真的。温彦礼，你刚才说要与我解释，那我要是听了，是不是要付出什么代价？不是，没有。说实话。林静然眼睛一瞪，但是林静然的瞪眼儿对温彦礼来说就像是在抛媚眼儿，他都有一种身体酥软的感觉。要是我未上任谷主之前，你确实是要付出代价的，但现在我是谷主，我说了算。如果我不想听，只想离开这里，你能否答应？娘子，不管你去哪里，我都要跟着。你要是去得远了，我就不参加科举了。难道命中注定一定要参加下一届的秋闱吗？那我所做的一切还有什么意义啊？哎呀，算了，实在不行躺平吧，没准在这里死了可以直接回去。什么？他死后才能回去？太好了，那我一定要保护他，不能让他死，让他没有机会离开这里。你说吧，我听着。不说吗？不说我走了。说，我马上说。你知道的，温家并不是上河村的原住民，在我哥哥2岁时搬过来的，而在我5岁的时候，我和小伙伴们一起玩，一不小心跑到了深山，遇到了一个怪老头，他每天都教我一些功夫，直到18岁他突然不来了，说是让我接受尊圣谷谷主之位，但我不想立马接受，因为我要走科举之路，并不想让人知道我会武功。但是你出现了，你渐渐走进了我的内心，可是我走不到你的心中，我害怕了，你知道吗？之前不管面对什么我都不会害怕，可是面对你，我总有一种随时会失去你的可能，总觉得你似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随时可能离我而去，所以我让尊圣谷提前面试了。为了我？难道我们心有灵犀？我想要离开时他能感觉到？不会是骗我的吧？你中的毒是不是也是假的？我是真中毒了，但是我有解药。你是故意中的毒？娘子，我又不傻，怎么会是故意的？是我大意了。哎呀，我知道了，咱们走吧。娘子到底是答应了还是没答应？没有确切答案真让人揪心。娘子，你在想什么？温彦礼看着这样没有生气的林静然，感到前所未有的害怕。娘子，你要是不想当谷主夫人，我就不当这个谷主了。你与我说话好不好？你这个样子，我好心疼。啊，让我好好想想行不行啊？让我好好想想行不行啊？感觉自己被骗了。这样一个厉害的人物，需要他陪着一起整倒洛家吗？娘子，你想好了吗？我们要不要离开？温彦礼，你是不是说过喜欢我？没有我不行。娘子，我说的都是真的。在你之前，我不懂男欢女爱，但你出现之后，我才觉得人生有了目标，努力有了方向，读书有了动力，赚钱都是为了给你。温彦礼把他这18年来没有说的话全都说了，目的就是为了留住林静然。他甚至都没有想过他说的话会不会用力过度了。你回答我3个问题，我再决定要不要留下来。温彦礼觉得他的心都快要跳出来了。娘子，你问。你对男人3妻4妾有何看法？简单回答就好。别人如何我不知，温家祖训，男不纳妾，女不为妾。我喜欢弱水3千，只取玉瓢饮。这个答案好，有家训，有自己的想法。温彦礼听到林静然的心声，知道他对这个答案比较满意，心也放下了一些。你如何看待和离？他家娘子这么猛的吗？问了妻妾问题问和离？如果男人不是良人，和离也是一条生路。我不会歧视别人和离，也不会看不起和离之人，但我今生是不会和离的。如果有一天你的爱人不得已离开了，你会不会直接毁天灭地？你要离开我？为什么？回答这个问题好吗？我不知道，
我拒绝回答，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你离开我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寿终正寝。为什么有一种霸总宣言的既视感啊？莫名有些心动是为什么？走吧，我们继续出发。娘子，你还没有亲口告诉我你要留下来。我做的不够明显吗？娘子，虽然行动很重要，可是我更需要用你的承诺来安我的心。你若不说，我心难安，而我心难安的后果，就是我无心科举。温彦礼，你如果让我亲口承诺，便再也没有了后悔的余地。我这个人霸道不讲理，之前你看到的所有温柔都是装出来的，确定还要？娘子，我懂你的心，温柔也好，霸道也好，只要是你，我不后悔。我听到过一句话，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所以我的承诺也有前提。如果你能够接受，我就说；如果不能，我们一拍两散。说，不要骗我。你若不弃，我便不离。温彦礼听懂了其中的含义，他笑了，似星空开满了烟花，璀璨而明亮，也开在了林静冉的心间，久久不散。他此时无比感谢爹娘给他生了这样一张脸，可以迷住他家小娘子。温彦礼低头吻上林静冉的唇，感觉人生圆满。东风夜放花千树，一句诗出了林静冉的心间，进了温彦礼的脑海。娘子，我们什么时候生个宝宝？等我长大以后。娘子，你什么时候长大？18岁以后。哎呀，这个古代真是要命啊！15岁就及笄，放在前世18岁成年，20岁以后才结婚呢。温彦礼听到林静冉说18岁成年，20岁以后才成亲，他想也没想就把时间定在了18岁。那我等娘子18。空空，这个地方好可怕呀，我想回家。来啊！你说什么胡话呀？我自己去吗？那他怎么办呀？让他也进来不就行了？什么？让他进来？他要是觊觎你怎么办？放心吧，我可不是一般的宝物。他要是进来，他的脑海会被我烙上烙印，他什么也说不出来。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能看出来吧？我既是原来的林静冉，也不完全是。真的？他应该不会答应吧？毕竟脑海中要有烙印哎。林静冉在原地转圈圈，不知道怎么开口。温彦礼，我有个问题想问你，娘子，我愿意，你说什么我都愿意。你知道我要说什么？不知道，但是我愿意。即使脑海中烙下印记，失去自由，也愿意？与你在一起，我就是自由的。那好，你闭上眼睛，我带你去个地方。温彦礼睁开眼睛，看到了他一生都不会忘记的画面。娘子，这是哪里？嘿，这是我的空间，是我从异世界带来的宝贝。温彦礼激动地抱住林静冉。阿然，我好高兴，我终于走进了你的内心。但是娘子，这样一个地方，千万不要让任何人知道。你其实不应该也让我知道的。果然不愧是我喜欢的大反派，虽然霸道不讲理，但是却有自己说话做事所遵循的原则。放心吧，你在进来的那一刻，空空已经在你的脑海中留下了烙印，你无法对外人说出空间之事。空空，来见一下你的男主人。你好，我是空空。他被这个可以说话的小狗惊得愣在了原地。原来他家娘子看不上他是应该的，而能看上他才是他三生有幸。这种好事落在他身上，一定是他上辈子拯救了整个世界。在温彦礼发愣的时间，林静冉已经将马车弄了进来，让马自己去觅食了。温彦礼，既然你进来了，那我就当你是自己人了啊。走吧，你应该也饿了，我带你去吃点东西，顺便参观一下我的小楼。阿然，
你要么叫我夫君，要么叫我阿燕、花里，反正不要叫我温言里。行，我知道了，走吧。安然，与我说一些你的过去吧，我想了解你。好啊，你是个聪明人，应该能看出来吧？我既是原来的林静然，也不完全是。阿燕哥哥，不要难过，我过得很好。我既是原来的林静然，也不完全是。在我嫁给你的那天晚上，灵魂去到异世界走了一生。林静然把她的前世轻描淡写地说了出来。温艳里抱着林静然，心中的酸楚无处发泄。他的阿染过得如此凄苦，他一定要让他以后都是甜蜜。林静然第一次这么认真地看着温艳里，他发现温艳里是从内心深处心疼他的。他笨拙地捧着温艳里的脸，柔柔糯糯的声音拨动着温艳里的心弦。阿燕哥哥，不要难过，我过得很好，过得很充实，而且都过去了。现在我有你爱着，有家人疼着，我很幸福的。突然的亲昵让温艳里有些受宠若惊，那一声阿燕哥哥直接填进了他的心里。师妹见过谷主，谷主夫人。王两参见谷主，谷主夫人。起来吧，本来我没想着这么快和你们见面，毕竟老爷子给的期限还长。只不过前几天我莫名的被魑魅阁刺杀了，我也没想到呀，我一个谷主还会有被自己手下刺杀的经历。谷主息怒，是属下办事不力，请谷主责罚。行了，起来吧。我也就是说说，既然你们找不到老谷主，我就先当几天谷主吧。两人跪在地下不敢起来，甚至开始磕头。谷主，老谷主英明，我们不敢质疑。谷主有事，请吩咐。从现在起，王两阁全力收集洛家情报，大到是否与外地勾结，小到是否有虐杀奴仆，不惜一切代价收集全部情报。魑魅阁协助王两阁全面监视洛家人的人情往来，做到一天一汇报。是。娘子，我表现得怎么样？未来大反派做出这个样子，真的好吗？即使不做反派，读了10来年的书了，也不能做出这样丢份的事情吧？那娘子不想惯着他怎么办？看到林静染不理他，立马走了过来，抱住林静染的腰。阿然，我刚才那样安排，你看还有什么漏洞？谷主大人，既然事情有人去办了，你是不是应该好好学习了呀？别忘记了，等事情解决之后，你是需要参加秋闱的。就你现在这个状态，考砸了怎么办呀？阿然，你放心，我一定会金榜题名，凤冠霞帔，8抬大轿娶你过门，将来景风诰命，光耀一生。娶我过门？阿然，之前是我委屈你了，我们并没有拜堂，也没有洞房花烛，我一定会为你补上这些，不会让你此生有憾。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掌柜，你这是怎么了？遇到什么事情了？公子，实在对不住了，你们也收拾东西走吧，我们这店不开了。掌柜的，你看天色已晚，我们退房后还得另寻住处，实在不便，可否让我们再住一晚，明日再走？你们要住就住吧，我也不要你们银子了，就当临死前结个善缘了。掌柜的，为什么客栈开着开着就开不下去了？小伙子，别打听了，知道的多了对你们没好处。我们的客栈被洛家3公子给盯上了，让我们明天之前就要搬出去，所以我们掌柜的才让你们都退房离去的。原来是要强买呀？是洛家这么大的势力吗？什么强买啊？人家那是强抢，不给钱的。不给钱？这么不讲理吗？没有人管吗？他们洛家的2老爷是府衙的师爷，知府大人有事都要与他们商量，不敢独自判案。我们这种小事，人家怎么会管呢？阿燕，这事儿我们可以管一管吗？随你。掌柜的，既然你的客栈保不住了，不如卖给我吧，
你说个价。哎呀，我不能卖给你啊，卖给你你也过不了户啊。我现在都停止生长了，好久都没有想起之前的事情了。你只管说个价，把地契给我，我自己想办法过户。我要了你的钱，你过不了户，那是害了你呀。骆家三少还是会从你的手中把客栈抢走的。没事的，你只管卖给我，他们从我的手中是抢不走的。小伙子，我这个客栈因为偏僻，售价虽然不太高，但也不是特别低。但是你帮了我，我必须承你的情啊。你给我500两就行了。掌柜的，把地契拿出来吧。还有你说不能过户，为防止以后麻烦，你再写一个说明，签字后一切后果我来承担。按照林静冉的要求办好所有的手续之后，带着他的几个伙计连夜离开了府城。阿燕，这个客栈怎么经营啊？放心吧，你就安心当你的老板娘，其他的我来解决。啊，这是什么神仙男友啊！帅气、温柔、有实力，应该也算多金吧？啊！温艳里听着林静冉的赞美，心中的幸福溢出了心房。哎，空空，你怎么在桌子上啊？还有你发什么呆呢？你这都出来几天了，一次都没有收获。我现在都停止生长了，好久都没有想起之前的事情了。如果再没有收获，我可能会沉睡的。空空，你放心，今天晚上我会让你收获巨大，不会让你去沉睡的。安然，空空需要什么，我让两哥去找。不行，别人找的东西对他的作用不大，必须是由我找到才行。所以今天晚上我们不能空手而归。两个人来到骆家的一个后门，这里人比较少，守卫也松懈。温艳里抱着林静冉飞身上了骆家的房。他们首先去的就是骆府的药房。骆家是府城大户，他们的药房里面几乎囊括了府城所有的品种，且品质上乘。两人进入房间，也不管是什么药材，全部都收入空间。温艳里根据脑中的路线，又带着林静冉进入了宝库，如法炮制，收完就走，然后去了书房，发现书房还有灯光。两人趴在书房的屋脊上，听着里面的动静。大哥，今天有消息传来，京义想要对付平阳县的那个人进府城了，只是没有查到他们住在何处。可知他们来府城何事？来人说，京义派人给他下了毒，但他醒来后，毒入双腿，不良于行。来府城是为了寻找神医治病。让人继续查，找到后密切注意他的动向就行，不要暴露骆家。好啊，果然是你们！哼，我还以为是骆京一的个人行为，原来他们家里人都是知道的，真是一家子都不是什么好鸟。大哥，我们为什么要对付那个小子？一个穷书生罢了，能对我们有什么危险？京义是他们这一辈中学问做得最好的，有望成为此界修为的界缘，也是我骆家正式走向官场的机会。我会让二皇子看到，我骆家也不是可以小觑的，也有可以支持他的栋梁之才，所以京义必须成为中太府的界缘，这是我们骆家的筹码。好一个骆家，竟然还有皇子有勾结，难道他们想要帮助二皇子夺嫡，也不看看他们选择的二皇子是不是那块料？大哥，对付那个穷书生可以理解，但对付他那个冲喜的媳妇儿是什么道理呀？这个我也不清楚。当时消息传来时，我还觉得纳闷儿，那小子刚昏迷，还没有想要冲喜的意思，京中是怎么知道的？对呀，为什么会有人提前知道他要冲喜，还要对付他冲喜的媳妇儿？难道是有人未卜先知？未卜先知？世上怎会有这样的人？等等，未卜先知？难道还有别人传书了？不能吧，我可是个炮灰啊，不用对付就能死的那种，谁会对付我啊？我在书中没有得罪人，
但是却占了一个男主前妻的名额。难道是有人重生了，不想出现意外，选择先下手为强？难道重生的是女主？完了！如果重生的是女主，我还能对付得了吗？书中的女主已经够让人害怕的了，重生后的她怎么会让温艳里的身边有其他的女人啊？她对男主一见倾心，再经一世，怎么会放得下心中的执念？温艳里听到他家娘子的心声，觉得这个世界玄幻了，怎么也没有想到还会有人与他家娘子一样重活一世，还说那人是自己前世的妻子啊，这怎么能够让他接受呢？温艳里看到他家娘子脸色发白，抱起他飞身走了，不再关心洛家的事。阿然，你哪里不舒服？怎么脸色如此的白？温艳里害怕了，有些颤抖的将林静然整个抱在了怀里。他有一种感觉，他娘子已经心生退意。阿然，你心里有什么委屈说出来好不好？打我一顿也是可以的，不要这样折磨自己。阿燕，我想静静，你去其他房间好不好？他怎么知道我想的不好的事情了呢？阿然，你怎么了？他应该是紧张我罢了，毕竟他现在是我的夫君，还不知道他前世的妻子已经重生了。我不承认我有前世的妻子，即使有又如何？谁规定前世今生的妻子必须是一个人？阿燕，你相信前世今生吗？我也不知道相不相信，但人间的确有地府的传说，也有轮回的传说，但这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人突然跑到你面前，说是你前世的妻子，你会怎么办？阿然，是你吗？如果有前世，我宁愿相信是你。如果是别人来说呢？我只是一个简单的旅行者，只想抓住今生最爱的人，不想去寻找前世那虚无缥缈的东西。我不是一个傻子，前世那种无法去验证的存在，怎么会有抓住眼前的幸福来的实在？阿然，我们不要去想前世今生的问题。所以阿然，你在害怕什么？是啊，我在害怕什么呢？是害怕被京城那个女人狠狠的报复，还是怕被眼前之人狠狠的抛弃？难道我已经把眼前之人当成自己的私有物了吗？阿然，我们不要去想前世今生的问题。如果你想要，我们可以成就我们的前世今生，只是今生我们也要好好的过下去。是啊，如果今生他变心，最晚会在春闱时发生，那时候我离开就是了。如果他不变心，一起过下去也挺好。那个远在京城的女人目前并无优势。温艳里听到这里，知道他娘子这是想通了，至于他想要离开之事，他就当作没有听见。现在阿染被针对迫害一事，他一定会彻查，一旦发现是那个女人所为，就等着他的报复吧。阿燕，刚才是我想差了，我一听到我无辜的被针对，就想到是你太优秀了，有人看上你了，觉得我碍眼了，所以就迁怒于你，以后不会了。阿然，只要你高兴，别说迁怒，就是无故打我一顿，我都不会还手的。胡说八道，我是那种随便就打人的人吗？我家娘子温柔善良，大方美丽。阿然，以后心里有事只管告诉我，不要憋在心里，不然会生病的。阿燕，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说离开你的话，但是当我真正失望的时候，我会不告而别的。好。那洛家怎么办呀？他们明天会不会发现失窃了？最重要的证据我们还没有找到呢。没事，他们发现又如何？他们就是报案也不敢说具体丢了什么。洛家几十近百年的家业，不应该只有一个宝库。那他们的财产去哪儿了？有3个去处，一是还在洛家，只是藏得深，我们没能发现；二是将部分财产转移到二皇子那里；三就是换成了武器装备，藏在了我们不知道的地方。如果能发现武器，那洛家是铁定翻不了身的。小子，你们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有我老人家在。3更的更鼓一过，2人便推窗而出了，向着洛家的方向疾驰而去。
温艳里轻轻地推开门，屋子里面放着不知有多少个箱子。温艳里打开其中一个，瞬间让他有种想要大笑的冲动。真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呀！箱子里面满满的兵器，全是刀。陆家人这么傻吗？把兵器放在家里的暗室之中，万一被人发现，那可是掉脑袋的罪呀！陆家人把东西放这儿，应该是想把东西运给二皇子，但他们对外宣称是银子，毕竟银子从家里运出去合情合理。行了，我们出去吧，让人在暗处看着这里，别到时候被他们偷运出去了。骆家的防护这么差吗？为什么出入这么方便啊？阿燕，不对呀，为什么骆府的护卫这么松懈啊？会不会是有什么原因我们错过了？骆家这么一个家大业大的地方，又被他们光临了好几次了，都到这种地步了，即使不会3步一岗5步一哨，那安排几个职业的人总该是有的吧？为什么一个都没有呢？小子，你们之所以这么顺利，是因为有我老人家在。听到有第3个人说话，2个人吓了一跳，他们竟然都没有发现。这要是这人有个歹意什么的，他们的命早就不在了。老头，你怎么总是神出鬼没的？好好出现在我们面前不行吗？别每回都出现在别人背后。老头眼一瞪，手里的一根棍子啪的一下打在了温艳里的屁股上。林静冉先是一愣，然后忍不住扑哧一下笑出来了。好好的一个姑娘，干什么这样一副打扮？赶紧换回女装，你这身装扮太碍眼了。哼，本姑娘天生丽质，换回女装容易招蜂引蝶。我喜欢清静，不喜欢热闹。你这小姑娘，老头儿，咱们回去再说呗。这是半夜，咱们站在这里时间长了，被人家当成坏人抓起来就晚了。这还不是怪你们2个人？我本来想跟着你们回去的，谁让你们停在这里谈话了？你们2个怎么还是这副德行？赶紧把脸上的易容给洗去。师傅，这易容洗不下去，只能等。胡说八道，什么样的易容洗不掉？这是谁跟你说的？以为我老头子是个傻子吗？林嫣然也不言语，拉着温艳里从老头屋里回到自己的房间，从空间里拿出药水和2个盆子，分别倒在水盆里。阿燕，很简单的，直接洗就行了。林嫣然低头慢慢的洗脸，没有看到温艳里一脸不可置信的看着他。要说之前是因为娘子的性格不想放她走，这次又多了一条，那就是太好看了，所以不能让她去祸害别人，祸害我就够了。哼，男人果然都是好色的动物，见到美女就走不动路了。我要不要出去找个帅哥实验一下？不要。脱口而出2个字，方才发觉自己失言了。林嫣然疑惑地看向他，不要什么？不喜欢不自信的人啊。如果你需要我的安慰，怎么样？那是不可能的。你还是及早收回自己的心思，去寻找一个与你相当的女人吧。林嫣然说完，故意昂首挺胸地向外走。温艳里一把拉住他，抱在怀里哄着。娘子放心，我很有自信，不需要娘子安慰。我们2个是天造地设的一对，谁也不能将我们分开。哼，治不了你。怎么还没过来啊？这么磨蹭啊！老头，你着什么急？这不是来了吗？只见老头一愣，然后一个箭步的越过温艳里，来到了林嫣然的眼前。冉冉，是你吗？老头的反应直接吓到了温艳里。林嫣然听着声音有些耳熟。师傅，是你吗？冉冉，是我，真的是你啊！我找的你好苦啊！师傅，我好想你啊！林嫣然一下子扑到老头怀里，不知道是出于什么心情，一下子把林嫣然从老头的怀里面给拽出来了，自己抱在怀里不放手。师傅，你不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吗？为什么你们会认识？马燕，你先出去，我与冉冉单独谈谈。你放心，我是他师傅，就是父亲一样，不会欺负他的。师傅，让他留下来吧，也让他了解一下，如果他知道了真相，不愿意要我们2个人了，
那我们2个人就闯荡江湖，不再贪恋红尘世俗。好，留下也好啊，但得记住，听到什么都不要开口，不要打断我们。为了留下来，他站在一旁当个柱子。师傅，这是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也来到这里啦？冉冉，你先说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啊，你干了什么事情才过来的？我那天晚上看了一本连载小说，一不小心多点了催更，醒来之后就成了他冲喜的新娘。来到这里还没有1个月呢。冉冉，你来了不到1个月，你师父我来了快30年了，我找你都找麻了。林静冉看着这样的师父，虽然不明白他们2人为何来的时间不一样，但是不影响他心中的感动。师父，你到底是怎么来的？为什么早了那么多年呀？哎呀，说来话长。我本来呢是昆仑山上修行的道士，有一天啊，你的师爷啊，我的师傅就让我下山。他说我还有个徒弟未收。谁知道当我找到你的时候啊，发现你不仅是个孤儿，还是一个命中有劫数的孤儿。中间啊还有一段为师都看不清的灰色地带。师傅，你不是省级散打冠军贾行之吗？怎么成了昆仑山的道士啊？贾行之伸手给了他一个脑崩。温艳里看着师傅打了林静冉，险些上去给他呼呼。师傅，你下手太重了。你别装了，为师根本就没用力，你还是像小时候一样，总想着碰瓷师傅。说吧，这次又想从师傅这里要什么呀？我都忘记了我还有这个习惯呢。不过这次我是真的没有想要的，这是纯粹的自然反应。你当时一个孤儿院的孩子，我一个老道接近你，那院长能让我教吗？我不得给自己找个身份呢。那时候呢刚好就有个比赛，我就参加了，没想到这一不小心就成了冠军。我师父就是厉害。随着你年龄的增长，渐渐地接近那个灰色的地带，我才发现你可能会因为某件事情离开这个空间。我却推算不出。于是我回山找我师父，他说让我静观其变。可是等我回来后，发现你的气息消失了，怎么也找不到你，就像这个世界这从来没有过你一样。师父，你是说我在那边没有尸体，我凭空消失了？是啊，当时我发现你不在这个时空的时候，才推算出你身上的灰色地带没有了。但你劫数正在进行，所以我一不小心就算过了头，就吐血后就到了这里了。师父，您为了徒儿受苦了。师父，那您为什么会收阿燕为徒啊？怎么还用上敬语了？变回来，我当年过来的时候啊，正好被人打吐血了，被尊圣谷主带回去，又学了多年才出师找你。遇到阿燕时啊，我算出他身上会有你的气机，所以就收了他。只是多年来你一直没出现。不对，我在这小子8、9岁的时候见过他一次，那时候他身上没有你的气息，所以我又走了。温艳里有点感伤，原本以为师父收徒是因为他根骨齐家，没想到主要原因是因为阿染。随后他又开始高兴，原来他们的缘分在多年前已经定下了。师父，那时候他不是我，错过了和师父的相认，我反而觉得很高兴。我不想让你成为别人的师父。温艳里在旁边默默的不敢说话，尽量降低自己的存在感。冉冉，可是阿燕也是我的徒弟，那怎么办呢？师父，要不把他逐出师门？也行。不过如果没有他呀，那尊圣谷主就得是你，所有的事情都得你来做。这样也好啊，女孩子比较心细。什么还要当谷主？不行，虽然当谷主很风光，但是很累呀。还是算了，让一半师父给他吧。师父，我想了下，还是留下阿燕吧。
你毕竟教了他那么多年，他还没有尽孝就走，实在是太便宜他了，还是让他留下来干活吧。这个小丫头还和小时候一样口是心非，信了他的话才怪呢，明明就是舍不得那小子。好，那就留下查看。师傅，你不是出门好长时间了吗？怎么突然回来了？还不是你不中用啊，被人下个毒都躲不过，还在劳动我老人家出来看你。师傅，我要是不中毒也娶不到阿然，你们两人也不会相遇，这样算来也是好事的。你说的不错，你的中毒也算是有了意义，但是我对你俩成亲的方式非常不满意，怎么办？师傅你放心，等我明年春闱之后再次迎娶冉冉。师傅，你这次还走吗？天机不可泄露。师傅，你在这个时空是什么身份啊？就只是尊圣谷主吗？是有其他身份，只是现在不方便告诉你们。不过等到京城就知道了。这是我在京城的一处别院的房契和钥匙。如果进京不用去其他地方居住了，住我这儿就行。师傅，这不会是我这次碰瓷儿的赔偿吧？不是。师傅，你对我这么好，我一定会孝顺你的，我将来会给你养老送终的。冉冉，不是我打击你，你要是不好好的练功，没准还活不过为师呢。学生平阳县温言礼拜见江大人。免礼，起来起来，不知你们深夜前来可是有事？两人将事情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你们真的与骆家有仇？那里真的是骆家的兵工厂？大人，我关注骆家不是一天了，每天晚上我都会在骆家附近转悠，他们的车不是第一次从骆家出来，那个地方即使不是骆家的，也与骆家脱不了关系。至于我与骆家的仇恨，不知断人前程算不算大仇？此话怎讲？骆家势大，骆家大公子与我同窗，他让人给我下毒，我命大捡回一条命，却只能半腿疾，更是不能参加科举。学生实在不甘，只能来府城找江大人，只是学生空口白牙，恐无人会信，因此在骆家附近寻找机会。温彦礼从怀中拿出一封信递给江达。大人，这是学生从骆家得到的，不过学生不希望大人询问是如何得到的。这信真的来自骆府？只有这一封？其他的在何处？在骆大老爷的书房里。大人，学生有冤屈，其他人也有冤屈，这中泰府城有冤屈的人不计其数，学生已经知道明天会有人来告状，学生恳请大人想办法到骆家搜家，到时学生与之同去，那书信必会得到。这温秀才将事情都做了，最后利用自己的手扳倒骆家。那我明天就等着有人来状告骆家，到时候你混在兵丁之中，一同前往。江达自从来到中泰府，没过过一天舒心日子，每天都被骆家的那个二老爷监督着干事儿。大人，小人有一计，可开此门。是易了容的林晋然。你说。林晋然本来不想出来的，但看着他们实在没有办法，只好出来献策了。大人，小人所说之事有些不合常理，请大人先恕小人之罪。恕你无罪，但说无妨。大人，可以在人群中找几个有些功夫的人，或是在衙役中找几个身手好的，翻过墙头，从里面打开大门，大人再进入其中。只是这样，难免会有人说他们有私闯民宅之嫌。私闯民宅不行，那如果骆家不是民宅呢？骆府现在拒不配合官府搜查，根据骆府所犯的罪责，骆家此时已不属民宅。张明，找几个人进去开门。是。骆家的大门终于被打开了，让大家都无法想象的富贵就展现在了众人的面前。原来是骆家主呀，我还以为骆家没有人呢，敲了半天都没有开门。怎么，骆家主这耳朵已经未老先衰了？如果是那样，那可得快点看呐，不然可能就晚了。骆大老爷一看老百姓都没有进来，就知道今天没办法拿捏江达了。江大人，你带着衙役来了我骆家，想要干什么？
骆家主，你骆家家教不严，教子无方，现在有多人状告你家，我也是没办法。这不，我带人过来搜一下，如果你家是清白的，我会还你们清白的。张明，搜。是。慢着，江大人，你要知道我这府中女眷众多，你这都是男人，怎么可以搜后院呢？骆家主，我也没办法，要不你将所有女眷集中在一个地方，再让他们去搜。今天我是一定要搜的，你再拖延时间也没有用，外面都已经围上了。这是搜捕令，可不是我在私闯民宅。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安顿女眷，1炷香后，我不管你是否安顿好，立刻搜府。大嫂偷人被休了。啊！等两人回到上河村的时候，已经是天色渐晚，两人却是很激动，眼中的喜色怎么都掩饰不住。等他们到了门口的时候，发现家人们在向外张望，好像有预感他们今天能回来一样。等温夜里从车上下来，他们都激动地问他腿好了。本来温家二老都是知道他的腿没事的，但是架不住自从温夜里昏迷之后，他就没有站起来过，所以乍一看到他走路，忍不住也喊了出来。哈，马车里竟然有这么多东西！二哥，你这是花了多少钱呀？哎，艳丽，这马车是从镇上租的吗？娘，这马车不是租的，是买的。买的？这得多少钱啊？娘，这都怪我。当时我们到了镇上，想要租个马车，这样也能早点到府城，好为夫君治病啊。但是又想到还得负责车夫的费用，再说了，夫君行动不便，我一个妇人和别的男子在一个车上多有不便呀。正好有人急用钱，便宜出售马车，我们就给买了。袁氏虽然心疼钱，但也明白从镇上到府城一路山高路远的，能有自己的马车确实比较方便。娘，你放心吧，这些东西多数都是别人送的，我们自己没花多少钱的。不过娘，你放心，我以后一定会挣很多很多钱，让你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再也不用1文钱当成2文钱来花了。这孩子是真的把他们当成了亲人，居然说出了这样的承诺。唉，好孩子，苦了你了。要是艳丽以后对你不好，我饶不了她。我以后找娘告状。怎么没有看见大嫂啊？大嫂偷人被休了。啊？你们都知道啦？哎，二嫂，你早就知道了。哎，弟妹啊，那你怎么不早说呀？是不是在暗地里看我笑话呢？大哥，不是我们不想说，是这里面关系重大，大嫂的事情与我和艳丽都有关系，在事情不明朗的情况下，我们实在是不敢明说的，怕一个不好满盘皆输，所以让大哥受委屈了。哎，可强有耳，关上大门到屋里去说吧。事情是怎么样的，阿冉比我更清楚，让他说吧，就从我被下毒说起吧。好，我也不详细说了，就简单说一下吧。我成亲的第2天去山上，被3个混混给截住了。他们被我打倒之后说是陆文兴干的，又交代说陆文兴是大嫂的青梅竹马。后来有一天，我跟着大嫂到了镇上，发现他与陆文兴私通，又听到陆文兴说是他给夫君下毒。听说我与夫君都没有出事儿，就过来试探。我还听到陆文兴说下毒的原因是与中泰府城的骆家有关，所以我将这些都告诉了夫君，他让我先行隐瞒，等事情解决了之后才说大嫂的事情。众人听到这里也明白了，他们当时确实不能说出来，不然牵一发而动全身，后果不是他们能够承受的了。弟妹啊，是大哥误会你了，对不起啊。大哥，这怎么能怪你呢？这都是胡氏的错呀。二嫂，那后来呢？你们去府城以后怎么样了？二哥的腿是怎么治好的？
你二哥的腿一开始就没事儿，之所以坐轮椅，是因为中太府城骆家是一个将近100年的世家，势力庞大，而骆京义是你二哥的同窗，想要迫害你二哥，一旦发现他完全好了，那还会再次迫害的。所以我们去了府城，也不是去为了治病，而是找到了当地新上任的知府，找到了骆家的把柄，靠着官府扳倒了骆家，然后我们就回来了。那骆家为什么要迫害我二哥？他们不是同窗吗？因为骆京义的学问一直不如我，却又想着拿第一，所以只有我死了，他才能出头。谁能明白万年老二的痛苦啊？人家想要整死他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却不能被原谅。他不如我二哥，是他自己没有本事，应该想办法努力超过去，怎么能有这种手段呢？少年，你要知道，他之所以敢这么做，是因为他家里有这个实力。他明白，只要他家不倒，你二哥就不敢追究，就是知道了又能怎么样呢？所以晏殊，努力学习吧，只有自己有了本事，才不会被人欺负。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选择是做好人还是做坏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只能一味的被打压。温彦礼有些嗔怪地看着林静然，他怎么可以把道理说得这么清楚啊？那他这个当哥哥的岂不是没有用武之地啦？所以大嫂是怎么被发现的？你们走了以后，娘为了让大嫂长个记性，给她活儿有些多，但是大嫂不想干，开始顶撞娘。娘说了她几句，她就负气走了。后来我和哥哥一起去找她，发现她在镇上和一个男人挽着手臂有说有笑。我们从后面跟着，发现他们2人进了一户人家。等我们撞开门，他们2个衣衫不整的在一起。大哥很生气，就打了他一顿，然后就写了休书。等娘知道的时候，也就没有说什么了。二嫂，胡氏走了，你不觉得高兴吗？他那么坏。哎呀，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对女人苛刻的。他虽然做错了事情，但是我们却不能落井下石。被休已经是对他的惩罚了，别人可以看不起我们，但是我们自己不能作践自己。你还小，长大之后就会懂的。温彦礼心中激起了千层浪。一直都知道娘子与众不同，却不知道她原来这么与众不同。我想明白了，能留住娘子的最好办法，就是和她思想上的同步。世上的大多数人都会被别人的闪光点所吸引，我也不能免俗。而娘子与我前进的方向上，从来都不是我的闪光点照耀了她，而是她不断增加闪光点照亮了我的人生。我家娘子真是一个宝藏女孩。那当然是我有本事，能要来钱了。我家娘子真是一个宝藏女孩。大哥，你为大，我们为小，有些事情不知当不当讲。弟妹啊，你不用顾及我的，我也没有那么脆弱。本来我与胡氏的结合就有一些戏剧性，所以啊，你说什么我都能承受住的。大哥都想开了，你还有什么顾虑？这次我们去府城得到了一个消息，骆京义可能会失去功名，所以大嫂会不会再回来找大哥？如果他回来了，大哥还会接受他吗？放心吧，他还没有那么大的魅力，我也不是非他不可的。其实我休他，最主要的原因不是他与人私通，而是他本性太恶。两人在林家门口下车，刚要敲门，里面传出了争吵的声音。娘，我们都分家断亲了，你还来我们家要东西，是什么道理啊？他爹平时根本没脾气，与谁都不会红脸，没有想到现在气的都开始飙男高音了，这嗓子肯定要坏呀！你个没有良心的、坏了心肝的小贱人！当时生下来，我怎么就没有把你给掐死呢？怎么就没有一泡尿把你给溺死呢？你就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老娘一把屎一把尿的把你养大，你竟然为了你自己的腿不给老娘银子，老娘不活了！好呀，奶奶你想死是吧？村外那条河，你想怎么死都行，不用在这吓唬我爹。
我们早就断亲了。我们无情无故的，你来我们家那就是私闯民宅，我们可以到官府去告你的。你一个小贱人，赔钱货！你一个出嫁的女人，来我们村干什么？林家奶奶，你看看清楚，这不是你林家老宅，这是我爹林大海的家，你们早就断亲了。麻烦你出门找你家大儿子还有那小儿子要钱去。林家奶奶，你怎么不奇怪每次都是你来，别人都不来呢？那当然是我有本事能要来钱了，那当然是我有本事能要来钱了。不，是爷爷他们让你来打头阵的，打赢了你们皆大欢喜，打输了他们可以撇得干干净净。这么多年来，林家只有你一个外人，也只有你一身脏污，他们身上洁白如玉。他冷静下来想了想，也能够想明白，只是他不愿意承认罢了。你胡说！我和你爷爷生活了这么多年，为了这个家劳心劳力，他怎么能说休我就休我的？阿季，去把村长和林家爷爷一起请来，就说林家奶奶又来咱们家要钱，问他们管不管。如果他们不管，那咱们可要去县衙击鼓了。他一溜烟的就没影了。等了大概1刻钟的样子，2个老人急匆匆的来了。林家爷爷，村长，你们来了真是太好了，不然我爹娘就活不成了。好了，冉丫头不要哭了啊！有什么委屈只管与我说啊，我给你做主。林金冉还没有说话，泪先掉了下来。他这一番操作把温艳丽心疼坏了。娘子，别哭了。如果村子不能给咱们做主，咱们就去县衙找人评理。村长，从我记事起，我们家就没有闲下来过。我和弟弟看着别人家的爹娘休息吃好的，谁家像我们家一样被人像牲口一样的死命的使唤呀，却还吃不饱吃不好穿不暖。赵前世看着伤心的女儿，又想起自身的遭遇，抱着女儿，两人哭成了泪人。林心气看着痛哭的娘亲和姐姐，也抱着娘俩哭了起来。而林大海则是拖着自己重伤未好的腿爬了过来。这是一幅怎样的画面呀？温艳里心疼的想要打人。村长，如果下河村没有公道，我会将我的岳父接到上河村。我想我们村不会出现这样偏心的父母。秀才，你放心，我会给你们做主的。村长说，前段时间由于我爹受伤，我爷爷奶奶不给银子让我爹看病，我爹伤心难过之下没有办法才选择分家的。只是没有想到，爷爷奶奶为了摆脱我爹这个累赘，竟然给了断亲书。我爹之前挣的钱都给了爷爷奶奶，他手里1文钱都没有。断亲之后，是我厚着脸皮在婆婆手里借了钱给我爹治病的。没有想到我奶奶在听到这些之后又来找我爹要钱，他这是要逼死我们。村长说2家都已经断亲了，他们如此作为，你说我们能不去县衙告他们私闯民宅，告他们抢夺财物吗？林老哥，如果你的态度是这样，连一个女人都管不住，就别怪我将你们一家子赶出村子了。在这个时代，村子是根基，祠堂是命脉。如果没有了村子，没有了祠堂，他们就成了没有根的浮萍，而林大河也就不能参加科举了。我要休了前世。你要休了我？你要为了这个不是林家的人，为了这个野种休了我？我为林家生儿育女，你怎么有权利休了我？你闭嘴！还不是你不把大海当人，不然我怎么会休了你？我不把他当人，你当了吗？那还不是你的默认？他可是你从外面抱回来的，与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把他当人看？好劲爆的一个消息啊！原来不把人当成人看，是因为人家不是他的亲儿子。爹娘，我不是你们的儿子，那我是谁？我当时就说过，你抱回来就好好养着，可你把别人家的孩子当成牲口一样的对待了这么多年，哎，你就不怕有一天人家父母找上门来找你算账啊？
只要我活着，我是不会说出来的。等我死的时候，或许会说出来。既然这样，那咱们就恩断义绝，再也不要见面了。既然你说恩断义绝，那这是我林家的老宅，你还是搬出去吧。赵家的大门关上，围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赵秀兰起身跪在赵秀才的身前，泣不成声。她看着女儿的样子，就知道她现在遇到了过不去的大坎儿了。兰儿啊，起来，有什么事情坐着说。外公，我爹娘被爷爷奶奶给赶出来了，现在无处安身，来投奔您了。之前我想让大海入赘，他们不愿意，怎么现在嫌你们碍眼了？看我爹现在腿坏了，不能干活了呗。还有一点，我爹不是林家的孩子。没事啊，他们不要你们，我要。我老头一个人过得太清静了，多几个人正好，安心住下。本来我的所有东西都是要给你的，而大海啊，我一直把他当儿子看。你说你住在爹这里，为什么不敢说呀？爹，我毕竟是嫁出去的女儿，我虽然没有兄弟，但是族里怕是不愿意。哼，我赵明志又不靠着族里养，我的东西不给自己的女儿，难道要给别人呀？真是岂有此理！我看他们谁敢开这个口。外公，反正我爹也不是下河村的人，他的户籍在哪里都无所谓吧？不行就将我爹娘和弟弟的户籍转到桃花村呗。我当然没有意见了，这就看你爹的意思了。赵明志这时想起来，刚见面时温艳里喊了他一声外公。冉冉啊，你成亲了，怎么我不知道啊？外公，这都怪我。之前我昏迷未醒，这亲成的有些着急，确实委屈了阿染。您放心，我春闱之后会再娶一次阿染的。那你就是上河村温大柱的儿子吧？阿染到你们家应该不是正常去的吧？外公，阿染虽然是被他临前世送到了我家的，但这也是我与阿染的缘分。我真的很喜欢阿染，我不会辜负他的。阿海，我要知道所有的事情，你从头说。林大海经过林老头和林前世的事情，对下河村林家斩断了最后一丝念想，没有丝毫的隐瞒，从头到尾讲了一遍。唉，以前是你太傻，让你反抗他们你却不敢。不过现在看来，你们脱离了那个苦海也是一样幸事。在桃花村，没人敢欺负我赵明志的孩子。爹，那族里应该不会同意吧？他们不同意，我出族，咱们自成一族，不用受他们的气。要知道，在赵家，我赵明志不欠他们的东西，是他们欠我赵明志的。爹，我对林家失望透顶，现如今我已是无根浮萍，能有个地方落户就好。爹能收留我，我感激不尽。既然如此，这事儿我来办。我去找下村长和族长。外公，我与您一同去吧。阿燕呢，一定要照顾好外公，即使他们不同意，也不能让外公生气啊！好好的回来。林金冉虽然不知道他们到底会面临什么，但他知道有温艳里在，应该不会有太大的问题。果然，他们去了有1个时辰的样子就回来了。不用问，看面上的表情就知道结果如何。外公怎么样？是不是他们都同意了？这次多亏了艳里呀，要不是他，这事情还不好解决呢。男主这么厉害啊！他一个外村的人，可以说服本村的村长和族长同意外人落户，有点本事啊！看来以后不能小看他了。温艳里笑了笑，心中在为得到林静冉的肯定而骄傲。艳里啊，给他们说说吧啊！你看这一个个的满脸好奇的样子啊！村长，我有一言，不知当不当讲。温艳里虽然是别的村的秀才，但是读书人就是高人一等。村长说，
虽然我岳父现在身体有恙，但是他的身体很快就会好。落户后，他也不会要村子的土地。长说，虽然我岳父现在身体有恙，但是他的身体很快就会好。落户后，他也不会要村子的土地。以后他若是需要土地，桃花村那么多荒山，足够他开荒了。我外公若是生气再不教孩子读书，这些孩子就只能去镇上读书了。到那时，各家各户的开销势必更大，他们可能会怨恨村长。他们村子本来就偏，但他们村有赵秀才，所以孩子们也是能够上学堂的。我在县城的清风书院读书，夫子说我的学问还可以，打算让我参加今年的秋闱。前几天我教考了家阿季的学问，他的聪明才智不下于我，好好读书，以后的成就不可限量。温彦礼很聪明，他点名自己学问好，那自己认为学习好的孩子，那以后的成绩肯定好，这就让村长动心了。这事我同意了，赵叔，你去问一下你们族长，赵家如果同意，那就落在赵家；他们要是不同意，那就单开一支。他本来还想拿着之前的人情说事儿，没有想到阿燕几句话用不上那个人情了，很好。两人告辞之后没有转弯，直接到了族长家。当他们说明来意，没有想到族长想也不想的就拒绝了。闺女都是泼出去的水，她生的孩子就不是我赵家的种。你家的财产在你100年之后就是需要冲入族产的。谁不知道谁给老人养老送终，谁拿老人财产？你们想都不要想我的东西啊！如果你不同意，我自请除族，我做我女儿的老祖宗。外公，您消消气，我可是答应了阿染，不能让您生气的，不然我回去阿染会生我气的。我与族长老人家说句话。赵家族长，我是赵家的外孙女婿，上河村温家人，目前在清风书院读书。老人家，您只是想要我外公的财产充公，但是如果您眼中只有这么点财产，那就看得太近了。您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都多，肯定知道有句话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吧。您活了这么大的岁数，走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都多，肯定知道有句话叫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吧。你说的没错，但是这与他们落户有什么关系？新界是我七弟，他很有学习的天赋，假以时日，学问不会在我之下。我们刚从村长家出来，村长已经同意落户。一旦阿季中了秀才乃至举人，到时受益的只有桃花村，而没有赵家什么事了。我言尽于此。族长如果觉得还是不合适，那我们爷俩从此再也不提此事。果然，温彦礼的话才落，赵族长立马说：阿季那个孩子那么聪明，你怎么不说呀？我同意了，明天我就陪你们去县里改户籍。赵明志已经做好自请除族的准备了，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受委屈。温彦礼几句话给扭转了：二哥二嫂，你们怎么回来这么晚？是不是有什么事呀？娘，你们以后的亲家可能就不是下河村了，而是翻过山头的桃花村了。二嫂，你要羞辱二哥吗？让他娶桃花村的姑娘？什么呀？桃花村的那个姑娘不是已经过来退过亲了吗？哪还有桃花村是亲家的事儿？你们说的都是什么呀？不是那么回事儿。二哥，我和你说，我只承认林建染是我嫂子，别人我可不认。今天我和娘子去下河村，发现岳父母正要被林家奶奶欺负，我们找来村长和林家爷爷讲道理，不曾想却被林家奶奶爆出岳父不是林家的人，所以被赶出了村子。我本来想着让他们来咱们家，岳父不同意，后来去了桃花村，外公只有岳母一个女儿，就给外公作伴了。哼，那个林老头真是可恶，就算不是亲生的，这好歹养了30多年，说赶就给赶了，怎么可以这样无情？爹，你别生气，林家奶奶向来看不起我家，离开他们之后，我爹娘也能活得像个人，
本来我外公也是要让我娘养老的，现在有了正当的理由，外人也不能说什么了。本来我外公也是要让我娘养老的，现在有了正当的理由，外人也不能说什么了。我们两人从桃花村回来时，在路上遇到了赵大花的二叔二婶，他们说他们不知道赵大花已退亲。娘，这是怎么回事？这狗娘养的赵家，退了我儿子的婚，连定亲信物都要拿回去了，不归还彩礼就算了，现在还说没有退婚，这是想破坏我儿子的名声啊！这事儿都怪我，要不是因为我太气愤，第二天就找了林家，也不会这样。我应该当时就四处宣传一下他们的不仁不义才对。娘，你别生这个气，明天就去外面说。本来他们婚期定在20岁生日之后，但是当时夫君昏迷，决定提前成亲，为夫君添点喜气。但是赵家不同意，认为夫君无法醒来，温家想要骗婚，所以他们来退婚，而爹娘为了赌一口气，才把我娶进门的。孩子，这太委屈你了。哎，没关系的，为了夫君我愿意。娘要是觉得委屈我了，以后加倍对我好喽。不行，这样太便宜他们了。怎么会便宜他们呢？以后我们去桃花村的机会多了，去一次就提醒一次，当时他们是如何的嫌贫爱富、见利忘义。温艳里眼中的宠溺再也藏不住了，拉着他就想走。娘，我明天还要出门一趟，去县城有点事儿。哎，去吧去吧，可以在外面多玩玩，不用着急回家的。活着我比你们厉害，死后也不会比你们差。走走走，咱们去县城办户籍转移，我相信不久后我们村还会出个秀才的。村长，关于落户之事，我觉得你再考虑一下吧。我不想在以后让人说嘴，以为是我逼你这样做的。赵叔，这话听着有点不对呀。昨天我都同意了，今天为什么还要考虑啊？昨天赵家人说我女婿没有资格落户桃花村，既然这样，那就不落了。下河村可没有赶他们离开，我呢，也跟着他们一起过去享福。哎，赵叔，别呀，他们赵家不同意，那咱们单开一支就行了，何必要生这个气呢？以后有我们庇护，大海兄弟和秀兰妹妹不会被人欺负。族长，开祠堂吧，把我从族谱上去掉，我要把自己的户籍移出桃花村。你可知道，那样你就是没有根的浮萍，死后都不能入祖坟。那又如何呀？活着我比你们厉害，死后也不会比你们差。活着我不需要你们的庇佑，死了也不需要你们的香火。更何况我现在还是族里唯一的秀才，你们就敢想要谋夺我的家业，欺辱我的子女？赵家族长，赵叔是我们桃花村的秀才，不单单是你赵家的人，他不能离开这个村。既然你们如此不待见他，还是开祠堂同意他出族吧。赵叔，你说什么都不能离开桃花村，咱们村不能没有你。如果你不解气，我让人把赵家其他人都赶出桃花村。这个世道上还没有谁可以赶秀才出村的呢。明智叔，你怎么能这么自私啊？为了一个出嫁的女儿不管自己的族人呢？赵小虎是吧？你过来。明智叔，我就知道你。哎呦！赵明志直接给了他一耳刮子。明智叔，你为什么打我？赵小虎啊，你不是说我自私吗？我到底是怎么自私的呀？说呀。明智叔，秀兰妹妹虽然是你的女儿，但她已经嫁出去，不再是咱们赵家之人，所以你就不能为了她而得罪赵家族人。周围村民除了赵家人都有些不可思议，赵小虎怎么能说出这样没有人情味儿的话呢？你的意思是你家姐妹只要出嫁了，都与赵家没有关系是吧？这话他可不敢说，因为他家就他一个男孩，全靠几个姐姐帮助。如果他说出这样的话的话，他的处境堪忧了。赵小虎这说的什么话？他没有良心吗？他小的时候人家秀兰还帮过他呢，后来人家大海也是经常过来帮他呀，他怎么能说出这么丧良心的话？
对呀，赵小虎的话要是传了出去，让别人怎么看待咱们桃花村的人啊？不让管出嫁的女儿，那女儿在别人家还不得被欺负死啊？哎呀，小虎的话要是传出去，谁还敢嫁到赵家？不让娘家人管，那与没有娘家又有什么区别？赵明志不管别人怎么说，冲着大家行了一个礼，众人纷纷躲避。他们谁敢受一个秀才公的礼呀？不要命了吗？人家秀才可是连县太爷都不用跪的。各位乡亲父老，我赵明志虽然一生蹉跎，但我好歹是个秀才，也知道应该爱护自己的子女。刚才赵家族人的话我是不能认同的，所以我赵明志决定自请出族，从此以后不再是赵家族人。赵明志说完，扭头进入屋内，片刻后出来，手里拿着一张还未干透的出族书。赵族长，你签字吧。我若是不签呢？不签字那也没事儿，我今天正好要去县城，可以到县衙强行出族。赵族长啊，你可要想清楚，到时谁的脸面都不好看。你要出族可以，但是学堂的事儿你还得管着。赵族长啊，怪不得赵小虎能说出那样的话呀。有你这样的爷爷，他想不长歪都难呀。你，赵族长，在你眼里是族人重要还是亲人重要？会不会说是族人呢？可是前几天你不是还把你在外面受了欺负的女儿接回了娘家吗？为此不惜和族老们吵了一架呀。怎么，你的女儿是女儿，我的女儿就不是女儿了？怎么，对自己宽容，对别人严格，这就是你族长的做派？哼，这样的家族不要也罢。赵族长，开祠堂吧，我要看我的名字从族谱上去掉。赵明志，你这是不信任我。哎呀，大哥，你给他废什么话？你就直接告诉他，族谱上没有他的名字不就行了？这个族老的话一落，赵族长气得都想捂住他的嘴。赵大狗，我赵明志今天与你们赵家恩断义绝，从此相见便是陌路。你祈祷你的族人不会犯到我的手里，不然别怪我不念旧情。魏公，你不要与不相干的人起争执，气坏了身体不值得的。你放心吧，以后咱们让他们高攀不起。大海，走，去县城。在他们离开之前，村长对赵家人说：我不知道你们从哪儿听说林大海不敬父母，如果你们想知道，可以去下河村打听，不要道听途说。我敢保证，林大海比你们赵家任何一个人都好。林大海父母偏心，不能公平对待所有孩子，受了伤不给拿钱治伤，甚至让他自生自灭。分家不过是村长为了让他活下去才出来做的主，但他们变本加厉，最后爆出大海根本不是林家的孩子，为了避免伤心，也是为了疗伤，他们才来到桃花村的。我桃花村人向来淳朴善良，如果再让我知道谁敢挑拨离间，搬弄是非，那你们也可以滚出我桃花村了。等到了衙门，发现还没有下衙，管户籍的那个人看到温彦礼，微微一愣，刚想要说话，却见温彦礼轻轻的摇头，便没有再言语了，爽快的给他们办了，简直是顺利的不可思议。路过糕点铺的时候，林继然买了2盒，让温彦礼拿着去找夫子。你大概要去多长时间？我一会儿来接你。阿然，你不与我同去吗？不去了，我一会儿去趟书肆，现在用纸的人多，我去买一点。好，娘子，辛苦你了。林继然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转身赶着马车走了。这段时间，马车都成了他的代步工具了，他也有了一种现代开着宝马的错觉。林继然赶着车到了县城最大的书肆。真不知道这书肆老板是怎么想的，什么人都放进来，
也不怕染上穷酸气，声誉会下降。林欣然本来想当个安静的购物者，没有想到旁边一直有人在唠叨，说话刻薄难听。玉姐，他也不像是个哑巴呀，怎么对咱们说的话都没有反应？这种心性，不愧是做过冲喜新娘的人。小哥啊，书寺有什么可以盛放书籍的工具吗？姑娘，咱们书寺呢有装书的篮子，你如果需要的话，我现在就去给你拿。你何必多此一举呢？他一看啊，就是个买不起书的人，你完全没有必要再跑一趟。姑娘，需要我帮你提着吗？谢谢你啊，我在家干活比较多，力气还是有些的。你们的文房四宝都是怎么卖的？给我来点呗。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啊！还文房四宝怎么卖？你要来点，你以为这是什么大白菜吗？说买就能买？没你口气大，你是吃了一宿的大便不刷牙，口气熏出了2里地呢。这个小姑娘不说话则已，一说话差点将人给撅死。赵大欢没有想到林静冉说话这么难听。哼，真是没教养，说话如此粗俗，怪不得只能当个冲喜新娘。那也比你这样一个见利忘义、背信弃义的人强。知道自己的未婚夫昏迷不醒，立马上门退亲。你这种人有什么资格觉得别人没有教养？你认识我？哼，拜你挑拨离间，搬弄是非所赐，想不认识都难呢。你胡说八道什么呀？不是我先退的亲。哼，不是你退的亲，难道是人家昏迷的人从炕上爬起来，闭着眼睛到你家退的亲啊？敢做不敢当，还到处败坏前未婚夫的名声。你这种人，老天怎么不把你收了呀？看着你在人前蹦的，也不说降个雷劈了你。哼，老天爷一定是在打瞌睡，你要小心点儿，不要哪天被雷劈了，还怪人家老天爷睡醒了。林静冉听到笑声，抬头一看，心里就是一惊，这人是谁呀？长得是真好看呐。不过为什么有一种亲切感呢？就是旁边那2个女人都是一脸花痴的样子看着这个男人。赵修文看着林静冉，有些失神的看着自己，虽然觉得不太好意思，但却没有反感。而另外的目光则不然了，让他浑身都透着厌恶。老板，你怎么下来了？不好意思啊，刚才失礼了。无妨。不知姑娘想要什么样的文房四宝，我可以为你介绍。不用太好，我是用来给家地启蒙所用。既是如此，那确实不需用太好的。这个砚台简单实惠，可以用很长时间。墨要用好的，纸可用次一些的，笔可以不用太好，也要用一个小号的。最后一结账花了100两银子。你有钱吗？买这么多东西，也不怕死要面子，回家被揍一顿。那就不劳你操心吧，你还是担心一下老天爷什么时候睡醒吧。赵修文又递给林静冉20两银子。购物超过100两，打8折。哎，公子，你这打了8折不就赔了吗？关你屁事。你真是会做生意，我祝你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借你吉言。看着马车离去的背影，阿云，你看她是不是与祖母长得很像？公子，漂亮的姑娘都有些相似之处。这么多年，你都找了多少个冒牌的了？不过这个姑娘长得真好看，还很面善呢。很亲切。温师兄，留步。温夜里看着向他走来的女人，心中很是生气。姑娘何意？温师兄，我在此等你很久了，可否与师妹一步一叙？温夜里很是注重避嫌，他又后退一些，确定那个姑娘就是倒在地上了，他都碰不到才停住。不必了，我与姑娘没有什么可谈的。你一个姑娘家，还是不要与外男过多接触为好。我还有事，告辞。果然是祸水啊，到了哪里都有追求者。我就不行了，还没有被人追求过，就被绑定了一个大反派，还是那种不能退货的，可悲啊。温夜里本来害怕他将娘子看了会吃醋，没想到娘子心里面在吐槽自己没有被人追过，瞬间温夜里有些吃醋了。温师兄，你怎么对人家如此冷淡？是人家哪里做的不好吗？
对不起，张姑娘，男女授受不亲，还请自重。我娘子在前面等我，姑娘还是离开为好，不要让我娘子误会。你成亲了？什么时候的事？我怎么不知道？与你无关，告辞。平心而说，那姑娘长得比她好看，但她就是不甘心。为什么温艳里就是看不到她呢？你怎么啦？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阿然，我好像中了药，你有解药吗？你可真行，怎么就没有戒心呢？什么中药啦？你这是过敏啦？是不是刚才那个姑娘身上味道太重了？这是过敏吗？你别管是什么，有没有解药？你等一下，我看看。还真的找到了前世抗过敏的药，拿出来给温艳里吃了。过了一会儿，温艳里终于不难受了，委屈地对着林静冉撒娇：娘子，刚才那个女人过来纠缠我，你怎么不过来宣示主权？嗨，我这不是怕你喜欢人家吗？我要是去了，没准你还觉得我碍了你们的好事儿呢。我是你的男人，你到了哪里都可以宣示主权，没有人敢和你争锋。是我的，不用抢也丢不了；不是我的呢，怎么留都留不住。你也是一样。如果人人都这样想，那岂不是所有人都是平行线，不会有交集吗？要谈何是自己的呢？好像有道理啊。对呀，不争不抢的前提是有人送到你跟前呀。我是不是过于消极了？哎呀，不过这真的好累呀，随缘吧。山不来救我，那就与山并行呗。他家娘子这辈子是不是就不会有主动的时候啦？冉冉呀，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呀？你婆婆说你乱花钱怎么办呀？外公，这不是给阿燕的，这是给你和阿季的。胡闹！阿燕正是需要钱的时候，你怎么能给阿季买这么多东西？外公，这些都是我自己挣钱买的。外公，我母亲说过，我温家不靠一个女人养家，所以阿冉挣的钱她自己安排就好，外公不要责怪阿冉。赵叔，阿季花他姐姐的钱也不过分，自古就有长姐如母的说法，现在阿季花了他姐姐的钱，等他长大了多为姐姐撑腰就是了。外公，爹，你们无非就是怕阿冉这样会生我气，外公那你们就太小瞧我了。阿冉，别生外公的气呀，是外公没有格局。你放心，以后不会了啊。如果阿季以后不对你好，我饶不了他。这才对嘛，我对阿季好是应该的。外公，爹，你们放心吧，我不会欺负阿冉的，我娘也不允许我这样做。这点我相信。外公，我在书寺看到了赵大花。赵大花？赵大花？赵家的脸都被他丢尽了。好好的一门亲事，他竟然嫌弃人家，跑到人家家里退婚，非要嫁给书寺的老板，真是道德败坏。哎呀，怪不得他看着人家公子一脸花痴的样子，明明不认字儿，还老在书寺转悠，也不看看人家如玉般的公子能不能看上他。不过那个公子是真的好看呢。温艳里一听就吃醋了，他这个样子一看就是也盯着人家看了。有多好看？难道有我好看？哼，今天晚上让他看一晚上，看他以后还会不会看别人。你们回来了，怎么样？事情顺利吗？都顺利。你个小丫头，知道我问的是哪件事吗？就说顺利。他说完后看着温艳里，温艳里明白他是在问他入学院的事情。娘，很顺利，我之前家人帮请的是病假，现在随时都可以回去，这几天就去读书了。好，阿燕呐，娘有一事想对你说，你能不能听一下？娘，您有事就说，不用不好意思。阿燕，你现在忙于科举，能不能先不要让阿冉有喜？他毕竟年纪还小，你常年不在家，他要是有了身子，也没有人照顾，到那时对谁都不好。我的意思是，毕竟这种关于子嗣的事情，
婆家肯定是想要早点有的。娘，你放心吧，我知道的。阿燕，娘委屈你了。温艳里逃也似的出了屋子，站在院子里面吹冷风。我娘说了什么虎狼之词啊？这是被吓得跑出去啦？温艳里怎么了？难道真的是我娘说了什么不该说的话，让她心里存了反感，想到在路上下手整死我啊？温艳里听到林静冉的心声，吓得一口痰卡在了嗓子里，咳了起来，没完了。是阿燕哥哥惹你不高兴了，你说出来，我替你打他。哎，你怎么啦？啊，你这是怎么啦？没事了，没事了。我娘到底跟你说了什么呀？你怎么一直看我呀？是我哪里做的不够好吗？是岳母想让你快点怀上孩子，我说你不想要孩子。哼，你可拉倒吧，我娘才不会说这样的话呢。我娘肯定是说别让我太早怀上孩子，这样对身体不好，是不是？不错，岳母说不想让你早点生孩子，理由是我在科举没人照顾你，对身体不好。哼，这才是亲娘呀！女人本来就是生孩子早了不好，所以这才是娘与婆婆的区别呀。婆婆与娘的差距这么大吗？冉冉，你怎么了？是阿燕哥哥惹你不高兴了？你说出来，我替你打他。哥哥哪有师兄好呀？师兄师妹好成双呀。哼，以为这件事情就这么过去了？是你太天真，还是我太大气啊？啊，娘子，我冤枉啊！那个女人她是学院张夫子的女儿，我们都没有交集的，我都不知道她为什么会看上我。人家师兄叫的那么欢，你就一点也不动心啊？人家样子长得也不错呀，还琴棋书画样样精通，要不你娶了人家得啦？他现在只要听到他娘子这样说话，就觉得这娘子可能要跑。实在不行，他还是给他家娘子一个孩子吧。有了孩子，可能就不会想这些问题了。娘子，你说的什么话？我眼光这么差吗？那个浑身上下没有一点优点的人，我怎么可能会喜欢？装腔作势，矫揉造作，东施效颦，我眼睛是有多瞎才会喜欢上那种人？娘子，你是不是也喜欢上我了？是不是看到我与别的女人说话也会吃醋？你是不是很想看见我吃醋？是不是我说喜欢，你就会找很多的女人让我吃醋？娘子，我绝对不是那样的人。虽然我希望你能喜欢我，但是我不会龌龊到用别的女人来刺激你，来证明你是不是喜欢我。很聪明的做法。哪个女人喜欢男人用另外的女人来刺激啊？我们那儿有一句话叫你死了我改嫁，然后就有个男人住你的房子，花你的银子，睡你的女人，打你的孩子。阿燕，你怎么啦？为什么你的情绪有些低落呀？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啊？我夜里这几天是怎么了？为什么情绪波动有些大呢？难道男人每个月也有那么几天？还是他这2天要去书院不高兴了？阿冉这都是想了些什么呀？温夜里搂着林静冉，我就是困了，我抱着你睡一觉就好了。可能是想到这2天就要去书院了，心中会偶尔有些不舒服。啊，没想到他也有不愿意去书院的时候，这真是亘古不变的规律呀！学习都是枯燥的，能坚持学下来的都是好样的。没事的，学习本身就很枯燥嘛，你偶尔有些情绪低落也是正常的呀。学习学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学习学累了就休息一会儿，劳逸结合才能有效的吸收。冉冉，你真好，你是第一个告诉我累了可以休息的人，别人只会告诉我学习机会来之不易，要头悬梁锥刺股。读书重要，功名也重要，但是身体更重要。试想一下，当你好不容易考来了功名，身体坏了，到那个时候上有老下有小，你倒下了或是走了，那他们怎么办呀？我们那儿有一句话叫你死了我改嫁，然后就有个男人住你的房子，花你的银子，睡你的女人，打你的孩子。温夜里一把抱住林静冉，紧紧的。他不能想象那种场面如果发生在林静冉的身上，他会不会被气得活过来。
阿然，你别说了，我会珍惜好身体的，我会劳逸结合，我会顺其自然。好家伙，他不就是说了一句头悬梁锥刺股吗？他家娘子差点把他真的送走。温艳里，昨天你媳妇整个麋鹿回来，这才卖了，你又给我整个老虎回来，还是个活的，你们两个是不要命了吗？啊！那老虎是好惹的吗？你要是没命了，我们怎么活呀？你个不知好歹的东西，我少给我装了个害怕的样子！你们两个连老虎都不怕，还怕我这两拳头啊？再给我装，我直接去桃花村告诉你外公。哎呀，娘，瞧您说的，我那哪是害怕呀，我是担心您施展不开。您放心吧，我们几个包括玲珑在内都不是怕，是担心您打多了累着。哟哟哟，这都说的什么呀？又是怕我累，又是怕我施展不开啊？嘿，笑什么呀？是不是觉得我没打够，还想再来几下？娘，我娘子是想你打一个出气就够了，打人打多了可不就累了吗？你要是还没出够气，来吧，你儿子我很抗揍的。说说吧，这大猫怎么回事啊？怎么还整了个活的回来呀？活的回来了。娘，一般情况下老虎都是在深山的，但是我们今天运气好，不知道为什么后山来了一只受伤的老虎，我估计是深山的两只老虎争地盘打架，这只受伤跑到后山了，让我来捡了个便宜。行，明天想办法赶紧卖了吧，现在才掐2道绳子。小姑娘，我们又见面了。公子，你是这间药铺的东家？你不是书肆的东家吗？我们东家产业很多。小姑娘，是你们要找我吗？温艳里一看到林静冉认识赵修文，有些吃醋。赵公子，我们是有点事情，如果你不方便，我们就走了。温秀才别呀，我们生意还没有谈呢，怎么能立马就走呢？什么生意？东家，温秀才手里有一只虎，一只活的虎，现在就在门外，问你要不要？要。赵叔，去拿钱，1000两银子。赵公子，老虎很值钱，但是还不值1000两，你是不是给多了？他心里想说，你是不是有什么企图？可不能看上自己的娘子呀！如果是那样，他宁愿去别的地方。温秀才，一只老虎是值不了那么多钱，但你也知道，我这急需要用虎，已经把消息都挂了出去，可是没人敢去山里打虎。况且啊，你这还是一只活的，要用虎的其实不是我，而是在京城的人，所以1000两银子我也并没有多给，你不用担心占了我的便宜。赵修文长得真是太面熟了，我应该没有见过跟他有关系的人吧？但是为什么总觉得面熟呢？真是奇怪。温艳里抬头对上赵修文的脸，仔细看了看，也觉得有些面熟。小姑娘，是我脸上有什么不妥吗？没有，就是觉得公子有些面善。公子你不要误会啊，我没有要搭讪的意思啊。温秀才，这是你妹妹？不好意思，她是我夫人。不好意思啊，原来是温夫人，是我冒昧了。我的药铺什么都收，如果温夫人以后有什么药材，我这都会高于市场价。真的？那你看一下这个东西，你要不要？哎呀，东家，这可是好东西啊！这东西长在悬崖绝壁之上，一般人很少能采到。温夫人采的这个品质，那是上品中的上品呀。那收了吧。最后，光半背篓的石斛就卖了10两银子，林静冉高高兴兴的出了药铺。只是温艳里有些不高兴，因为赵修文对林静冉有些过于好了，但是却没有半点越矩，所以他才有些不爽。阿燕，你怎么了？为什么不高兴啊？今天咱们卖了这么多的钱，不光开店的钱有了，你科举的钱都有了呀。别人喜欢阿冉又怎么样？他始终是我的呀。阿冉，我没有不高兴，只是这么多天没去书院，有点担心学问跟不上。
哎呀，没关系，你不要有压力，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就行了。毕竟学海无涯，没有谁是可以全部掌握的嘛。阿燕，走，我们送你去书院。在家好好待着，少去后山，尽量不要去深山。虽然空空会帮你，但是毕竟危险太多了。哎，行了，我知道了。你一个人在书院记得吃好喝好啊，身体才是最重要的。哦，对了，木修时用我来接你吗？来接我吧，我想早点见到你。那说好了啊，你下次木修我来接你，不见不散。燕里哥哥，你终于来书院了。张夫子家的女儿怎么这么讨厌？看不到人家正在离别吗？你说这古代怎么这么多不要脸的女人啊？知道人家成亲了还要上来缠着，这么愿意当个妾室吗？张小姐，我温言里已经成亲，这就是我的妻子。你一个姑娘家应该学会避嫌，不然你让张夫子怎么见人？毕竟养不教，父之过呀。燕里哥哥，你应该叫我温秀才或是温言里，其他的称谓还是不要出口为好。张如玉没有想到温言里让他如此难堪，还是当着他那个乡下的妻子的面，这让他以后如何见人？燕里哥哥，是我哪里做的不好吗？你为什么要如此对我？张小姐，我夫君的意思是说他已经成亲了，请你以后不要再亲昵的称呼他，这样对你对他的名声都有碍。哎呀，阿然，阿燕怎么还不进去？在门口干嘛呢？娘，这里有一个张姑娘，看到夫君就叫哥哥，不让叫还不行，一副我们欺负了她的样子。我与她说话她都不听，估计是耳朵有问题。张姑娘是吧？伯母，我是张如玉，是燕里哥哥夫子的女儿。哼，我不管你是谁的女儿，我只知道我的儿子已经成亲，我不能让任何人玷污他的清白。所以那些个容易引起误会的称谓，张小姐还是不要再说了，不然别怪我找到张夫子讨论一下他的家教了。伯母，不好意思，我与温师兄认识的时间长了，有时就会情不自禁地叫出哥哥这样的话，还请伯母原谅。看来得找个机会教训一下这个女人了。温彦里觉得与他家娘子想到一起去了，于是看了一下林欣然，冲他眨了下眼，转身进入了书院。张如玉一看温彦里进去了，也想要进入书院。哎，张小姐等一下，这个书院女子是可以随便进入的吗？别人不可以，我却是可以的。我的父亲是书院的夫子，夫子的女儿是可以进入的。哦，这样啊，那我问一下，你作为夫子的女儿，进入书院都去做些什么呢？伯母，我是进去找我父亲的，找完以后我就出来了。哎，那就怪了，你每次进去都是找夫子，那你是怎么和我儿子认识的？我可是听我儿子说了，他在学院从来不认识女孩子的。你为什么要造谣和我儿子相识？是想让我儿子夫妻二人不和吗？我不是，我没有。这名声一成立，足以让他身败名裂。既然如此，那你可要离我儿子远一些。我儿子要是考不好，我就找到院长，问他一下，为什么学院要让你这样的女子进入学院，去影响学子们做学问？林欣然星星眼地看着袁氏，那心里眼里全是崇拜。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以后对付这样的女人多长个心眼儿，如果看不顺眼，直接上手打就是，不要让自己吃亏。林欣然连连点头，挽着袁氏的胳膊渐走渐远，把后面的张如玉看得一脸呆。他们两人真的是婆媳不是母女？娘，你放心，阿燕不会让自己吃亏的。温彦里拥有两阁，这点事情要是还摆不平，那他这个谷主可以换人做了。哎呦，林大海呀，你个有人生没人养的废物！再这么说，我也养了你30多年呀，你二话不说就离开了下河村，你让别人怎么看我们呀？你让你弟弟怎么在书院读书啊？林家老太太，我怎么离开的下河村，全村人都知道。我给你们家白干了30多年的活，最后连个锅都没有带走。你卖了我的女儿，又想着卖了我的儿子。
你们林家的无情，那就不是人能做出来的。林前世看着再也没有了感情的林大海，心里也有些发怵。林家老太太，这是下河村不够你丢人的喽，又跑到桃花村来丢脸了。哎，怎么哪儿都有你这个赔钱货呀？你们现在可是连养子养母的关系都没有了，他给你白干了30多年的活儿，最后一身是伤的身无分文的被扫地出门，你怎么还有脸跑过来？怎么了？是你们家又没有钱花了？需要这个养子给你们挣钱，供着你的小儿子读书？老太太，我劝你从哪里来的回哪里去，不然我拉着你到县衙告状，告你私闯民宅，告你私卖人口。爹，其他人呢？你外公出去了还没有回来，你娘去外面找阿季了。林前世，阿季呢？你告诉我阿季呢？你没有权利卖我的阿季，你把我的阿季还回来。林建染一听赵氏这样说，脑子嗡的一声，差点坐在地上。他冲过去一巴掌打在林前世的脸上。说，我弟弟呢？说，今天别想活着离开桃花村。我不知道。你不说，那你先去黄泉报道，我会让你的家人都去陪你的。别杀我！我说。原来是他家二儿子把林心计给迷昏了，放进马车卖到临县。爹娘，你们放心，我一定会把弟弟带回来。麻烦各位舅舅舅母帮我照顾一下我外公，再找一下村长主持一下今天的局面。安二，出来！夫人，请吩咐。你去最近的分部，派人一起找我弟弟，还有再派人找一下林大河，要用最快的速度。是。空空，能发现我弟弟向哪个方向去了吗？往镇上的方向，那里有马车经过的痕迹，有你弟弟的味道。好，冉冉，我建议你还是骑马吧，马车太慢了。在他走了几次冤枉路之后，终于追上了那个马车。他将马横在马车前，把马车逼停。空空，马车里有没有我弟弟？有。安二，你联系一下温艳里，问他一下，如果我现在去告林大河，会不会对阿季有影响？姑娘，你想干什么？光天化日，朗朗乾坤，你截住我们是犯法的。把车里的人给我放下，否则你们一个也走不了。凭什么？这是我们买的。敢买我的弟弟，我看你们是不想活了。那些人也是怕自己命给丢了，下车就想逃。林建然把2个人捉了回来，用绳子给绑了，扔在地上。他给林心计灌了解药，但是林心计怎么都醒不来。这下他真急了。冉冉，你弟弟是梦魇了，用药是醒不了的，时间到了他自己会醒来的。说吧，要把我弟弟卖到哪里？有没有签卖身契？姑奶奶，这人是我们买的，你不能带走。别废话，说。我们是从林大河的手中买的，要把它卖到临县的南风楼，那边都有人定下了，到那儿就会被领走的。你们花了多少钱？20两银子。卖身契拿来。夫人，我们来迟了。去，从他们的身上把所有的东西都翻出来。夫人，应该是这个。林建染接过来一看，上面写着林心计的名字、年龄、籍贯，下面还有林大河的名字。还好，还没有官府的印章。安二，你联系一下温艳里，问他一下，如果我现在去告林大河，会不会对阿季有影响？今天不回家了，咱们先去镇上的医馆，到了镇上再派人给家里送信。阿季，你快点醒过来吧，外公、爹爹、娘亲，他们都在等着你醒过来。等你醒了，咱们去找林大河算账。还有那几个人贩子，一定不能让他们好过。林建染就那么坐在林心计的床边，一遍一遍地说着话。姐姐，你还活着？阿季，阿季，你醒了，太好了！姐姐，我这是在哪里啊？阿季，今天上午你被林大河迷昏了，卖给了人贩子，我追上了他们，把你救了出来。只是你吃了解药之后一直不醒，我不敢就那样回去，所以来了镇上，
现在应该天快亮了。林静冉并不打算瞒着他，他的弟弟需要长大。姐姐，我不是不想醒来，是我做了噩梦，我梦见我死了，我们都死了，只有害我们的人都活着，我不甘心。阿季，那或许不是梦，因为我也梦见我死了。其实你也认为那不是梦，所以才会问我还活着，对吗？姐姐，梦里的我们是不是很不堪？不，我们不能自己看不起自己。人生路上不可能一直是晴天，大雨滂沱，道路泥泞是常有的事情。要知道雨后的天晴才会更加的明亮绚烂。姐姐，我明白了，我一定会雨过天晴，走出更好的明天。我就知道我的弟弟是最棒的，是不会被梦魇所困的。你怎么来了？我听说阿季出事了，向学院请了假，这件事情我来处理。想要欺负我的弟弟，他们得掂量一下有没有那个本事。哎呀，要是让温艳里知道了你也梦到了前世，怕是又该上火了。一个掌握着姐夫小辫子的小舅子，那滋味很是酸爽吧？什么？小舅子也梦到了前世？不会也梦到了我娶了别人为妻吧？我前世怎么那么经不起诱惑？算了，就当不知道吧。今生好好表现，让他们忘记我前世所做的不靠谱的事。这件事情我来处理，如果可以，我不想让阿季沾上这些东西，所以你和阿季先回家，我处理完事情再回家找你。不，你处理完了之后不要回家，直接去书院读书。你不能耽误太长的时间，离秋闱的日子越来越近了。好，我知道了。那2个男人我就带走了，回去后不要告诉老人这些情况，等休沐后你来接我。林村长，今天请各位过来也不得已，大家都知道林大海一家现在已经落户到桃花村了，林秀才却将林清记迷魂给卖了。这件事儿性质恶劣。林村长，现在赵家有一个老太太，据说是林前世，她已经承认是林大河迷昏了林心计，并带走了她。而林前世再次胡搅蛮缠，只是为了绊住林大海他们，让他们找不到林心计的去向。这林家还真是策划精密呀，这要是一般的人家，怎么还能找得回来呀？于村长，如果林前世说的是真的，我绝对不会饶了他。回去我让他去跪祠堂。林村长，你要知道，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林大海可以告他们拐卖人口，他们是要坐牢的。你一句跪祠堂就完事了，是不是处罚太轻了？林大狗，我女儿从嫁到你家起就没有被善待过一天，你不仅纵容他们欺负他们一家，还纵容他们卖他们的儿女，你们林家不配为人。亲家，这事儿确实怪我，以后绝对不会出现这样的事。这都是那个老太婆的主意，与大河没有关系。林大狗，我的外孙没事还则罢了，如果他出了什么事儿，我赵家绝不会善罢甘休。你要做好同归于尽的准备。阿季也是我的孙子，我也不希望他出事。这表面功夫林老头特别会做，事情不管是不是他主使的，他肯定会把所有的事情都推到别人的身上。亲家，大海呢？我这个当爹的来，他怎么不来啊？哼，林大狗啊，你还有脸问大海呢？刚才他听说儿子被拐走了，一着急又摔倒了，腿没有好利索又坏了，现在在屋子里呢。你要他出来，他怎么出来？他都没有儿子了，谁把他整出来？哎呀，亲家，别生气，大海在这儿啊，给你添麻烦了。那我一会儿套车把他拉走。拉走？你想把他拉到你们那个毒蛇窟里啊？过不了几天告诉我他不治身亡，让我女儿当寡妇。你怎么能这么说我们家呢？不让人说，你别那么做呀，敢做不敢说的懦夫。都先别说了，先把眼前的事情解决一下。现在先把林前世找过来问一下吧。问那个老婆子，呵呵，怕是看到你们这些人呢，
他以为撑腰的来了，又要反口了。这样吧，我就留下，你们其他人呢，在门外待一会儿，看他到底怎么说。哎，村长，怎么就你一个人呢？你是不是在找给你撑腰的？哼，不好意思，他们都没来。村长，我林前世，你要是不说实话呀，我们可就不能拦着他们把你送官了啊！哎，别呀，村长，你救救我呀！我真不是故意的，要不是他们家有个秀才，他真想把这家人全部都赶出去。你要不说，我可就走了。你的死活将与下河村无关。哎，村长，我说啊，哎呀，是我儿子让我来的，让我拖住林大海一家，他把人卖了，让马车走远，让林大海一家再也找不到那个小贱种。再次听到这种言论的赵秀兰，嗷的一嗓子扑过来，抓住他的头就要撕。你个小贱人，你凭什么打我啊？卖了你的儿子，那是给你面子。林大海都不是我们家的种，你们两个小贱种也不应该活在世上。林前世开口的话让全院的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有想到这个老太婆如此恶毒。林老头一听林前世说出这样的话，就知道要坏了。他们心中的想法怎么能够说出来呢？他冲进来，使足了力气扇了林前世一巴掌。贱人，你给我闭嘴！你说的那是什么混账话呀？我看你是疯了！哎呀，老头子呀，我是被气急了才那么说的。林村长，你看这事怎么办？老头子呀，我是被气急了才那么说的。林村长，你看这事怎么办？哎呀，于村长啊，你看这样行不行？我就先把林前世带回去，毕竟他的年纪有些大了，万一在这儿再有个什么好歹的，这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啊。等阿冉回来，咱们再商量后续的事儿，如何呀？林村长，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让你把他带回去的。再说他年纪大了有个好歹，那是他倒霉，不是他可以为非作歹的理由。啊，是，你说的是，谁让他这么大年纪还不做个人呢？爹，这次的事情你心里是怎么想的？是想着原谅他们，还是与他们硬刚到底？阿然啊，我现在已经不是之前的我了，我不想让我的孩子受到伤害，也想让他们受点教训。那行，既然爹你心里有了决断，那这件事情就交给我来做，我不会让他们好过的。阿然，我不想让你为了给阿季和我们出气，把自己搭进去。放心吧，我没有那么傻的，不会给他们留下把柄的。在这个孝道压死人的年代，自己是无所谓，但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背上沉重的枷锁。二嫂，阿季没事吧？他找回来了吗？林静然心中很是温暖，这才是家人呀。谢谢你们，已经找回来了。只是昨天他吸入了过多的迷药，没有及时醒过来，我就在镇上住了一晚，让大家操心了。阿吉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次没有防备，以后有了防备就好了啊！这谁能想到啊，以前的亲叔叔竟然做了这种事情呢？娘，不好意思啊，因为我家的事情让你们跟着操心了。我今天在路上听到他们说我爹是林家仇人的儿子，所以咱们以后就可以当作是陌生人就好了。温大柱一脸的惊讶，难道林家真的是把仇人的儿子给抱回来养大，就是为了折磨？他们那样的家人没了就没了，你还有外公他们，还有我们。娘，您是世界上最好的婆婆，我真的好喜欢你啊。哎呀，你呀，原是哪见过像林金冉这样感情这么外露的孩子。入夜后，家家户户熄灭灯火，林金冉进入空间，换了一身夜行衣，迅速地融入了夜色中。两村离得很近，不一会儿就到了。林金冉进入空间，对着空空说：空空，我不想自己进入林家，咱们就猫在这里听吧。你把功能打开，我要听得仔细一点，他们说话声音太小了。哎，冉冉，告诉你啊，我现在功力升级了，不光是能够听到声音，还能看到画面，惊不惊喜啊？林大海，
不整死你们一家，我不甘心呐！什么样的恶毒心肠，才能做出把人家的孩子抱走、折磨致死的事情？前世不就真的给整死了一家人吗？为什么林老头可以如此狠毒？他俩看到林老头下了炕，把炕席掀开，林老头从洞里面拿出一个陶瓷罐子，林老头拿起玉佩，用手摸了摸。林大海，你小时候的东西就剩下这个玉佩了，其他的东西都被我毁了。这个玉佩一看就价值连城，毁掉太可惜了。但是不毁不行呀，不毁，可能我们家就毁了呀。空空，怎么办？他要毁掉玉佩。他毁不掉的，你放心吧，我可以现在就把他迷晕，让他醒来之后觉得自己做了一场梦。也不知道他使了什么办法，林老头就倒在了炕边。林金冉从空间里面出来，他快速的拿过玉佩就要走，却突然定住了。他回头看着炕上散碎的银子，林金冉把银子放进空间里，把东西归位，转身出了屋子。林金冉离开了夏河村，后面跟着一个人。空空，后面那个人什么时候跟着咱们的？他有没有发现我进入空间的事啊？放心吧，没有，他应该是一直在祠堂那边。林金冉点点头，眼看着就要进入上河村了，林金冉停下来。后面的兄弟，你跟了一路了，出来吧。就着朦朦胧胧的月光，他看清了，这不是书肆兼药铺的老板吗？我说公子啊，你大晚上的不睡觉，跑到这乡下的村里干什么？赵修文冲着林金冉一笑。林姑娘，你不也是一样吗？那怎么能一样？我是来找他们报仇的，你来干什么？我来当然有来的目的了，不会对你造成威胁的。哎，算了，你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我要回家了，不要跟着我啊。其实赵修文是在听到林金冉被人欺负之后，想要过来看看林家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公子，回去吧，派人保护他。是。爹娘，我回来了。哎，你怎么回来了？明天休沐，你们刚才在说什么？温彦书一听这个，立刻又说了一遍。胡氏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原先只有他一人，在娘的大度下，他没怎么反应出来。但是阿染来了以后，他就原形毕露了。只是可惜了大哥一个大好青年，年纪轻轻的就成了独身一人。胡说八道什么呀？大哥怎么可惜了？大哥应该庆幸，那样的人怎么能够配得上大哥呢？刚迈过门槛的温彦怀听到大家在讨论他，有些不知道是进门好还是出去好。大哥，你回来了，快过来坐会儿。娘，你得抓紧时间给大哥再说一门亲了。大哥每天起早贪黑的，也得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呀。我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奈何没有合适的姑娘啊。娘，你先问问大哥他自己有没有中意的，如果没有，你再让人关注一下有没有身家清白的姑娘。饭后，林建然两人进了屋，其他人各自休息。温彦礼进了屋，反手把门插了，抱住林静冉就不放。冉冉，我们进去好不好？一进空间，他把林静冉放在床上压了上来，只不过等了没一会儿，温彦礼抱着林静冉不动了。你说你这是何必呢？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是为傻也。冉冉，我真的好难受，你还笑我？知道难受你还抱着那么紧啊？这不是自找苦吃吗？你也能知道我这不是一种幸福？唉，看他这么难受，我也心疼啊。只不过我可不能为了一时的心软而毁了自己，所以哥哥对不住了。温彦礼差点为了他心中的那句哥哥丢盔弃甲，要不是他强大的自制力，现在估计都不是人了。想问什么就这么问吧，别想离开我的怀抱。流氓，只对你这样。男人的嘴骗人的鬼，为什么那么多女人会上当？因为他真的迷人。唉，我家娘子总是理智在线，不过对我迷恋半分。燕子，我怀了阿燕哥哥的孩子。什么？我在来的路上听人说了，
下河村林家臭气熏天，还得在家侍奉生病的林前世，这事是不是你做的？你怎么会认为是我做的？不能是他们自己集体吃坏了肚子吗？是我做的又怎么样？只要没有人看到，那就不承认。不对，文彦礼猜到了，好像赵修文也猜到了。哎呀，还是功夫不到家呀。什么？还有赵修文的事？怎么安儿没有说这个？一会儿一定要惩罚一下他。哦，对了，我这儿有一件东西给你看一下，你帮我查一下什么人会拥有这种东西。林欣然一翻手，手中出现了一块玉佩，递给温彦礼查看。你一会儿把图案拓印一下，我让王两阁去查。你让他们查的时候小心一些，不要在明面上查。林家说我爹是他们仇人的儿子，但是也不可全信，务必要小心再小心。王两阁如果这点事都做不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王两阁如果这点事都做不好，也没有存在的必要了。阿然，这块玉佩你是从林家整来的，那林家你打算怎么处置？我还没有想好。按说我现在知道了我爹的消息，去不去林家也没有必要了吧？你要是不去，他们会以为你怕了他们，在林大河出事以后还会找上你们家的。那你先想想，过几天再说。刘姑娘，来我们温家有何贵干呀？我不找你，我找温婶子。刘姑娘，你找我什么事啊？婶子，我怀了阿燕哥哥的孩子。什么？看来这刘秀娥不是疯了，就是被人给侮辱了。这是想要把帽子按到温彦礼的头上了。这要是按实了，恐怕科举也不用考了。刘姑娘，你说你怀了阿燕的孩子，有什么证据吗？什么时候的事情？多长时间了？我都怀上了，还有什么证据啊？我那么喜欢阿燕哥哥，怎么可能会和别人一起啊？姑娘，你应该知道吧？怀孩子是两个人的事啊，一个人是怀不上的。你非要说怀了别人的孩子，你得拿出证据，不然那就是诬陷，是要坐牢的。你少吓唬我！如果这是真的，他就得娶我，就得把你休了。晏叔，去把你刘婶子请过来，再把村长找过来。想要我们温家没脸，大家都不要好过。刘秀娥的爹娘也很快来了，他们有些尴尬地笑了笑，看来他们是想把事扣到温家的头上。秀娥娘，你家姑娘说她有身子了，可是真的？几个月了？他家姑娘是有身子了，他现在也没有办法呀，只能找个人接着。这个时候村里的大夫来了，他请示了一下村长，给刘秀娥诊了脉。秀娥已经有身孕1个多月了。我二哥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秀娥姐姐还是好好想想吧，不要冤枉了好人，放过了孩子真正的父亲。这种事情太过匪夷所思，我家燕里是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的。如果秀娥非要说是燕里的，那就拿出证据。我家女儿是不会说谎的，她说是燕里的，就一定是她的。嘿，好呀，你说是，我说不是，那咱们报官吧。为什么要报官？明明你们认下就可以，为什么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难堪？我家燕里没有做过的事情，为什么要承认？难道每一个爱慕我家燕里的人，不明所以的把肚子整大了，都来找他，他都要认吗？敢污蔑我家燕里，想要坏了我家儿子的名声，阻断我家燕里的前程，也不看看我愿意不愿意？好，报官吧。天哥，哎呀，不要报官，咱们私下解决不行吗？这私下要是能解决，我肯定不会让你们报官。现在的情况是你们不配合呀。天哥，我家女儿这事儿本来挺丢人的，她非说燕里欺负了她，我们也是没有办法，只能找温家来对质一番呀。凡事都要讲证据，你把证据放在这儿，他们不认也得认呢。他们到时候不认，你们都可以去报官。没有证据的事儿，你们想安在温家头上，我都不会同意。林金冉看着事情僵住了，走到刘秀娥的跟前。秀娥姐姐，我知道你很希望孩子有一个好的出身，但是你要知道，即使你赖上了温家，将来他出生了也不会得到温家的关爱。
他长大了以后知道实情，会怨恨你的。孩子是无辜的，不要让他以后长在众人的谩骂里。你胡说！你一个冲洗过来的贱人，有什么资格在这贬低我的孩子？我孩子的父亲就是温彦礼，他在1个月前的小树林里强迫了我，所以我才会有了身孕。好呀，既然说到这里，那你说说，在哪个小树林儿？是白天还是晚上？都有谁见过你们去了小树林儿？他身上有块胎记在什么位置？什么颜色？什么形状的？黑灯瞎火的，我没有看清。哦，黑灯瞎火呀，那也就是晚上喽。哪天晚上呀？你那么喜欢他，应该记得很清楚吧？我不记得了。娘，我记得二哥闺蜜前跟着夫子去游学了，有2个月没回来，他怎么可能会突然有一天来到村里做一件坏事又走了呢？哎，对呀，最近这家里事儿太多了，这么大的事我都给忘了。哎，村长，你记得吗？你还给开了证明呢。是啊，我也想起来了，燕礼走的时候还来找过他开过一个证明呢。哎，刘山兄弟，温燕礼之前有2个月没有在家是真的，后来在外面出了事儿，被直接送了回来，所以他没有作案的时间。你们要是不信，可以去问学院的夫子。刘婶子，你还是把孩子的父亲找出来吧，不然等肚子大了可就晚了。刘秀娥听到这里，脸变得毫无血色，她不能接受她的孩子不是温燕礼的。温大哥，真的不能让秀娥嫁给燕礼吗？做小的也行啊。刘山，你说的是什么话？我家燕礼的媳妇儿还在呢，你就想着给她纳个小妾？我告诉你，别说燕礼不同意，我都不会同意。我温家是不允许男人纳妾的。再说了，你还是赶紧给你女儿肚子的孩子找亲爹吧，我们温家可不当接盘侠。刘婶子，说什么都是次要的，最主要还是把孩子的父亲找出来成亲。不用你假好心，要不是你，我家秀娥和燕礼早就成亲了。他们青梅竹马的感情可是不一般。袁氏再也忍不住了，啪的一巴掌打在刘杨氏的脸上。刘杨氏，我劝你给秀娥肚子里的孩子积点德吧。我家燕礼根本就不认识你家闺女，更不是什么青梅竹马。再让我听到你污蔑我儿子的名声，再编排我家阿染的坏话，我可不介意撕了你的嘴。真当我温家不是本地人就好欺负不成？刘山，带着你媳妇儿回家吧，赶紧想办法把秀娥的事解决了。如果你们坏了村子的名声，别怪我把你们一家赶出村子。二嫂，你什么时候能有小宝宝？请问是温燕礼温公子吗？您是何人？找我何事？温公子，我们是京城来的，我家小姐想与公子谈一谈，可否一步一叙？温燕礼听到京城2字，心里咯噔一下。难道那个女人真的找来了？早在温燕礼想过街道的时候，林继冉就看到了他，也看到了那个小丫鬟前去找他。温燕礼，不知道你能不能经受得起金钱与地位的诱惑？京城来的应该就是那个兵部侍郎的女儿了吧？娘子到现在还不信我，不好意思，我不认识京城之人。再说男女有别，不适合面谈。我家娘子在等我，告辞。等一下，温公子，我家小姐专程从京城来到此处，就是为了与温公子一叙，还请温公子行个方便。家小姐专程从京城来到此处，就是为了与温公子一叙，还请温公子行个方便。你家小姐想干什么，那是她的自由，我没有义务陪着她浪费我的时间。说完不再理他，向着林金然跑了过去。温大秀才，真是桃花多多呀，怎么又有一个美女拦住你了？这次是想要干什么呀？冉冉，那都是无关紧要的人，不用理会，咱们回家吧。温公子，你就可怜一下我吧，不然我会被罚的。你让我丢下自己的夫人与你家小姐相会，你将我夫人置于何处？告诉你家小姐，莫要纠缠。他不是你的夫君，莫要拿这副模样对他。如果再不收敛的话，我可是会上手的呀。要是温燕礼真的能看上那个女人，不管是不是剧情的原因，那他都不能要了。这个世上最不缺的就是男人，而拥有如此容颜的我，更不会缺男人。娘子太欺人了，
有这样一点都不争取的吗？老是让我自己单打独斗。夫君，咱们走吧。好。温公子，请留步。那位小姐终于忍不住了，下了马车。林姑娘，还请允我与温公子谈一下，可好？不行哟。你见过谁家的娘子允许自己的男人与未出阁的小姐单独交谈的？你不顾姑娘家的脸面，我还要顾及我家夫君的脸面和名声呢。还有，我不是林姑娘，还请你叫我温夫人。你要是不改口的话，我可是会认为你来是为了当个小三，抢我夫君来的。我都找人对付他了，为什么他会安然无恙？为什么他不像前世一样早早离世？那样我也就不用像现在这样被动了。林姑娘，温秀才这样一个学富五车、才高八斗、满腹经纶、温润如玉的人，你是配不上的。所以啊，还是及早离去的好。你们一对前世都没有圆房的假夫妻，有什么自信能在今生拿下温艳里呀？你因为看到我没有死着急了？太好了！我一直以为是我前世做了对不起林静然的事。我家娘子好得很，是我配不上她，一直以来都是我在高攀我家娘子。你真的不记得我们之间的点点滴滴了吗？我们今天可是第一次见面，能有什么点滴？娘子，快走快走！没有想到碰上一个疯子，可千万不能传染上咱们呀！不行，温艳里必须是我的。前世我用半生去温暖温艳里冰冷的心，眼看着两人就要真正成为夫妻，我又怎么可能拱手让人？那林静然既然不愿意离开，也就没有活着的必要。4月26日，云长阁开业。一早，除了在家不能走动的林大海和与他作伴的赵明志，温家、林家所有人都来到云长阁庆祝云长阁开业。在热火朝天的时候，云长阁内来了一群人。兄弟，有什么事吗？不是，你是什么人啊？这个店铺没交保护费，不能正常营业，先关门整顿，等交了钱再开业。兄弟，我这店铺给镇上交了税，怎么就不能营业了？你说要交保护费，有什么文书呀？拿出来我看看。本大爷在这大柳镇待了10几年，爷的脸就是文书。说什么废话，赶紧交钱，不交钱就让你们店铺开不成。温艳里可不惯着他，本想上前一拳打飞他。夫君，怎么了？不是，姐，这店铺是你开的？王二，你来我的店铺干嘛？是想要收保护费吗？没问题啊。夫君，给王二拿20两银子，以后咱们的店铺王二给罩着。姐，我可不能要啊！我要是要了你的钱，回去张三哥不得把我吃了？不说了，姐，你先忙，我先走了。说完，他也不管其他人什么反应，一转身跑了。娘子，这人是谁啊？怎么好像很怕你？在山里被我打服的那3个人中的一个。原来如此。王二跑出去没一会儿，张三带着人进来了。姐，开业大吉，这是兄弟们的一点心意，还请收下。张三怎么还给我送礼啊？这是怕我再揍他一顿？哎呀，真是让人窝火！我看着就那么暴力吗？你这是干嘛？姐，我们这是要感谢你，你对我们的救命之恩，我们没齿难忘。为了表达谢意，我们兄弟几人才备点薄礼前来，还请姐不要嫌。娘子，既然兄弟们有这个心意，收下吧，以后照顾着他们就是。祥云书肆、祥云药铺前来相贺，清河店前来相贺，陈公子前来相贺。温艳里听到后面的这个，脸都绿了，这是什么意思啊？陈公子，他与娘子是怎么认识的？有什么目的？哎呦，救人一命救得有点麻烦呀，什么好处都没有得到，还得担心会不会被温艳里给误会了。两位找我何事啊？林姑娘，请坐。不知道你来县城做什么，又怎么和张如玉搅和到一起了？我也不想的，只不过被狗拦了路，狗一直不走又不能打，所以耽搁了时间。你形容的真形象，他们可不就是狗吗？是吧？你们也这样想是吧？只不过狗的主人太厉害了，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应对。那需要我们出手吗？暂时不用，我可以应付。你们不会就为这个事儿吧？
要是没有别的事儿，我可回去了。我这离家还远着呢。你那还有100年人参吗？我想要2根。只要200年吗？300、400年的行不行？你真的有300、400年的人参？没有，我知道哪儿有。你什么时候能拿过来？后天吧，我明天去山里取。那你后天就给我送过来，不然可就晚了。浩琛家里有人生病了，需要用人参吊命。那我明天给你送过来吧。2位公子，谢谢招待啊，我必须得回去了，不然家里人该担心了。秀恩，你有没有觉得他很亲切，就像是亲人一样？我也感觉到了，不知道与咱们2人谁有关系，或者都有关。长公主现在有病在身，在事情没有查清之前，不适合让长公主知道。姑祖母这病啊，就是思念成疾，只要找到了表叔，姑祖母的病会不药而愈的。我姑姑也是啊，不知道身在何方，我祖母也快思念成疾了。哎，他的设计稿拿到了吗？于灵竹指了指桌上的图，这个是他画的？不是，我仿的。为什么不把他的原稿拿到？这些仿的是没有用的。他警惕性很高，不上当。哎，好，这些稿上落下他的名字。姐，这不太好吧？有什么不好的？难道你不想活命了？于姐姐，你可真是我的好姐姐呀！就在他们2人争论不休时，林静冉又上来了，还啪啪啪的鼓掌。妹妹，不是你想的那样，是于姐姐，我一直以为你是一个可交之人，还想着为了你的生意免费给你几张图样，没有想到你竟然联合外人来陷害我。你是不是觉得就凭这几张图样就可以让我家的几个读书人陷入与青楼有染的丑闻中啊？哎呀，我们也没办法呀，要怪啊就怪你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我得罪了谁？是骆家、张如玉，还是京城那个兵部侍郎之女？当说到那个兵部侍郎时，老鸨的脸色发白了。这个林静冉太可怕了。哼，我说这位老鸨，你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怎么会被我一个无名小卒吓成这样啊？不会是装的吧？22，出来。夫人有何吩咐？留下他的一只手，送他去见他的主人。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要干什么。夫人，都是我不对，是我有眼无珠，得罪了你，你饶了我吧。要么说，要么断手。于姐姐，你怎么选呢？林姑娘，是我们不对，你饶了我吧。是骆家，也是兵部侍郎。哦，于姐姐，我是打心眼里面想要和你交朋友的，没有想到咱们之间没有缘分，那妹妹也只好得罪了。22，把他们2个人交给府丞江大人。是。如玉，等林静冉备休之后，我一定会给你留一个位置，咱们姐妹俩还能好好相处的。西罗姐姐，我真的可以吗？温秀才一点都不喜欢我。放心吧，男人都是喜新厌旧的，等林静冉成了历史，我们就是他的手中宝，他总有一天能体会到3妻4妾的好处的。如玉，过几天书院不是要举行一场宴会，你有请帖吗？我爹是夫子，我进去是不需要请帖的。怎么，西罗姐姐想参加？你说林静冉会不会参加？姐姐的意思是，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二嫂，我有个事儿要告诉你。什么消息啊？二嫂，你原先的小叔林大河，他出事儿了。他不是在书院读书吗？玲珑，不要在背后论人长短，天晚了，睡觉去吧。二哥，你让我说嘛。你还是说给娘听吧，她肯定想听。温玲珑并不在乎说给谁听，于是一溜烟的跑了。你让他跑了，谁说给我听啊？不知道听八卦听一半很难受的吗？玲珑说的还没有我知道的多，我一会儿跟你详细说一下。林静冉明白了，他这是想要进空间，于是2人进了小楼，躺在大床上。林大河岁数大了，成绩一直不是特别好，
但他这个人特别要强，总想在某一方面压人一头。他还有这样的嗜好，真看不出来哎。他在书院吧，哪方面都平常，我就安排人带着进了一趟青楼。那花魁可太善解人意了，把他伺候得浑身舒坦，于是他就迷上了花魁。等等，你怎么知道他很舒坦的？是不是你也去过？放心吧，你夫君我洁身自好，我这一生只会让你进神。哼，男人的嘴都是骗人的鬼。林大河迷上了花魁，但花魁没有钱是不会让人见的，所以我带人让他进了赌场。刚开始他确实赢了很多，几乎都用在了花魁的身上，但是后来他开始输，而且越输越多。他离开书院回到家，想着让家人给他还钱，可林老头不出钱，他就想卖地。林大江不同意，林大河就要卖了林大河的闺女林飞英。林大江两口子不愿意，最后要账的来了，带走了林飞鸿。外公，我有事要跟你说。说吧。外公，你的腿现在也好了，这次的秋闱你能不能也去参加？这么多年还没有几个人关心他是不是参加秋闱，没有想到第一个说起的竟然是他的外孙女儿。冉冉呀，你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呀？外公，我说了你不要生气啊，我爹不是林大狗的儿子，他的爹娘应该非富即贵，如果以后他的家人找过来看不上我娘怎么办？这确实是个问题呀。我只是一个秀才，可是如果在京城，那还比不得人家一个看大门的呀。现在呀，我也没了别的牵挂，正好利用这段时间呀，好好复习一下，没准可以中举呢。外公，你真棒！外公，这是我配的药，你喝了能够强身健体。哎，林金冉还没有说完，赵明志一把拿过来，一口给喝了。阿然呀，我感觉不光是身体好了啊，脑子似乎也好使了。哎，这样的好东西以后千万不要拿出来啊，这东西太逆天了。爹，你的腿这几天应该就好的差不多了，但是在外人眼里你一定要装着点啊。林大河现在迷上了青楼和赌场，他日子以后都是下坡路，所以提防着他找你的麻烦。我可不怕他，以前不理会他，因为他是弟弟，现在什么都不是了，我还管他个屁呀！爹，真有气魄。哦，对了，爹，这段时间你字认的怎么样了？有没有信心把字写好？哎，闺女，你也太看不起你爹我了。你外公都说我可以参加童生试了。爹，我刚才劝外公参加秋闱了，你要不要也一起参加童生试啊？如果明年能够得秀才，日后若是有人寻来，也不会被人看不起啦。转眼间到了书院宴会的这天，这种热闹的情况果然不太适合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现在就走。而温彦礼在干嘛？他正在被几个好友拉着论诗，只是那几个人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不让他走，好像是想让他故意错过什么似的。这谁这么缺德啊？怎么用热水泼我呀？小姐，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要不你去换件衣服吧。这个角落只有我一个人，你拿水泼到我的身上，说你不是故意的，谁信啊？我就是看你不顺眼，你一个乡下泥腿子，怎么配得起清风朗月的温秀才？那是我家如月姐姐的。你也不分清人的好坏。那我带你换一件衣服吧，不然你会生病的。还不算太坏，看来还可以改好。哎呀，不用了，这样就行。你去找你家大人吧，把身上那身丫鬟服给换掉。温夫人，不好意思，刚才那个是院长的小孙女，她有些顽皮，你不要往心里去，我带你去换一身衣服。林既然本来不打算换衣服了，但是那个小丫鬟似乎很是急迫。温夫人，你就在这儿换吧。我不用换衣服了，走了一路衣服也干了，咱们回去吧。你们还不出来拉温夫人进去，等着什么呢？一个是白英发，一个是东安邦，都认识。怎么，这是不顾与温彦礼的同窗之情了？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还不是你这个小娘子啊，不安于世，想要与我们哥俩啊共度良宵。就在他们愣神的时候，只是觉得眼前一黑，昏了过去。
小丫鬟瞪大了眼睛看着突然出现的两个人，一时之间有点懵，怎么暗处还有人呢？说吧，你是谁的人？今天不说，我让你和他们二人睡在一起。温夫人，饶了我吧，我是张小姐的丫鬟，是她让我来的，我不听会没有命的。二二上前一掌打昏了他。暗夜想办法把张如玉给整过来，顺便给他们二人扔一个屋。不一会儿，扛着一个人过来了。夫人，把他们4个人整一个屋吗？2个人一屋。夫人，把他扔给谁？你看谁不顺眼就把他扔给谁。快点儿，我们该走了。林静冉和温艳礼结伴来到院长夫人这里。小姑娘，又见面了呀？你们见过面？祖母，是我不好，祖母，是我不好。如玉姐姐说温秀才的夫人上不了台面，让我泼她一身水，但是她没有发脾气，还说我识人不清。宝儿，我不是说过吗？看人不能只看表面。那个张如玉，她不是一个正经孩子。祖母，我错了。阿然，这都是宝儿的错。夫人，宝儿是个好孩子，只是不知道世事的险恶，被人利用罢了。以后他经的事，见的人多了，就不会如此了。温燕，你这个夫人比一般的千金大小姐都通透，你可要好好待她，不能辜负了她。是。他心中很是高兴，比自己得到夫子的认定还要高兴。不好了，不好了，那个小院子出事了。林静然怎么在这里？他在这里，那出事的是谁？张如玉呢？也好，反正都是要一个个解决掉的，谁先来都一样。里面的屋子里传出来让人脸红的声音。院长夫人一听这个，那脸立马就黑了。你们先出去等着，不要进来。等院长夫人让人把门打开，那个女人是张夫子的女儿，男的没看清。等他们收拾好出来，你个贱人，是你害我！张姑娘，慎言，说话要有根据，不然我可以告你诽谤。张姑娘，你说话好没有道理啊！我这么善良的一个人是不会害人的。退一步说，我就是想要害你的话，我一个出来书院的人去哪儿找人啊？你觉得我能扛得动你吗？院长把没事的人都赶了出去，让他们把情况再说一遍。院长，我来说吧。你说。我在客厅那里被宝儿泼了一身水，这个小丫鬟就让我去那个院子换衣服。我本来是不想去的，但是那个小丫鬟非要让我去。只是院子实在是太远了，等到了那里的时候，我的衣服也干了。再说我也没有带着衣服，所以我就又回来了。云心罗，你真不要脸！是你非要参加这个宴会，是你非要陷害林静然。在回来的路上，我遇到了温艳礼，然后我们一起来到了院长夫人那里，在那里还见到了宝儿姑娘。你问他们是不是？你说的不对，是我把你带到这个院子的，但是你把我给打昏了。是你主动放我走的，不然我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小弱女子，怎么能够对付2个男人呢？我还得多谢你呢，不然现在毁的就是我了。邓万邦、张英发，你们怎么说？我们俩都是非常仰慕张小姐，看到她的丫鬟来了这里，就以为张小姐她也在这里，所以才壮着胆子来了。谁曾想到，这里刚到这儿就被人给打昏了。那后来不知道怎么就那样了。云心罗，你出来！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为什么现在失事的会是我？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云心罗现在想杀了张如玉的心都有了。事情到了这一步，只要他张如玉认下，他云心罗就可以全身而退。张小姐，你说的这是什么话？这与我有什么关系？我可什么都没说，什么也没做啊。云心罗，你真不要脸！是你非要参加这个宴会，是你非要陷害林静然，想要抢人家的夫君，
是你非要让林静然与别人生米煮成熟饭，我真是有眼无珠，看错了你。我虽然喜欢温艳丽，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要除掉林静然。是你说无毒不丈夫，量小非君子，你现在不承认。张如玉，闭上你的臭嘴！云小姐不是这样的人，你可不要诬陷她，不然别怪我不客气。来人名叫荣之贤，是京城荣国公府的世子，和云心罗青梅竹马。荣之贤对于云心罗喜欢别人不喜欢他很是介怀。张如玉，你真是活该呀！落到此等地步，也怨不了别人。云心罗，我看错你了，心罗，我看错你了。你不要以为事情就这样结束了，早晚有一天，你会死在林静然的手中的。荣之贤顺着众人的目光看到了林静然，这人怎么这么面熟啊？贤哥哥，你在看什么？没什么，咱们走。荣之贤说完，不再理会他人，拉着云心罗离开了人群。张负责，你们的家事儿你们自己处理吧，我还有事儿，不奉陪了。所有的人都走了，今天的事情注定是个笑话。哎呀，也不知道师傅在干嘛，能不能替我扛住这掉下来的天呢？阿然，你在想什么？看这个云心罗的意思啊，他对你是势在必得，所以今年的秋闱一定要好好考，明年春闱，不然再等3年，怕是云心罗的势力我们将无法抗衡了。你放心，两格不是吃素的，他是京城人又如何？用手机看这么精彩的视频不过瘾，用抖音电脑版看大屏看视频更过瘾更清晰，网友弹幕互动更流畅，还可以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我的势力也不小，想让我就范，也不看看他有没有那个本事。反派果然是反派，这是一身的反骨啊，霸气。温艳里心里很舒坦，反派又如何呢？只要林静然喜欢，做什么都行。我们在京城还有师傅，还有悟空大师。对呀，悟空大师很神的。走吧，我们回家。明天不是木修啊，你怎么还要回去啊？这都很晚了，我不得送你回去吗？我请了1天假，明天不来了。啊，你有什么事啊？我怎么不知道？过几天就要秋闱报名了，我想问一下外公是怎么想的。哦，那是大事儿，得需要商量商量。转眼到了秋闱，林静然陪着温艳里和赵明志一起去府城。林静然比自己参加高考都紧张，生怕他们落下了什么东西，一遍一遍地给他们确认。等他们终于通过检查进入考场的那一刻，林静然才算是放下心来。夫人，你们2个来了，什么事情？夫人，京中传来消息，那个图案与皇家有关。与皇家有关？皇家有关？真的？具体说说。夫人，皇家的消息不好查，但是我们查到了，在30多年前，由于一场宫变，长公主府的世子被人给偷了，至今都杳无音讯。还有就在宫变的当晚，赵府的大小姐被人给偷走了，至今也下落不明。还有其他丢孩子的人家吗？啊，有，当时有7、8家都丢了孩子，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掩饰世子被偷的情况，有当官的，也有平民的，只是时间太久了，不好查。不急，慢慢查，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希望爹不是长公主的孩子，如果是的话，娘的出身就太低了，会不会被长公主给休了，都是两可之间。该死的林大狗，绝对不能让你这么痛快的就死了！你害我们担惊受怕，坐卧难安，必须让你尝尽世间的所有苦楚才能死去。皇家那块不用查了，不然引起皇家的注意就不好了。师妹，云心罗在京城有什么动向？没有，他每天打的都是出门会友的牌子，但是都是与京城各个官家的公子一起游玩，他在提高自己的市价。市价？干嘛？他要把自己给卖了？夫人，师妹的意思是，云心罗在京城提高自己的知名度，为的是把前段时间不在京城而落下的名气再捡回来。捡回来？京城第一才女的名气都是这样贴上去的？真是可笑。夫人，什么第一美女、第一才女，都是花钱捧回来的，当不得真。好好给我盯着京城，
他们的所有情报都给我好好收着。云心罗没有表面那么简单，他藏得太深了，如果不注意，恐怕日后有麻烦。是。魏公，现在都考完了，咱们是回家等消息，还是在这儿等呀？反正这客栈也不要钱的。你们还有别的事儿吗？如果没有，咱们就回家了。他们一路游山玩水，轻松自在地回到了家。然然，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看到爹有些不高兴的样子？是爹哪里做的不对了？哥哥，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希望下一次我可以称呼你为温举人。爹，你这个样子有多少人见过啊？我没怎么出去过，没见过其他人的。爹，你的相貌在村里来说有些出众了，你要么表现得不近人情一些，要不把自己画丑一些。啊？为什么？我娘天天不在家，你把自己整这么好看，万一有人看上你了怎么办？不是给我娘添堵吗？那不行，我还指望着我的相貌能引起你娘的注意呢，怎么能隐藏呢？不行不行不行，你娘现在长得比你还好看，我要把自己整难看了，那会配不上你娘的。啥？娘这段时间也脱胎换骨啦？那行吧，既然是你们自己的情绪，那我就不掺和了。不过有一点啊，我可不能接受你来个什么小妾外室什么的啊。你爹现在我心中除了你娘，就是想要好好学习，不然以后会拖你们后腿的。啊，我也相信爹是好爹，不过爹你长得太好看了，得注意一些，别让那些无脑的女人接近你的身，必要的时候要狠一些啊。咱们家现在内忧外患的，麻烦不断，还是要注意防范。两人辞别他们，离开桃花村。二嫂二哥，你们回来了，累了吧？快进来。让爹娘担心，是儿子不孝。回来就好，回来就好。阿燕哥哥，你回来了。发现从外面进来的是刘秀娥。难道怀孕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这简直就是变了一个人嘛！嫂子，之前是我不对，不该用那么恶毒的话说你，希望你可以原谅我。燕烈哥哥，我为我之前的任性和对你造成的困扰道歉，以后不会了。还有，听说你参加秋闱了，我祝你梦想成真。燕烈哥哥，这是我最后一次这样称呼你，希望下一次我可以称呼你为温举人。夫君，我们走吧。等一下，嫂子，你还是不能原谅我吗？可以告诉我你怎么会变化如此之大吗？嫂子，之前我走进了牛角尖，自我成亲后，我夫君对我非常好。废话了，打之前报个名，说一下是为了谁来找我。自我成亲后，我夫君对我非常好，时常劝解于我，让我明白了自己的任性和固执。而现在我终于认清了，我也不是一无是处，我也有被爱的权利，我也可以做个贤妻良母。林建染看着刘秀娥和她的男人离开了温家，拿去跟你三哥一起玩啊，看看喜欢什么自己拿，不喜欢呢就留着，以后给你的小伙伴们送礼。安然，你这是？娘，玲珑现在是越来越大了，必须要让她多见好东西，不然的话，万一以后有人看上了玲珑，用小恩小惠的就把她给骗走了怎么办呀？所以啊，别管我们给玲珑什么东西，你都不要拦着，我们给的东西越多越好，以后她越不会被骗。玲珑有3个哥哥，也会有3个嫂子，如果我们都不能帮她打开眼界的话，你们以后有的受累了。不是所有的婆婆都像娘一样好的，自古姑嫂合得来的那是没有几个。这么精彩的视频当然要用大屏看，大屏看游戏直播刷抖音更爽更高清，网友互动弹幕互动更有客户端免费设置颜值博主专属动态壁纸，快用你的电脑下载抖音电脑版吧。看着屋里人们的表现，点点头。他温家这样的日子可真好。这位朋友，不知道你跟了我这么久，到底想要做什么？这深山野林孤男寡女的，做什么不想？可以劫财，也可以劫色呀。别废话了，打之前报个名，说一下是为了谁来找我。听这意思，你这是得罪了不少人啊，连我是谁派来的都不知道。男人拿着刀，女人拿着棍儿，冲到一处打在了一起。但是男人发现了一个问题，
女人的招式很是眼熟，就像是他经常看到的一样。住手！舅舅，师傅，他是谁啊？阿然，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啊？阿飞，这次幸亏你没有伤着阿然，不然我打断你的腿。为什么我这嫡亲的舅舅对一个小姑娘这么好？阿然是我的徒弟，是你的师妹，她成亲了，以后她就是你妹妹。要是让我知道你欺负她，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你不在京城待着，来到这乡下小地方干嘛来了？不要告诉我你就是想找你师妹切磋啊！我想说实话，可是不敢啊。我要真说了实话，那屁股会不会直接开花？看你师妹干哈呀？还不赶紧说！吴永飞将前因后果给他舅舅讲了一遍。不错啊，这次总算是长个脑子，知道事先打听一下。这次但凡你动一点杀心，让阿染受了伤，我就告诉你爹，让你马上回去面对那糟心的一家子。舅舅，那我可不可以在小师妹这里住几天，和她切磋一下功夫？不行，我不同意。撇开那个样貌不提，就说这功夫，吴永飞可就起了兴致。朋友，不知你从哪里来，为什么非要留在我家？谁想留在你家啊？我是想留在小师妹身边。师傅，他是谁？他是我外甥吴永飞。啊，原来是兄弟啊！幸会幸会，我是师傅的徒弟，也是小师妹的夫君，欢迎你来我家做客。师傅，两世加起来我做你20年的徒弟了，你怎么考教的越来越严了呀？你没有考虑到你徒弟我不能承受你的酷刑吗？冉冉，我也没有办法呀。这在现代，我马上就要功德圆满，白日飞升，但是却来到了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虽然没有前世的繁华，但是这里的环境呢太适合你了，所以不加大力度的操练你，这怎么对得起我这一趟古代之行呢？还有啊，你做了我20年的徒弟啊，我却当了你40多年的师傅啊，不好好的让你练功，这耽误的20年怎么办？有一句话怎么说的？有危险的时候，师傅是安全的，可是安全的时候，师傅就是最大的危险。这结果嘛，也算是及格了，继续努力啊！你还有很大的进步空间。走远后，空中还飘来一句话：早点进京。温秀才，大喜大喜啊！县里来人了。林继然走出来，果然听到从村外传来了锣鼓之声，还伴随着鞭炮齐鸣，真是热闹非凡。温彦礼站在门口，县里的衙役急忙上前行礼。恭喜温举人，贺喜温举人，温举人夺得秋闱头名妓员。衙役将手中的证明文书双手送到温彦礼的面前。寒窗苦读10几年，得中头名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是可以全村共喜的事情。10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啊。娘，我岳母没有来吗？啊，府衙来人了，村子里来人叫你岳母回家了。你外公中了举人36，燕怀、燕叔，把这些小心意给大家先发一下，让大家先沾一沾咱们家的喜气。温大柱和村长坐在温家的院子里，商量着如何庆祝这天大的喜事儿。不用担心，有村长在呢。实在不行，咱们不在村里住了。一个举人在什么地方都是受人欢迎的。明天摆一天，让全村人都来温家吃饭。哎呀，也不知道外公怎么样了，赵家人会不会来为难外公啊？袁氏看在眼里，温彦礼也看在眼里。袁氏冲着温彦礼施了一个眼色。安然，咱们要不要去桃花村看看？真的吗？真的，走，我们套车去。娘，怎么了？为什么大家都不高兴啊？阿染，你们怎么过来了？家里不忙吗？怎么把家里人都给撇下了？娘，我在家里有些心绪不宁，想过来看看，是不是他们又找外公了？张秀兰没有说话，只是点点头。赵家人真是无耻，有好处就上，没好处就踢。你不用担心，有村长在呢。实在不行，咱们不在村里住了。一个举人在什么地方都是受人欢迎的。明智叔啊，之前是我们不对，
但是现在我们都过来道歉了，你就原谅我们吧。啊，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必须要在一个族谱的。赵组长，你也是来恭喜我外公中举的吗？那可真是太好了。这中举啊是一个村子的大事儿，赵组长能够舍下面子来到我家，证明组长也是个有度量的人呀。林建然知道今天谁说都不合适，林大海毕竟没有入赘，他要开口必定有人讥讽。阿季是个孩子，说话没有分量，他娘更是不行，估计别人都不会让他开口。而他不一样，他是温彦礼的妻子，现在还是举人的妻子了。他说话，别人看在温彦礼的面子上，心里不高兴也不会怼他。这样吧，既然赵组长来了，那就一起商量一下，我外公要不要在村里面摆宴席？如果要的话，定个日子，到时候我和夫君一起过来镇场子。如果不需要摆宴席的话，那大家的恭喜我们也收到了，大家都挺忙的，各位就请回吧。赵组长本来还想着让赵家族人轮番着说教赵明志，却没有想到他不开口，被林建然几句话给大家撅回去了。这里没有你说话的份儿。谁说阿染没有开口的份儿啊？两句几乎一样的话从两个人的口中说出。赵组长，我哪里说错了话，你给指出来，我要是说错了一定会改的，你说是吧，于村长？冉丫头，你说的没有错，今天我们就应该说一些恭喜的话，然后再商量一下摆不摆宴席的事儿，其他的事情不适合在今天说。林静然，你是个出嫁的女儿，还是个外姓女儿，就不要掺和我桃花村的事情了。原来说话的人是温彦礼的前未婚妻赵大花是吧？明智叔，我所言都是为赵家子孙该说的，你不用表扬我，不然我会骄傲的。赵明志冲他笑了笑，狠狠地打了他一下。赵明志，你居然敢打我！你知不知道我是族长的亲孙女，我马上就成为富太太了。今天开始，我赵明志搬离桃花村，不再是桃花村的村民。还没有爬起来的村长一听赵明志这样说，立马抱住他的腿。赵举人，你不能走，他赵家不想当人，我可以把他们统统赶出去。赵举人，你不能走啊！赵家人自私自利，是没有开化的，我们在赵夫子的教导下都是很明事理的。对呀，赵家人从一开始就没有当赵举人是家人，要不然这么多年赵举人也不能没上过族谱。他们赵家人无情无义，赵举人是不能回去的。就是，赵夫子这么多年可不只是教了赵家人，我们这些人都是受过赵夫子的恩惠的，我们不能没有良心。有用时是赵家人，没用时就不是赵家人，说他们没有开化一点都不过分。村民的嘀嘀咕咕让赵家人脸色涨红。大家都停一下，听我一言。不管以前赵家是如何对我外公的，都已经过去了，我们也不再追究了。但是现在我外公已经不是赵家人了，他的所有行为都与赵家无关。赵家想让我外公入族，无非是因为族中出了一个祖人，是可以在县城都能吹牛的事情。但是最不可以原谅的是赵组长和赵大花。赵大花看上了县城书肆的老板，他急于要一个举人身份的亲人来抬高分量而嫁入豪门。我外公在桃花村生活了快50年了，对这个村子感情很深，如果不是到了万不得已，他是不会说出离开村子的话的。阿然，劝劝你外公，他不能离开村子呀。如果他离开了，村子将会背上什么骂名，会出现什么后果，没人会知道，我们也承受不住那样的后果。村长，你放心，我外公对村子是有感情的，只要大家真心的留他，他是不会舍得离开的。而在这个时候，赵明志转过头来，一脸深情地看着村民。我赵明志在村子里生活了半辈子，怎么会舍得离开这里呀？留下来吧，留下来吧。夫人，不知此次进京可有要事？林掌柜，我们这次是秘密进京，不用让别人知道。夫人放心，不会有人来打扰的。银楼的情况如何呀？夫人，银楼刚刚开业，热度还没有过去，这几天效益还不错。
前几天吴少爷把东西捎过来，我已经让银楼的师傅慢慢在做了，而且其中也夹着我设计的一些图样。很好，做得不错，等年底给你双倍奖金。云心罗已经知道青龙山的事已失败，并且已经联系过京中其他的杀手阁，他对夫人应该还会再下杀手。前几天云心罗派人到平阳县，把林大河的女儿买到了府中，并给了林大河一笔银子，看样子是要扶持他一样。还有，他找人与陆文臣联系了，想要从陆家暗地里给温林两家使坏。哎，这云心罗真是一个狗皮膏药，贴上去就下不来了。可是林家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他以为可以让林家对付我们，却不知道林家也可能会是他们云家的覆灭呀。王两明白，如果林大海真是长公主的儿子，就凭他帮助林家这件事儿，长公主都会让云家翻不了身。长公主现在病了，正在四处求医，但是大家都知道啊，长公主是思念成疾，是心病，只要世子回来，她可无药自愈。任何人失去了儿子都会思念成疾，但愿他能够早日找到自己的儿子。夫人，你不试一下吗？万一你父亲是长公主的儿子呢？我父亲不会是他的儿子，以后不要再说了。我爹如果是长公子的儿子，那才麻烦呢。多年未见，谁知道亲还是不亲啊？这个世界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富贵的人太多了。如果我有权有势，他何至有这样的顾虑？所以阿染宁可不让他弟认亲，也不想冒险把他们的命运交到别人手上，是对的。不管岳父找不找亲人，我都是你最亲的亲人。冉冉，别想那些不相干的人，你要看到你周围还有这么多在乎你的，想要你幸福的人。你要试着相信我，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我不要只做你的夫君，我要做你的爱人，你的心上人。我们还要一起面对未来的风风雨雨。空空，扫描一下云家的地形，传到我的脑中。温彦礼把空空从空间中拽了出来，让他扫描云家，势必不能给云家留下火种。等不了1刻钟，温彦礼的脑中出现了云家的布置图，包括大小库房以及厨房所在。云家的库房有好几个，两人首先来到最大的那个，林噤然也没有客气，直接上手全部装进了自己的空间。两人依次把各个大小库房都转了一个遍，最后把几房妻妾的嫁妆都给搬空了，更没有放过云心罗的私人财产。林噤然特意转到了厨房，把厨房的食材全部拿走，连个菜叶子都没给他们留下。两人将要离开云家时，林噤然突然不走了。温彦礼有些疑惑地看着他，怎么了？还有哪个地方没有去到吗？你在这里等着，我去一趟云心罗的房间。我和你一起去。你要去？难道你想看他睡觉的样子，还是想看他不穿衣服的样子？你乱想什么？这一辈子我只会看你睡觉的样子，这一辈子我只会看你睡觉的样子，也只会看你未着寸缕的样子。别人在我面前就是红粉骷髅，我在外面给你把风，你一个人进去一定要小心一些。我怎么会去看别人的身体？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罢，除了阿忍，其他人在我眼里和褪了毛的猪没有区别。林噤然进入云心罗的房间啊，从云心罗的房间布置就能看出来，她是一个张扬的女人。怪不得前世那么喜欢温彦礼，因为温彦礼不仅给了她无上的地位，也给了她无与伦比的视觉冲击。这样的女人如果有一天低入尘埃，不知道会不会承受不住落差而自杀呀。看着床上睡得一脸恬静的云心罗，林噤然怎么也不能够想象，这样一个看似柔弱的女人为什么会如此狠毒，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林噤然，你个小贱人，怎么不去死啊？温彦礼是我的，温彦礼是我的，他前世今生都是我的，我的。云心罗似乎在梦中很是激动，手开始无意识的挥动，他挥到了林噤然的手上，结果林噤然手中的药全部洒在了他自己的脸上。这可不怪我啊，本来我还在犹豫要不要给你撒药，没有想到你自己一语中整洒了。这可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呀，看来老天都不想放过你。
林静然想明白之后，把云心罗的房间内值钱的东西都收了起来，然后转身离去。哟，这不是吴家大少爷吗？你一个学渣也来国子监？你以为国子监连你这种人都收吗？别被人给笑死！你这种人是怎么有脸来到国子监这种地方嘲笑别人的？自己长得什么样不知道吗？这位姑娘你好，在下是兵部侍郎府的云俊良，不知姑娘还否赐下名字？吴师兄，京中几个兵部侍郎？2个，一个兵部左侍郎，一个兵部右侍郎。不过这人就是你想的那个兵部侍郎。云心罗有这样一个哥哥，她真的能成为京城第一美女，总不会是她家的美貌都长在了她一个人身上吧？姑娘，在下与你说话呢，你怎么不理然？还有这个吴永飞可是个草包，你离他那么近，小心自己被感染了。关你屁事！哼，有辱斯文。有辱斯文？你可真是斯文败类呢。哎，吴师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姑娘？难道她们都是来送人的？哎呀，师妹，我忘记跟你说了，今年也不知道为什么国子监单独设立了一个女子班级，教一些女子的课业，你要不要报名？书里也没有这一出啊，怎么还办上了女子班级啊？是谁主张办的？长公主前几天进宫面圣，皇上同意的。各位学子，从今天开始，国子监开始报名。从今天开始，国子监开始报名。报名时间为5天，从第6天开始，所有报名的学子进入国子监进行考试，合格者方能进入国子监读书。报名的队伍进行得很快，不一会儿，温艳丽和冯云就回来了，看样子都是报上了名。吴师兄，你不报名吗？我不报名。你不会真是那个什么云俊良说的那个学渣吧？瞎说什么呢？我去年就进了国子监，只是一直没有上课。过几天我和你们一起上课。师父，几位施主到了。女施主，好久不见。几位施主，老衲有礼了。几位施主，老衲请各位前来，有一事不明，想要当面验证。不瞒各位，陈王在年前到我的飞去寺去过，我算到他有一个死结，但是死结中只有一丝微弱的生机。前段时间我遇见陈王，见他身上的死结已消，发现解他死结之人与我有缘。悟空大师的话让温艳丽有些担心，陈王好像是被阿染给救过，但是那陈王的死结会不会跑到阿染的身上？我无意中救下的一个人，竟然还帮他解了死结。从陈王的身上，我算到有缘之人即将来到京城，所以我才请国师大人传达一下我的意思，请各位前来一叙。我去，我师父竟然是国师，这个消息太劲爆了吧！没有想到师父的身份如此之高，在各位施主来之前，我竟然算不出各位的未来，所以才觉得奇怪。各位不要觉得我是无聊，我要说的是，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宣国将有一场大难，而解救之法就系在各位施主身上。悟空大师，这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可不要编故事吓唬人。出家人不大狂语。林静然也没有想到悟空大师给他们几个人这么高的定位，救民于水火，救国于危难，这个格调有点高啊。大师，为什么要等到危难来临之时才能救国救民？事先找出原因，杜绝一下不是更好吗？毕竟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永远比亡羊补牢，死后验尸更好啊。女施主，我们不能改变既定的事实，只能让它自由发展，等到合适的时候才能出手相救。悟空大师，
我听说出家之人常常心怀慈悲，救人于危难之间，是因为危难来了再救人，更能让人记住佛祖的恩惠吗？当然，我这样说并不是说佛祖不好啊，有危难肯定是为官者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他们的不作为造成了灾难，让国家来背，让百姓来背，这样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好，说得好，小姑娘果然见识不凡，这种言论还没有哪一个人敢于直面相谈。冲动是魔鬼啊，我果然不应该生活在古代，在这个言论不自由的时代，一个不小心命可能就要不保啊。我的天哪，这个女人怎么长得跟我这么像啊？她再年轻个几十年肯定是和我一样的，我到了她这个年龄也会是这个样子吧？是长公主，实锤了，我爹肯定是长公主的儿子。林嫣然惊讶了一瞬间，连忙低下了头，她怕长公主看到她的容颜，可是一进门就直视着她的长公主，怎么能够忽视掉她的容颜呢？怎么能够看不见她眼里的惊讶呀？这个孩子就是我血脉的传承，一见到他我就觉得亲切，想要去亲近他。如果不是血脉激进，我怎么会有这种感觉？你说的对，国家的危难都是当权者无能造成的，未雨绸缪，防微杜渐是对的。随着长公主一起进来的还有宣浩辰和宣心言，两人一见到林嫣然都心生喜悦。见过长公主。不必多礼。阿然，你果然进京了，我就知道我们很快就会见面的。见过公主。你也和别人一样，嘴里叫着公主，内心离我很远。公主礼不可废。好了，你们在私下称呼彼此的名字就好。阿然，我听说你父亲不是你爷爷的亲生儿子，有没有想过找一下他的亲生父母？你怎么不直接问我要不要认你呀？长公主，林家爷爷说了，我爹是他仇人的儿子，他什么信息都不会透露，所以找到很难。不过我觉得这样也挺好的，如果亲生父母与林家爷爷奶奶一样，那我爹娘的生活肯定会生不如死，有不如没有。哦，还有，如果他的亲人地位很高，想让他与我娘和离，那我们岂不是成了爹娘不全的孩子？那不是更可怜？如果他们看不上我娘的出身，想要给我爹纳妾，那我娘岂不是很难受？我没有养育他们，也就没有权利指责他们。婆媳自来难处，孙女的想法有道理。他们如果相认，地位是高了，但很可能生活不再幸福。你娘是什么出身？我外公之前是个秀才，后来外婆去世了，外公一个人拉扯我娘长大，再也没有向上考过。不过今年我外公参加了秋闱，中了举人，明年还会参加春闱，不出意外的话应该会中进士。举人也好，进士也罢，总算是个书香门第，不做官的话也算是个清流。后来长公主又问了一些他们家的事情，知道了他有一个弟弟，也知道了他们家开了一个成衣店。阿然，假如你爹的亲人不会犯你之前所说的那些事，你会让他们相认吗？长公主，我爹的亲人也不会那么容易找到的，也许这一生都不会出现，但是如果出现了，那认不认的要看他们彼此的意愿吧。毕竟失散了30多年，彼此之间的隔阂肯定是有的。阿然，你应该也知道了吧，我也失去了一个儿子，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他是否还在人世，也不知道当我找到他的时候，他是否愿意认下我。长公主，您是一个慈祥的老人，如果您的儿子见了您，应该不会拒绝您的亲近，但是只要彼此真心，应该会认的吧。毕竟感情都是会慢慢培养的。在他看来，只要拿下了林嫣然，他的儿子是不会不认他的。阿然，我知道浩辰给你报了国子监的名，你也不要怪他自作主张，其实是我受益的，主考官是我，
不管成绩如何，你一定会被录取。呀，这不是吴大公子吗？怎么，你也来参加国子监考试？云俊良，你还好意思说我不知道自己是个什么东西吗？本公子去年就是国子监的监生，今年还有必要再考吗？也不知道你那个四方脑袋里装的是不是都是浆糊。阿飞，家兄不善言辞，你还是不要欺负他为好。师兄，你的名字还挺奇葩的呀，阿飞。云小姐，你还是正常一点，要不叫我吴永飞，要不叫我吴公子。阿飞这个词儿实在不适合出现在你的口中。我们不是朋友吗？怎么突然变得如此生疏了？是不是有人说了什么？云心罗，你挺能给自己脸上贴金的呀。我们什么时候是过朋友啊？之前咱们只能算得上不是仇人，而现在怕是离仇人不远了。胡公子，你这么说话就有些过分了。之前新罗姐姐还帮过你，你怎么可以如此不给新罗姐姐面子？你都多大了，怎么还是不长脑子啊？他云心罗是帮过我，可我已经还了人情，还差点把自己给搭进去。怎么，你们关系那么好，他没有与你说过？而且他此时似乎也觉得云心罗并没有表面的那么无害。监考的夫子们让女孩子们依次进入国子监，从后花园里转了一圈，十之八九都被淘汰了。长公主坐在一个假山上，看着从面前经过的女孩子，不顺眼的全部淘汰。第二关过去后，现场只剩下了40个人。第三关有些难，让人画画。这一关算是有些女工的意思了。长公主一直关注着林静然，当她看到林静然画的是全家福的时候，眼睛有些发热，那都是她的亲人啊。林静然，这幅画儿可不可以送给我？林静然，长公主看上了你的画，那是你的荣幸，你怎么可以迟疑呢？这是对长公主的不敬。云心罗，你给我闭嘴！你有什么资格替本公主做决定？长公主，这幅画是民女自家的全家福，如果长公主喜欢的话，送给长公主也不是不可以。只是这幅画有很大的留白，民女还想着以后再加人。你以后想要加人时，来长公主府添加就是，过来拿一个录取证明，明天来国子监报到。你手中的首饰我相中了，我出高价买。云心罗，你还真是喜欢抢我的东西啊！只是我也很喜欢，不想让给你呢。发生了什么事情？东西我都挑好了，这位姑娘非要买我手中的东西，还要出双倍的价格，哪有这样的道理啊？这位姑娘，人家姑娘说的有道理，先来后到嘛。要不你还是看一下其他款式吧。你放心，我们这边都是单款，不管买哪一个都不会与人撞款的。掌柜的，不是还有一句话吗？价高者得，那我们竞价便是；价高者得，那我们竞价便是。不合常理啊，我们没有这么干过。今天开个头，以后也可以如此啊。林静然，你是不是不敢与我竞争？一个乡下来的泥腿子，应该没那么多银子吧？好，这个首饰我很喜欢，但是如果你恶性竞争，最后又不要了，我可是会看不起你的。这个首饰是我们老板最新设计的，市面上还没有，现在售价200两银子。400两。401两。500两。501两。林静然，你是不是想捣乱？怎么能1两1两的加呢？掌柜的，不可以加1两吗？你也不是不可以，但是竞拍还是多加一点的好。600两。602两。林静然，你是不是没钱了？怎么改为加2两了？1000两。这个价格也超出了云心罗的承受能力，一旦他放弃了，好像温艳里也可以放弃一样，那怎么行？你赢了。哼，月姨付钱。云心罗回头观看，这才发现周月姨不见了。掌柜的，刚才的那个姑娘去哪儿了？姑娘，不好意思，我一直在看2位姑娘竞价，没有注意旁人。刚才那位姑娘好像是肚子不舒服，提前走了。走之前想与你说话，但是你不理人家。云心罗，你不会是没有银子付账吧？
哼，你还说我没钱，现在竟然自己没钱付账了。掌柜的，这算不算是恶性竞争啊？云小姐，你这事儿做的可不地道啊！本来我们不想竞价，你非要让我们搞什么第一次，现在没有钱付账，你这不是在坑我们吗？你不能因为自己是侍郎之女就看不起我们这些老百姓吧？你可不能这样欺负我们，不然我必定要到京兆府尹告状。胡说什么？谁说我不付银子了？把东西送到云家，自然会有人付银子的。你还是不要为难我们这些老百姓了。兵部侍郎府我们哪儿敢去啊？万一到了那里你们不认账，我们连说理的地方都没有。你还是让你的丫鬟回家拿钱吧。我今天没有带丫鬟。哪位好心人帮忙找一下云家的当家人，我这里有1两银子相送。立刻就有那跑得快的人拿了林掌柜手里的银子跑去云家了。等了有半个时辰，送信的人和云家大管家一同来了，把银子放下，带着云心罗和首饰走了。哈然，我知道你是我薛宁真的孙女儿，我想知道你迟迟不认我，是不是有什么顾虑？可不可以与我说说你心中所想呢？假如你要寻找的亲人可能不会为你长脸，甚至可能让你抬不起头来，你也愿意把他们认回去吗？只要我看得起自己的孩子，别人的言语算个屁。更何况谁说你父母无能？我的孙女儿如此漂亮，真是便宜了温艳里那小子。这样的长公主真是好亲切，我还真的有些喜欢。哈然，你还是不愿意叫我一声祖母吗？长公主在林静然打开布包时眼睛就瞪大了，因为里面那个东西她太熟悉了。30多年了，没有想到今天我还能看到。阿然，这就是你父亲的玉佩。我不知道这是不是父亲的玉佩，因为我从来没有在父亲身上看到过。我父亲在林家过的日子，不是我们一家4口在林家过的日子都与奴隶无异，所以我父亲是不会有这种东西的。但是我无意间见到林老头拿出来，说这是我父亲最后能证明他身份的东西了。就因为它太过珍贵，卖是不敢的，毁掉又舍不得。我有次与他孙女起了争执，他孙女无意中透露我父亲是他们家仇人的儿子。林老头觉得如果此物再留着可能会毁了林家，我在他毁掉之前我给偷了出来。长公主听到林静然没有什么感情的诉说，脑海中全是他们一家被虐待的场景，心中愤怒怎么也压不住。阿然，我要让林家千刀万剐，死无葬身之地。死太便宜他们了，我要让他们生不如死的活着。阿然，你还是不想叫我一声祖母吗？我这一生没有人叫过我娘，没有人叫过我母亲，也没有人叫过我祖母。林静然感觉心像是被人戳了一下，生疼生疼的，她不由自主地叫了一声祖母。轻轻柔柔的声音，软软糯糯。哎，长公主上前一步抱住林静然。阿然，我们什么时候去接你爹娘和弟弟？祖母，我自从知道爹爹不是他们亲生的开始，便建议他习文练字。我来之前外公说他的学问可以参加童生试，所以祖母最好让我父亲考上了秀才再接回来。你父亲愿意习文，不愿意习武？祖母，虽然他本身是有一些功夫的，不过即使他有功夫，我也不想让他当将军。我不想父亲前半生受尽折磨，后半生战死沙场，所以让他习文是我的私心。原来从阿染发现成儿不是那家人亲生的开始，便安排好了所有人的出路，他自己的，他母亲的，他父亲的，林心计的，甚至还有他外公的。哈然，你说的对，你父亲确实不该走武官之路。作为我宣宁真的儿子，即使赋闲在家，也一样可以风光一生。祖母，你不要觉得我林家没有保家卫国之心。父亲年龄大了，弟弟又太小，保家卫国有我林静冉即可。好，假行之，
是我师傅。师傅，快出来！天气这么冷，你跑什么？也不怕摔个跟头？见过师傅，前辈。见过师傅，前辈。哎呀，行之，你这个小徒弟挺好玩的呀，要不要借我玩2天？胡说八道什么呀？冉冉是我当闺女养着的，又不是玩具。哎，话可不是这么说的。你也知道，我那儿就几个不成器的儿子，生了几个孙子也还太小。还有啊，我家那个老太婆天天念叨着没有女儿在身旁，所以借给我2天，让我带回去哄老太婆开心。没悟空，你有本事自己生啊，没本事拉倒，别想抢我的闺女。你这是徒弟，也不是你生的，你也是个没本事的。我好歹还有几个儿子。哼，我有2个徒弟，相当于有1儿1女，我儿女双全，怎么都比你强？师傅，我还没有吃早饭呢，我饿了。怎么不吃早饭？是不是家中没给你做呢？下回我看到他一定要罚他。不是仲伯的错，是我想早点看到师傅，不想在家吃饭。先去吃饭。你也是他徒弟，看他这样宠着他，你不吃醋？阿冉是我妻子，我也宠着她。她成亲了，还是嫁给你？哎呀，好白菜都让猪给拱了。吴浩空，你不是说要走吗？怎么又跟进来了？把你徒弟借我2天吧。你想都不要想。前辈，您要是能说服我师傅，我倒不是不可以找梅夫人谈谈心的。既然阿冉同情梅夫人，我也不是那么可恶之人但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你说。我的条件是，阿冉如果有什么要求，你一定要答应。外公，家里都好吗？我爹和阿基2个人的学问怎么样了？哎呀，他们都挺好的，过段时间的院士没有问题，名次不敢确定，但秀才呀，一定能拿到手。他爹没有经过系统的学习，能中了秀才他就很满意了。再过几年再中个举人，那就更好了。哎，阿冉呀，阿季给你写了一封信，有一些话他不想让我带，说要把想说的话写在信里，嘿嘿，还说让我一定要亲手交给你。林老头一家现在有些乱，林大河每天只听那个小妾的话，虽然也去学书院，但成绩一再下滑，人家已经没有能力供几个孩子念书了。林老头可以清醒着看着他们家一步一步落败，却无能为力，这种感觉一定很刺激吧？原主前世的死，他们林家没有一个是无辜的。阿冉对以前的生活怨念太深，既然阿冉如此痛恨他们，那不好意思了，林家没有必要再起来了。冉，你告诉我，那个云心罗到底是怎么回事？他为什么那么执着于温艳里？师父，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世界其实是一本书，我们都是书里的配角，我应该是出场就死了，而你在书里面就没有出现过。我在书里没有出现过，那我干嘛去了？死了吗？哎，师傅，别急别急，我也说了，那是在书里面嘛。现在既然咱们都在，那就说明与书没有什么关系了。你听我继续往下说啊。师傅，这本书是我之前看过的一本书，书里面的我成亲第2天就被陷害了，第5、6天的时候就自杀了。温艳里遭遇也不怎么好，后来温艳里到了京城，和云心罗成亲了，所以我怀疑现在的云心罗是重生的。你和温艳里前世就是夫妻，他凭什么不服？上一世他虽然与温艳里成亲了，但是一直都是名义上的，所以现在他才这么执着于温艳里。你和温艳里前世就是夫妻，他凭什么不服啊？师傅，在书中你家徒弟只活了1章就死了，人家云心罗怎么会承认呢？还有啊，人家的父亲是兵部侍郎，那官职可是很大的，而我父亲只是一个乡下的一个种田的泥腿子，还是一个不被父母喜欢的人，
想要整死我，那还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可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我还有一个厉害的师傅。还是师傅重要，父亲什么的太不给力了。师傅，他们蛇鼠一窝，没有一个是好东西，所以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师傅，你会支持我的吧？虽然阿燕作为你的夫君，我仍是不太满意，所以我是不会放过他们的。师傅，你会支持我的吧？虽然阿燕作为你的夫君，我仍是不太满意。如果别人来抢啊，我还是不乐意的。想抢我的徒弟，也不看我老头子同意不同意。谢谢师傅。师傅，你说现在咱们怎么办呀？那个云心罗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他肯定还会有其他的后招。你把是我徒弟这件事一说，谁还敢对付你啊？师傅，我是不是还没有跟您说过长公主是我祖母这件事儿？你是没有说过，但是你师傅是瞎子吗？你与长公主年轻的时候如何想，她又对你这么好，谁不会多想一下啊？啊，那多想的人会不会很多呀？你以为长公主那么平易近人的吗？是人人都能见得到的吗？而你又不是经常出现在人前。林飞鸿，你还有没有折磨林静然的办法？小姐，自古就是主母管小妾之说，不然咱们想办法把林静然从主母的位置上拉下来，让她变成妾，到时还不任由小姐柔圆搓扁。以我的家世，当温宴里的正妻应该没有问题。让林静然当个小妾，又不让她休了林静然，这温宴里应该会同意吧？哼，只要我成了正妻，林静然就别想有好日子过。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让温宴里知道我对他的仕途非常有帮助，只要他娶了我，未来的日子必会平步青云。爹，我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我的前世。阿罗啊，一个梦而已，当不得真的。爹，这次的春闱会远是温宴礼，你是不是有什么要求？温宴礼会是殿试头名，我想嫁给温宴礼。爹，温宴礼会是未来的权臣。温宴礼好像有妻子，你总不能给他做妾吧？只要让皇上知道我可以预知，那温宴里的正妻不是手到擒来吗？你让人从平阳县带来的那个林飞鸿与林静然是什么关系？云心罗把两家之间的纠葛说了一遍。去，派人把林老头一家都接来京城，我要让林静然一家永无翻身之地。是，爹。中了吗？中了，中了，都中了。咱们家的几个举人都成了共识。林静然以及他们参加会议室的人都放下心来，只要中了共识，那进士也就准了。小姐，各位少爷，今年有个奇怪的现象，会试上榜的人比往年少了有近1/3。除了温彦礼，其他几人都不知道，其实是林静然救了他们。你们都得感谢阿染，不是他让我们在家待着，说不定你们现在都是榜上无名。温彦礼太坏了，把他们忽悠得一愣一愣的，让他们不但给我干了活，还得感谢我。哎呦，他可真是太狗了。公母，他是……长公主笑了笑，点点头，但是她却说：皇上，这个等会儿再说。这堂前是怎么回事？本宫看着好生热闹。温彦礼抬头看了一眼林静然，目光有些移不开。长公主今天把林静然打扮得像个天仙。公母，朕也正在审问呢。云大人说，新科状元的妻族不敬父母，不配为状元夫人，要让朕出面帮他们和离。哦，那新科状元同意了？没有。新科状元与他家娘子感情甚好，也对他家外公甚是孝顺。公母请看，他们在一起跪着呢。皇上，你这是相信了林家人所言？皇上一愣，他家姑母怎么知道人家姓林？阿然，过来，
给皇上跪下，说一下你在林家过的生活。林继冉点点头，他明白长公主的意思，先诉苦，再认亲。吾皇在上，民妇林继冉叩见皇上。民妇乃是温彦礼的妻子，林大狗二儿子林大海的女儿。林继冉的话说完，在场所有的人都傻眼了，尤其是皇上。姑母，这……皇上稍安勿躁，听阿冉慢慢讲来。文武百官听到长公主这样说，又看到林继冉长得与长公主如此相似，都在心中画了一个问号。林家爷爷，现在我在场，你还要坚持刚才你说的说辞吗？如果你如实讲来，我可以既往不咎，但是如果你还是坚持你的说辞，我就要向皇上如实禀报了。林继冉，你不要问他，你们也不能串供，你如实讲来就是。皇上心说，看着姑母的意思，这姑娘与姑母是脱不开关系的，那就与自己也有关系。皇上，民妇生在下河村，长在下河村，从记事起，目之所及都是我父母在劳作，林家大伯和林家小叔从来都没有干过活，林家的哥哥姐姐也从来没有下过地。林继冉，你不要胡说八道，我们怎么没有下过地？哼，大胆刁民，朕没有开口相问，谁让你说话的？来人，掌嘴！他愣了一下，还没有求饶，就来了几个太监，噼里啪啦的打了几掌，然后就退了下去。这下林家几个人还想说话的，连个屁都不敢放了。太他母亲的解气了！这皇上要是能让人打云心罗就好了。一会儿试一下有没有机会。我爹在林家的30多年，除了干活挣钱，没有休息过一天。林家为大伯娶了亲，为小叔娶了亲，却唯独不给我爹娶亲。而我娘亲是我爹自己在山中救下的女子，本来我娘亲在赵家是独生女儿，我外公想为我娘招婿，但是林家不同意，又因为我爹救了我娘，所以我外公只得将我娘亲嫁到了林家。爹救了我娘，所以我外公只得将我娘亲嫁到了林家。可是林家从来没有善待过我娘亲一天。如果不是我天生神力，我应该早就死在了林家超负荷的劳作中。如果不是我天天背着弟弟干活，恐怕我弟弟早早就死在了林家的虐待中。各位林家的亲人，我说的可有一点不实之处？林家众人谁都不言语，在场众人都明白了，林继冉说的一点虚话都没有。皇上，如果只是这样也就罢了，我爹说过，家里孩子多了，父母一碗水端不平也是有的，所以我爹委屈了我娘，委屈了我们姐弟，却养大了他们林家一家人的胃口。去年2月，温彦礼在书院中中毒昏迷，原定的妻子反悔退婚，林家奶奶将我迷昏，卖给了温家冲喜。好在我过去之后，温彦礼醒了，但是在我嫁到温家的时候，林家竟然又把我爹赶到深山去打猎，然后趁此机会要卖了我弟弟。是在我嫁到温家的时候，林家竟然又把我爹赶到深山去打猎，然后趁此机会要卖了我弟弟。各位大人们，你们家里有这样的亲人吗？有吗？阿冉，不哭了，这样的家人哪里是亲人，那是仇人呀！一句话直接让林大狗一家倒地不起。多亏我婆婆不计较我是一个冲喜的媳妇儿，对我就像女儿一样，所以在有人来报信儿我弟弟要被卖的时候，是他们和我一起到了林家。我到林家时，我娘亲正被林前世用棍子殴打。各位大人，谁家的婆婆教训人用棍子的？那不是教训，那是把人往死里打呀！林继冉哽咽了，他哭原主一家的不幸，哭林家一家人的狠毒，也恨云永志，是他让自己把心中的黑暗又翻了出来。皇上，我家阿冉实在是受了太多委屈了，你可不能让他再受委屈。皇上点点头，自家孩子没问题。皇上，我救下了要被卖的弟弟，想请大夫为我娘亲医治，
这个时候，我爹从外面被人抬了回来，他的腿断了。林家人不但不给治，还把人给分出去了，跟净身出户都无异了。后来林前世到我爹娘家里闹事儿，传出我爹不是林家儿子的事情，也得到了林大狗的承认。于是我爹离开了下河村，到了桃花村。后来是温家出钱为我爹治腿的，虽然钱是我挣的，但是温家没有阻止，我很感激。后来我爹在我外公的教导下，在养病期间开始学习，现在他已经是秀才了，而我的弟弟现在也是秀才了。在场的人都非常震惊，林大海这么聪明吗？只用了几个月就成了秀才，这太不可思议了。他们一家用实力证明，林家耽误了他们林大海一家。林晋然也用实力证明了他非常配得上温艳丽。虽然林晋然可以配得上温艳丽，但是我女儿心悦温艳丽，还请皇上成全我家小女的一片痴情啊！皇上，人家有妻，你怎么可以做这个坏人呢？皇上一听也对，自家的孩子不能委屈。岳爱卿啊，虽然你家女儿有爱慕之心，奈何人家新科状元不想再娶，朕不能做这个坏人的。皇上，我家小女可以预知前世，前世她与温艳丽就是夫妻，今世怎可拆散？说起来，还是林晋然拆散了他们的姻缘呀。皇上，此言绝不可信。历来只有向前走，时间何曾回过头？退一万步来讲，即使时间回了头，也说明前面所走的路上天不满意，他想要改正。这种事儿万不可信，但是万一是真的呢？所以云家姑娘谁都不能嫁，她的退路不是出家就是死亡。皇上在一瞬间内便定了云心罗的后半生。云心罗怎么也没有想到，就是因为他爹的一句话，断送了他本来可以有的婚姻。皇上，今天我带阿染过来，是有一件喜事要说。皇上，林大海是我流落在外的儿子，这林静染是我嫡亲的孙女儿。众人震惊，尤其是云心罗。什么？林静染是长公主的孙女？我真应该早点把她整死。啊，我明白了，前世的林静然死在那场算计中，现在的林静然肯定也重生了，也知道了很多我以前不知道的事，所以才会有今生再也不可控的局面。啊，天哪，怎么办？我与温艳丽再也无可能，即使为妾也不可能了。长公主，为什么现在才说出来？她来京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一直不说？是不是想耍着我们玩？这样的女人其心可诛。云心罗，到了现在你还想要搞坏我家阿染的名声，其心更可诛。我们认不认亲与你有什么关系？你这种恶毒的女人，如果知道了，肯定不会明面对付我家阿染，应该改为暗地里施为吧。人家都说明枪易躲，暗箭难防，你要是转到暗处，我家阿染在京城也没个实力，不得被你活活害死吗？还有，之所以不认亲，是怕京城这些个爱嚼舌头的人说我们家孩子和亲家功名不实。众人看着傲娇的长公主，这才想起来，人家林晋染夫君是状元，外公是二榜进士，这是一般人家能比的吗？还有与人家同住的人都是一甲和二甲，这太了不起了。阿染，还不来拜见你的皇伯父？林晋染向前走了几步，跪在皇上的脚下，真情实意地磕了3个头。阿染见过皇伯父。哈哈哈，好侄女儿，快起来，快起来！今天先这样，等我那表弟进京了，你们一家再进行封赏。众人都上前恭喜皇上，恭喜长公主，恭喜林晋染，也有人来恭喜温艳丽和赵明志。
总之，琼林宴热闹非常。皇上，要不要把浩辰和心妍叫来？阿冉还是浩辰的救命恩人，臣妾一直想当面谢过阿冉，最终是没有机会。皇上，您可不能委屈了阿冉，不然臣妾可不依。放心放心，我心中有了成算，咱家阿冉呐，逃不掉一个郡主之位。臣王到，七公主到。表妹，我就知道你一定是我表妹，我在平阳县就感觉到了，我们一定是亲人。小七，你过来，你与我好好说说，在平阳县是什么意思？这个不能怪我呀，要怪就得怪表妹，是她先救了皇兄，又救了姑祖母，我实在是想看一下表妹是个什么样的人物，所以才前去平阳县的。阿冉，你来说一下吧，那后山那么厉害，你为什么敢独身前往？难道你潜意识当中想要救你祖母？皇上，阿冉为什么敢独身前往？因为他是我的徒弟啊。众人回头一看，马上都鞠躬施礼，参见国师。参见皇上。国师啊，你刚才所言何意啊？皇上，林晋然是我的徒弟，在他几岁的时候就拜我为师了。如果不是如此啊，他怎么能在林家那样的环境下生存下来？皇上对林晋然更加刮目相看了，他这个侄女儿了不起呀。国师啊，我记得你说过你有一个男徒弟，怎么就变成女孩子了？皇上，这小子是我的大徒弟，阿冉是我的小徒弟，我一生啊只收了2个弟子，都在这里了，让他们以后多为皇上效力吧。国师啊，你是什么意思？难道你是想……皇上，我老头子本来就是方外之人，不应该在这红尘中挣扎。既然我这2个徒弟都到了皇上的面前，我就应该抽身离去了，不然会被别人说有结党营私之嫌呢。国师，宣国怎么能没有你呢？你可不能离开呀。皇上，我是方外之人，也是修行之人，不过如果宣国有难，不管多远我都会回来的啊。只是我这2个弟子尤其是阿冉，这在林家受了太多的苦，所以还请皇上照顾一二。国师，你放心吧，他们都是好孩子，我是不会亏待的。只是你永远是我们宣国的国师，国师府我也一直会为你留着的。皇上，真的不用了，我走以后你把国师府撤下吧，这府里的人都让阿冉带走，等我老了，我会让阿冉给我养老送终的。师父，你总是这样，我一来你就走，你走了，阿燕欺负我怎么办？他敢，他要是敢欺负你，我打断他的腿。对了，还有长公主给你撑腰呢。师父放心，我们家阿冉当家。魏燕里的话让一众大臣都熄灭了要给他塞女人的想法。阿冉、阿燕，你们2个不能耽误功课啊，我会不定期回来考教的。皇上，林家众人可否等到晨儿回来再处置？好，那就等表弟回来再说。只是姑母什么时候接表弟回来呀？这么长时间都等了，不差这一会儿，我回去跟阿冉商量一下。那行，本届进士都放假1月，1月后回京安排。娘，我们回来了，我们都回来了。好好好。爹娘，这是宣浩辰，当今的陈王，这是宣心妍，当今的七公主。表哥表姐，他们是我的爹娘。林静然的话刚落，屋里就有人要下跪。这是在外面，我们都是亲戚，不要计较那些虚礼的。爹娘，这位是长公主身边的碧柳姑姑，祖母本来是想要亲自过来接爹娘的，但是她的身体不好，被我们给劝住了。见过世子，世子夫人。这一声称呼把林大海和赵秀兰吓了一跳。碧柳姑姑，在乡下不要这样称呼，就叫少爷少夫人吧。是啊，小小姐。表哥表姐，这是我的弟弟阿季，
大名林心计。双方见礼过后，爹，咱们爷俩单独谈谈怎么样？行，我要看看我家宝贝闺女要如何开导她爹。爹，京城的事我都写在信上跟你说过了，如果入京，我不放心的其实还是你，我怕你被京城的繁华迷了眼，做出对不起我娘的事情。哎呦，阿然，你的心里都想的什么呀？我怎么会做出那样的事情？爹，京城的繁华你无法想象，但京城的坏人也是多如牛毛。我就明说吧，我不想自己多出一个庶母，也不想多出几个庶弟庶妹。和阿然是不是还没有同房啊？这到底是你不行，还是阿然不愿意呀？本来当我知道长公主是我祖母时，我是不打算认亲的，我怕我们的幸福生活会被打破。但是长公主为了我，在国子监成立了女子班级，我才渐渐地接受了她。我和她经过好多次的谈心，最后才决定认亲的。如果你不能够坚持自己的信念，有了富贵就想要更多的美人儿，我是不会答应的。我们是相濡以沫的夫妻，是情投意合的伴侣。我如果想再要孩子，可以和你娘再要，是不会找别的女人的。爹，我很想要一个弟弟或者是妹妹，但是只能是异母同胞的。爹，不会娘现在已经有身子了吧？啊，已经2个多月了，谁也没有告诉我，想着3个月后再说。林建然一听这个，也不跟他爹谈心了。哎，阿言，你和阿然是不是还没有同房啊？这到底是你不行，还是阿然不愿意呀？娘，之前我是觉得阿冉还小，也是我忙着科举，不想那么早要孩子。现在阿冉认亲了，长公主说让我们再成一次亲。之前确实是委屈了阿冉，但是这也不影响你们同房啊。娘呀，你看问题要长远一些。您想，我要是早早与阿冉同房，要是从此以后不想读书怎么办？所以之前儿子那样做是最好的，而且后来长公主知道后也觉得我做的对，不然以长公主家的权势，没准都让我们2个和离。啊，长公主很难相处吗？娘，我跟你说呀，那长公主是皇上的姑母，是一般人都要仰望的存在。人家现在能对你儿子平等相待，说明看在阿冉的面子上。你不要以为人家是村子里那些个8姑6婆一样的人物，人家即使看不上咱也是正常的。更何况阿冉还是咱们家冲喜的新娘，所以娘，你可不能对阿冉有意见，不然产生了隔阂就晚了。你以为我不知道啊？那长公主就是长在天上的人物，我们只是在地下的泥腿子。阿冉，嫁给我好不好？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选择我文言里的。爹娘，大哥大嫂，小弟小妹，在外公那里我只顾着我娘了，没有怎么招呼大家，还希望大家不要怪我。阿冉，说什么外道话？我们都是一家人，怎么会怪你？就你会说，你都把我的话都给说了。爹娘，你们过段时间要不要跟我们一起进京？我们还是不去了，京城开销太大了。娘，小弟和小妹也都长大了，在京城机会多一些，小弟可以考进国子监，小妹也可以读书考国子监女子班的。大哥和大嫂很快就会有孩子了吧？到时候孩子也可以接受更好的启蒙。唉，京城哪儿那么容易混呐？到处都是大官。爹，看来你还不知道长公主是谁，那是皇上的姑母，只要咱们不犯法，咱们怎么都有理，到了哪儿都不会有人欺负。而且看到陈王和七公主的态度了吗？为什么那么好？因为阿冉是陈王的救命恩人。当然我这样说你们可能会认为我是吃软饭的，但这软饭也挺好吃的呀。这是要软饭硬吃啊？哼，你要是对我不好，别说软饭硬饭，家生饭都不让你吃。只要是你的饭什么都行，我不挑的。好，那就进京。不过到了京城不能事事都依赖阿冉，咱们也要自力更生，把阿冉当成后台就好了。这一般情况下不要拿出来，让别人摸不透咱们有什么后台才好。冉冉，你都多长时间没进深山了？那些我需要的东西什么时候才能找到呀？空空，这段时间我们都在这里，等过了这2天，
咱们天天进深山，如何？好，一言为定，我一定不会让你们失望而归的。温夜里不知道从哪儿找出来一束红玫瑰。阿然，嫁给我好不好？我一定不会让你后悔选择我温言里的。温夜里从哪儿学会的这些东西啊？难道是看了我空间里的那些画本？阿然，你或许觉得我们已经成了亲，但是我们彼此都知道，那个成亲我们连个形式都没有，没有拜堂，没有喝合卺酒，没有结发，那样太委屈你了。温言里的话怪让人感动的。阿然，我听空空说过，你去过的那个异界成亲之前是要先求婚的，所以我想给你个惊喜，我不想让你觉得在这里委屈了自己。虽然你不能穿那个什么白色的婚纱，但我会为你披上红色的嫁衣。我要受不了了。阿然，你愿不愿意接受我？我愿意。他说完，温夜里起身抱住他。阿燕，这怎么回事啊？你为什么会这么憔悴啊？不会是因为昨天求婚，后来后悔了，在这懊恼了一个晚上吧？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到了前世的自己，也梦到了我的死亡。这世界怎么了？怎么有这么多的 bug 呀？不过这样也好，如果他后悔了，分开也没有什么可惜的。温夜里听到他的心声，心中闪过触电般的疼痛。你梦到了什么呀？是不是后悔与我成亲？如果是那样也没有关系，我可以离开你。没有后悔，只是后悔在梦中所做的一切。你曾经说过，你只要今生，所以前世就当成一场梦。阿然，我不会让梦中的一切重演。如果想要重演，我宁可做个人人憎恨的奸臣，也要反抗到底。啊，果然是反派，前世今生都是一样的，不受人威胁。明智，你能考上进士，是祖宗的保佑。赵家族长此言差矣，我赵明志虽然与你同姓，但我们可不在一个祠堂。哎，明智啊，咱们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血脉，嘿，再怎么闹别扭也是自家的事儿。哼，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人至贱则无敌呀。赵族长，因为我们都是有礼貌的孩子，不像您说出去的话还能收回来，吐出去的唾沫也不是一个钉。明智，你让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是不是对我有些不敬啊？阿冉是我外孙女，在我没有儿子的情况下，阿冉就是我的孙女，以后要为我养老送终。她是我的家人，不是你口中的外人。对，我们都是一家人，是打断骨头都连着筋的血脉亲人，所以之前出祖不出族的话都不能当真的，还是按照我祖父的意思开祠堂祭祖吧。啊，人至贱则无敌，难道还会遗传啊？好好的孩子被你爷爷养成了一个歪脖子树，成不了才，只能当柴呀。明智说，你怎么能这样说我呢？我虽然不是良才美玉，但好歹也是村里的一枝花，你如此言语有失公允啊。赵大花，那以你的意思，我外公该怎么办呢？温彦礼是我的未婚夫，现在你应该把他还给我，我就不再计较你之前的夺夫之恨了。赵大花，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痴心妄想。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气呀！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是不是那块料，还夺夫之恨，你不退婚他能便宜了我吗？哎呦，现在后悔了，可是他已经不是你能高攀得起的了。我高攀不起，你就能吗？赵大花，你好好看看我，再好好的想想我的身份。我外公是2甲进士，我爹现在是秀才，我弟弟也是秀才，而我是国子监女子班的第1名。你说，
如果我配不上他温艳里，还有别人能配得起吗？啊，我还有隐藏身份呢，只是不能说而已。不过就现在这样的身份，都是你拍马所不能及的。早知道温艳里可以醒来，可以考上状元，我说什么也不会退婚的。现在真是鸡飞蛋打，看不上的人青云直上，看上的人不知去向。当时为什么我就对貌若天仙一般的温艳里死活都看不上呢？如果我以平妻的身份嫁给温艳里呢？或者妾也行啊。林静然，你说这男人吧，都是三妻四妾的，温艳里以后肯定也不例外。所以与其便宜了别人，不如便宜自家人，你说怎么样啊？我的天哪，这赵大华还真敢想啊！不能做妻就想要做妾了，真他母亲的不要脸呀！我的男人只能是我一个人的，死活都是我一个人的。艳里哥哥，你真的不能再要我了吗？赵大花，你怎如此不知廉耻？你们家就是这么教你的吗？我的名字不要出现在你那恶心的口中，我不想回去后浪费宝贵的水源清洗全身。天啊，温状元不说话的时候，我以为他很高冷，没想到他说话的时候也这么接地气啊。是呀是呀，不过他说的赵大花好解气呀，回去还要洗澡，这是多讨厌他呀。明智，我们是一家人，应该在一个祠堂祭祖。曾经的我你们看不起，欺骗了我几十年，那么现在的我，你们是高攀不起。贾重，送客。我温家不是本地人，过段时间我可能会搬到京城。村长，虽然我们不是本地人，但温家在上河村待了20年，对这里也有了感情。我们不会做那种吃水忘了挖井人的事儿，所以我温家决定给咱们村子建一个学堂，并且成立一个基金会，对科举路上的孩子进行奖赏。温状元，没想到你的胸怀如此宽广，竟然能想到做出这样的事儿。不过这可真是一个好事儿啊。大人谬赞了，学生也是有私心的。我们上河村的学堂时间过于久远，方未学失修，如果一到大雨大雪天会有危险。学生在村里生活了快要20年，对村里也是有感情的，所以才会想到为村里重建学堂。不过我温家只负责出钱，其他的还要村长费心了。阿燕就是聪明，他应该知道朝廷不定期会有正评的吧？能在中上状元之后为家乡盖个学堂，在考评中也是一件值得炫耀的事情。村长，各位老人家，我温家早有心为村里做些事情，但是之前没有名目，贸然出资，恐有人心生嫉妒。阿燕，你说的对，人心都是隔着肚皮的，现在做这件事儿正好。谢谢大家的谅解，我即使人不在村里，心也在此地。这有500两银子，除了盖学堂，剩下的钱可以买地，地契要写村中学堂用地，用地养学堂方能长久。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找镇长。离1个月的期限还有10天的时候，两家人终于启程。长公主，长公主，世子他们回来了。祖母，我们回来啦！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你父母呢？他们马上到，马上到。一行人来到了长公主府的院子，等到了长公主面前，陈王七公主施完礼后退到两旁，露出了站在后面的林大海和赵秀兰。长公主看向他们，陈王说他们是表叔和表婶。就在所有人都以为长公主会抱住林大海哭的时候，却看到长公主竟然走到了赵秀兰的面前。孩子，你怎么如此面善？你不会是阿金的孩子吧？管家，去把赵修文和他的祖母请过来。长公主，我有父亲的。爹，你过来同长公主说一下。没有想到赵明志痛苦地闭上了眼睛，众人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真的不是你的女儿？
阿珍，我们两个就是心有灵犀。我听说世子回来了，就想着过来看看，没有想到你让人来请我。阿金，你快过来，你看看他是不是轩儿？刚进门的老太太听到长公主的话，愣在了原地。孩子，你是轩儿，你是我的轩儿，对不对？老人家，我叫赵秀兰，不是你口中的轩儿。这位夫人呢？你的女儿身上可有什么印记啊？众人都不解地看向赵明志。这位夫人呢？兰儿是我的女儿，她永远都是。爹，你这话是什么意思？难道我真的不是你的女儿？我女儿身上后腰位置有一块心形的红色胎记，她被抱走时襁褓是我亲自绣的花纹，但是那些谁也不敢保证还在不在。林大海点点头。孩子，你介不介意让我看一看？赵秀兰看向赵明志，赵明志点点头。他再难过也不能阻止他和亲生父母相认。哎呀，如果证明我娘是别人的孩子，那我外公得多寂寞呀！好像都是我的错，如果不是我，外公不会科考，也不会来到京城，就不会失去女儿的。外公，不管怎么样，你都是我的外公，我都养着你。安然姐姐，你怎么在这里啊？哎，小虎子，你也是京城人吗？你怎么来了长公主府啊？安然姐姐，这是我哥哥赵修文，我是赵修虎。刚才进门的老太太是我的祖母。这个世界也太小了吧！如果我娘是那个老太太的女儿，那这两个人就是我的表哥和表弟呀，比陈王的关系还近的亲戚呢。阿冉的亲人怎么来头这么大？我有些招架不住了。我们还能顺利大婚吗？阿冉的亲人怎么来头这么大？我有些招架不住了。我们还能顺利大婚吗？在上次做的那个梦里，刚才那个老太太是吏部左侍郎的夫人，是我惹不起的存在。小虎子，那你之前在府城干什么呀？和我哥一样，找我姑姑呗。你不知道，我姑姑都丢了30多年了，我祖母都思念成疾了，所以我们哥几个都放下手头的事儿，都四处寻找了。这说不清的缘分呀！长公主、唐秀晶、赵秀兰三人从屋里走了出来，除了赵秀兰，另外2人是一脸的笑意。爹，这是怎么回事？我为什么不是你的女儿？明明我与娘亲长得这么像的。兰儿与我娘子长得有8分像，所以在村里啊，谁都没有怀疑过兰儿不是我的孩子。赵夫人呐，我娘子如果活到现在，与你有9分相似呀。你夫人叫什么名字？唐秀莹。你再说一遍。她娘子叫唐秀莹，是你的妹妹。妹夫，你告诉我，我妹妹为什么不回家？她又是怎么去世的？我认识她的时候啊，她不叫唐秀莹。我不知道她之前经历了什么。我是在青楼见到的她，她被打得遍体鳞伤，还被灌了绝子汤。什么？我在府城乡试失利，心灰意冷，在经过青楼时，看到了里面绝望的她，于是我用全部身家带她回去了。她不想见村里人，我就在镇上租了个小院子，在那儿生活了3年。在那3年内啊，我们彼此心意相通，他也逐渐走出了以往的阴影。后来啊，他终于想通了，要跟我回村。在回村的路上遇到了秀兰。那你们为什么不回家？我妹妹为什么早早就离世？她在青楼被打得流下了岸上，无药可医。
在兰儿10岁那年离去了。本来是母子的认亲会，变成了母女的认亲会，再后来变成了姐姐与妹夫的认亲会，现在就是出现有人来认温艳里，我都不会觉得奇怪了。我也觉得会有人来认我们，因为我知道我的祖父母也在京城。为了冲淡大家的愁容，林建然把林心计叫了过来。祖母，这是阿季，今年新出炉的小秀才。阿珍，没有想到我们之前定下的娃娃亲，2个孩子在遥远的地方真的成了亲，而且还生了2个这么优秀的孩子。是啊，上天还是厚待我们的。祖母，外婆，我还以为你一直都不想认我。哈静，你知足吧，阿然认识我好几个月才叫的祖母，你现在第1天相认就叫啦，还想怎么样？阿季，你也不想认我吗？祖母，外婆。时隔30多年，亲人才得以团聚。林建然把温艳里叫过来，又把温家众人叫了过来，双方正式认亲见礼，场面一时非常热闹。姐，你什么时候回咱们家？我跟你说，咱们家只有男孩，你要是过去的话，肯定非常受宠。不行，这是我姐，她在我们家也受宠。你是小孩子，比你姐还要受宠。放心吧，以后有哥哥撑着你，谁都不能欺负你。大哥好，我是林心计，以后我会赖着你的。弟弟放心吧，我是你五哥，我上面还有3个哥哥，到时候都宠着你。那可不行，把他给宠坏了怎么办？放心吧，主要是现在他最小，要是再来一个小的，那就更好了。会的，过不了几个月就会有的。你说什么？你说什么？我娘亲又有身子啦，现在已经3个月了。阿文，一会儿回家把那些有用的都拿过来。表哥，不用的，你不知道我师父是谁吗？我好东西多的是呢，足够我娘用了。家里那些留着应急啊。另外，一会儿我再给外婆拿点调理身体的东西。祖母，表妹是国师的徒弟，国师在离京的时候把东西都给了阿染，说以后老了让阿染给他养老送终。温艳里见众人都在说这个事儿，他冲着他娘使了个眼色，他娘现在也是很忐忑。这阿染家的门第有点太高了，他家即使是老顽固们找上来，也是攀不上的呀。长公主，阿染和阿燕之前成亲过于仓促，在秋闱之前，阿燕说春闱之后要和阿染大婚，长公主看着什么日子合适啊？亲家，你放心，明天我带着他们进宫，看看皇上是什么意思。那就多谢长公主了。姑母啊，这次表弟回来，你是不是又想着住到将军府了？皇上，我今天来呢，正有一事相求。姑母有事请讲，何来相求一说？皇上，季童已去多年，以前成儿没有回来，叫将军府也可以，可现在成儿回来了，而且还是30多岁才中了秀才，所以实在不适合再住将军府，还请皇上把将军府的牌匾收回去。姑母，这件事情我知道了，我会好好考虑的。皇上，我还有一件事情要讲。之前阿染成亲仓促，我想在认亲宴之后为他们再大婚一次，还请皇上为他们2个选个好日子。好啊，姑母放心吧，这事儿我都放在心上了。你回去等消息，我选好了就会拟旨。众人谢过皇上，起身告退。林将军劳苦功高，将军府不应该撤下，但是林开成是文人，林将军也已故去，把将军府改为
忠义郡王府，封林开成为忠义郡王，赵敬轩为郡王妃，林心计为郡王世子，林晋冉就长公主陈王有功，又是郡王女儿，就长公主陈王有功，又是郡王女儿，故封为冉郡主。冉郡主与温彦礼之前只有婚书，并无婚礼，着二人于1月之后大婚。温家也收到了一道圣旨，与第3道内容一致。4道圣旨当天晚上就传遍了京城的大小官员之家。云心罗这会儿气得摔了好几个心爱的茶盏。爹，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平妻也不行吗？阿罗，你还是不要再想了。如果林开成不是郡王，或许还有商量的可能。现在你还是把目标转到其他人身上吧。哼，我可不这么认为。有些男人只有让他得不到，他才会永远喜欢你。温彦礼，我还想再争取一下。怎么了？是不是动了胎气？哎呀，郡主啊，在下实在诊不出来，还请郡主再找名医吧。好，有劳了。阿冉，怎么办？你娘很是难受啊。我先诊脉。他若有所思地说：“有些奇怪。祖母、爹，你们先出去一下，我给娘亲检查检查。”林建冉却没有脱他娘的衣服，而是把手放在他娘的肚子上。弟弟，我知道你能听见，你可能还在怨恨之前的林家人，对吗？如果是的话，你就动2下。在林建冉将手放在他肚子上的时候，他就感觉到不疼痛了。我知道你之前来过咱们家，由于林家的坏人使你不能降落世间，不过你放心，现在不一样了。现在爹是郡主，娘是王妃，你可一定要顺利的出生，并且快乐的长大。你之前那样折腾娘亲是不对的，你是不是想要让我过来？如果是的话，你就动1下。果然肚子鼓了一下。你放心，我不会让任何人有伤害你的机会，好好的在娘的肚子里长大。等你出生之后，姐姐教你读书写字，练武打拳。肚子鼓了一下之后，安静了。你以后不要折腾娘亲了啊，我会常来看你的。阿冉，他是我之前那个孩子，是吧？娘，这件事情就不要让别人知道了，连爹和祖母都不要说，我们心里有数就好。我以前觉得没有保护好他，对他很愧疚，所以今生还能再见到他，我很高兴。弟弟也不会想你愧疚的，不然他就不会再来了。一会儿怎么与你爹和祖母说呢？娘，放心吧，交给我就行。阿冉，你娘怎么样了？祖母、爹，娘亲没事了，是肚子里的弟弟太过调皮，提前胎动了。我已经为娘亲施了针，以后不会这样了。我家的孩子如此与众不同吗？这还不到4个月呀！你的意思是，你娘肚子里的孩子是个男孩？是男孩？是啊，怎么你们不高兴？宴会厅里面热闹非凡，宾客们自己在一起议论纷纷。哎，你们说长公主怎么今天才办认亲宴？郡王他们都回来好几天了呀。长公主是怕耽误郡主的婚期吧？云心罗在旁边听得差点咬碎自己的银牙。事情为什么不像上一世那样？林晋冉为什么要活着？所有的事情都是因他而改变。如果那时他死了，所有的意外都不会发生。我必须要做点什么才能把事情扳正。林晋冉绝对不能和温彦礼大婚。那些人应该来了吧？我都给他们去信了。如果他们再不来，那就太怂了。哼，我看得出来，温彦礼像上世没有和我圆房一样，他照样没有和林晋冉圆房。他应该也只是为了林晋冉的权势吧。各位，我宣宁真谢谢大家在百忙之中来到郡王府，参加我与成儿的认亲宴。诸位，我儿林开成之前被歹人抱走，更名为林大海。从今天起，
林大海正式用回林开成，这就是我的儿子林开成，现在的忠义郡王。这是我家成儿的王妃赵氏敬轩，这是我的孙女冉郡主，这是我的孙子林心计。长公主今天也是高兴，介绍完了他们，又把赵明志叫了过来。这是我儿媳的父亲，今年的2甲第10名进士。长公主，说起来，王妃的身份有一些低呀，不如再给郡王娶一房平妻吧。是吗？那你说我家儿媳应该是什么样的身份才合适呢？怎么的也得是3品大员以上的女儿吧。赵坚白想站起来反驳，被夫人拉住，摇了摇头，那意思是还没有到时候。我儿子之前是在乡下种地，你认为一个种田的，哪家的3品大员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你敢说老子的女儿配不上郡王？难道你想让你的女儿嫁过来吗？你认为一个种田的，哪家的3品大员愿意把女儿嫁给他？你吗？不对，你好像级别也不够呀。之前是没有，所以现在才要娶平妻呀。你的意思是，人的地位高了，就要把地位不如自己的妻子换掉？糟糠之妻不下堂，这句话你懂不懂？还是说你此人只可共患难，不可共富贵？是不是你随着地位的升高，妻子已经换了好几位了？如风雨，闭上你的臭嘴！你敢说老子的女儿配不上郡王？难道你想让你的女儿嫁过来吗？你敢说我的女儿不配？你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觉得什么事情都得经过你的评判？这怎么可能？王妃不是叫赵秀兰吗？是2甲进士赵明志的女儿。刚才长公主介绍了，怎么又变成你的女儿了？本来今天是长公主和开成的主场，我没想要发言。既然你如此挑事，那我只好站出来说话了，还请长公主不要怪罪。赵大人说的哪里话？但说无妨。我对不起我的女儿，她特别小的时候就被人给偷走了，我们找了30多年都没有找到，直到郡王回京，我们才发现王妃是我的女儿。原来很多年前她被人所救，一直好好的养着，那人就是赵明志，而他竟然是我多年未见的连襟，这可真是老天有眼呐！这句话里的信息量太大了，众人都被炸得反应不过来。什么？林竟然不光父族强大，母族也如此厉害？原来上一世是我捡了便宜。可是既然前世被我捡了，为什么这一次不再重来一遍？林既然果然不该活在世上。就在这个时候，从外面进来了几个人。云心罗一看，瞬间高兴了，与林竟然有婚约的人终于来了。长公主，真不好意思，听说我的孙媳妇回来了，我很是高兴，未曾接到请帖，私自前来，还请长公主恕罪。沈皇上，我孙女是回来了，她可不是你的孙媳妇呀。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呀。长公主此话差矣，在郡王的满月宴上，我当时提出娃娃亲，你当时说的是与赵夫人腹中的孩子有了娃娃亲，所以我才提出孙辈之约。长公主当时也没有反对呀，既然没有反对，那应该就是同意了呀。我去，这么狗血的吗？我也有婚约在身。这古代的人们把婚姻如此儿戏的吗？刚满月的孩子就被定了下来？
我的娘子怎么老有人惦记？那得看我同意不同意。沈皇上真是难为人，你难道不知道沉默就代表着反对吗？更何况当时我儿被人偷去，我哪还有心情去考虑他的孩子的婚姻呢？长公主，可是郡王活着回来了，那婚姻之事就得作数啊。林开成站了出来。沈皇上是吧？不好意思，当时的事情我不知道，再者无凭无据，我是不会同意的。你们不同意也不行啊，毕竟长公主金口玉言，她可是同意了的。温彦礼觉得他有必要站出来了。沈皇上，你刚才也说了，长公主并没有拒绝，也没有同意，那就是她并未开口，何来金口玉言？再说了，金口玉言只能用来形容皇上，你把这个词用到长公主的身上，这不是给长公主定罪吗？你是什么人？不才，本人是冉郡主的夫君。长公主，你这就有点过分了。冉郡主与我孙有婚约，你怎么可以私自配与他人？沈皇上，这可怪不了长公主。我与冉郡主成亲之时，长公主还不认识我们，所以你怪不到长公主。如果长公主有预测未来的本事，早就把郡王接了回来，为何还要让郡王在乡下受苦？再有，也怪你孙子与阿冉无缘。你的孙子如果像郡王一样，早早的在微末时期便把自己的娃娃亲找到，当然就没我什么事儿了，对吧？他拉着林静然的手，爱怜地看着他。温彦礼很庆幸自己早早地遇见了林静然。为什么云心罗没有说起？沈高飞不由得看向了云心罗，就这么一眼，让林静然明白了，这事儿坏在了云心罗身上了。我就说嘛，800年不来往的人，为什么会想起这个娃娃亲呀？原来是云心罗搞的鬼呀！可是他是怎么知道这事儿的？他几岁啊？难道是前世知道的？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意思很明显呀，你进来的时候没听赵大人说吗？我岳母是他的女儿，我岳父亲自找到了自己定下的娃娃亲，他们这才叫真正的有缘分。你的孙子也可以在阿冉微末之时找到他，那时的他也应该会同意你们之间的婚事，只是你们没有付诸行动，想要不劳而获，这是否有些不要脸了呢？而你今天来只是为了得到长公主府的势力吧，想着为自己的皇商之路再添一块砖。只可惜你的孙子与阿冉无缘也无分，注定此生没有交集的。长公主，现在冉郡主和温状元还没有大婚，何不给我一个机会？长公主也可以从中观察一下，我们俩到底谁更合适。沈公子，我与冉郡主的婚事皇上已经定下，况且我们是在补办婚礼，你懂补办是什么意思吗？就是我们已经是夫妻了。温状元，你应该也不是真心喜欢林静冉的吧？要不然你们都成亲1年了，为何还没有圆房？天哪，这些话是我们能听的吗？不会以后被灭口吧？应该不会吧。不过好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不圆房啊？难道是温状元不行？云心罗真是急眼了呀！一个姑娘家竟然在大庭广众之下说出人家夫妻间的事儿。云姑娘，你应该还未出阁吧？一个姑娘家这么喜欢管我们夫妻间的事情，这难道就是你兵部侍郎家的家教吗？他竟然对我说如此绝情的话，即使在前世他也不曾这样对我。果然一切都是林静冉的错，所以他不能活着。温状元，你怎么可以如此绝情？即使你不理会我对你的情意，但我说的也没有错呀。你们2人之间也没有感情啊，不然为什么不圆房？难道你在为别人守身，冷落林静冉？林静冉没有说话，慢慢的走到云心罗面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啪的一声打了他一巴掌，打得云心罗在原地转了2圈，然后摔到了地上。哎呀，真疼啊，脸皮真厚。温彦礼闪身过来，有事让别人动手，干嘛自己动手？等一会儿我给你上药去。
云心罗坐在地上还没有反应过来，有些痴傻的发愣。哎呀，阿罗，你没事吧？林静然，你不要以为你是郡主就可以随便打人，我要去皇上面前告你。立春，掌嘴！立春，掌嘴！二话不说，来到云夫人面前，左右开弓打了2下。你为什么打我？不知道为什么打你们。立春，给他们解释一下。是，云心罗作为一个臣子的女儿，妄议郡主房中事，视为1不敬；对郡主直呼其名，视为2不敬；云夫人对郡主直呼其名，视为3不敬。郡主只打1掌，体罚太轻，还请长公主示下。众人这才反应过来，云心罗自始至终都没有叫林静然一声郡主，被打也是活该呀。请府医来看一下，别到时他的脸出现问题，赖在我家阿染的身上。我家阿染还小，可不能被人无故诬陷。温状元，你是不是应该解释一下，你和林静然为什么不圆房？是不是心里装着别人？这次立春不用林静然吩咐，上前就打了云心罗1巴掌。立春，你怎么打人家那个脸啦？你好歹给人家来个对称呀！你瞧这样多不美观。长公主，是奴婢的错，下回可以打另外一个脸。好，这下在场的人都笑了。她林静然有什么资格当个郡主？难道就因为她是长公主的孙女吗？立春姑娘可以打另一张脸啦！啪的一声打在了另外一张脸上。温状元，现在可以说了吗？这云心罗是疯了吗？对这个答案如此执着。安然，我们要不说了吧？你看大家都想知道的样子，不如就满足大家的好奇。还是你来说吧，毕竟人家一个小姑娘，说这事儿还是有些害羞的。既然大家这么好奇我夫妻的事，我说一下也无妨。其实这事很简单，我师父给了我一本书，书上说男女不可成亲过早，假如已经成亲，也不可过早圆房，不然对男人、女人都不利。云心罗怎么也没有想到温夜里会说出这样的一番话，这让他之前的打都白挨了。你胡说，国师怎么可能说出这样的话？皇上驾到，皇后驾到。姑母，这是怎么回事啊？怎么大家都不吃饭，围在一起想要干嘛呀？皇上，温状元说有一本书，上面写着男女不可过早成婚，我们想要让他拿出来看看。云心罗的话差点把云夫人和云永志给吓死，不如趁这个机会把这本书灭世。确实应该如此，总不能我成亲晚了，别人却美女在怀吧？要难受，大家一起难受。哦，温状元真有这样的书？皇上，确实有这样一本书，只是这本书是师父给的。其实这本书是给冉郡主的，因为它属于医书的范畴，但是师父也让我看了，主要是让我遵守，别犯规。哦，医书啊，不知道国师有没有说过可以让别人看？回皇伯父，师父虽然没有说过让别人看，但是也没有说过不让别人看。他从来都不是一个自私的人，所以我去把这本书拿过来。你说放在哪儿，让丫鬟去拿吧，何必要自己去呢？立春跑了过来，又打了云心罗一巴掌，这一巴掌把皇上都给蒙住了。你为什么又打我？皇上还没有发话，你就先指手画脚，是对皇上的不敬。立春的话让众人点头，打得对呀。皇伯父，就是这本书，请您过目。阿然，这本书可不可以放在太医院，让太医们观看呢？当然可以啦。啊，不用经过国师的同意吗？师父之前说过，书给了我就是我的了，我想怎么处理都可以。好好好，这事儿黄伯父为你记上一功。黄元首，来，这本书给你，这可是我从我家阿然手中抢来的，你可一定要好好利用啊。小子之前与冉郡主有婚约，还请皇上也给小子一个机会。这可是我从我家阿然手中抢来的，你可一定要好好利用啊！啊！谢谢皇上。
谢谢郡主。郡主，有时间一定要来太医院看看，咱们一起研究研究医术。姑母啊，咱家阿染过几天就要出嫁了，你可准备好了嫁妆？皇上，小子是沈皇商的孙子沈星宇，小子之前与冉郡主有婚约，还请皇上也给小子一个机会。没有听说阿染有婚约在身呢，怎么现在又冒出个有婚约在身的人，还是皇商之子？哼，一个皇商罢了，还想娶我宣国的郡主，简直痴心妄想。别说没有婚约，就是有，也得给他搅黄了。沈皇上，这是你家的小孙子，胆子不小啊。皇上，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之前受了别人的利用，所以让郡主受了委屈，现在又薄礼送上，还请郡主笑纳。沈高飞把礼物盒子放在地上，转身带着沈星宇出去了。冉冉，那个盒子有问题，千万不要打开。哼，送一个有问题的礼物过来，也不知道有什么阴谋。皇伯父，我觉得这个盒子不吉利，我先去处理一下。皇上看着这两人的动作，就知道这个盒子一定有问题。两人进了屋子，关上房门，然后进了空间。空空，这个盒子有什么问题？会是毒药吗？我如果猜得不错，这里面应该是一种蛊，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蛊。蛊？是我想象中的那种蛊吗？不管是什么蛊，最后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控制你，所以这个得处理掉。空空，以你的本事，看不出来这是个什么蛊吗？我可以试试，不过你先准备好好东西过来，不然我又该虚弱了。空空把一只前爪放在盒子上，我查清楚了，这是一只控魂蛊子蛊。我查清楚了，这是一只控魂蛊子蛊。中了蛊之后，平时是清醒的，但是一旦母蛊出现在身旁，就会失去意识，人家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好他个沈高飞，把主意打到我们身上了，真是岂有此理。大婚的日子很快就到了。阿燕，人家都说了，婚前几天是不能见面的。他们不会知道的，我不要走。郡主，长公主和王妃过来了，问你睡了没有？大婚之日都随你，可好？真的。林静冉点点头，温艳里转身消失不见。阿燕没在这里？哦，你可不要骗我。我知道你们两人谁都离不开谁，但是老规矩就是成亲不能见面，还有2天，一定要坚持住。他知道情重，不会老来的。不来就好。你好好休息，其他的不用操心。娘，你刚才也听到阿冉说漏了吧？我就知道阿燕不会听话的。明面上不能在，暗地里咱们也管不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吧。林静冉听到两人边走边说的话，尴尬的有些想要挠头，躺在床上想着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林静冉想着这些事情，不知不觉的睡着了。但她醒来的时候，发现自己不在自己的屋子里面，而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你是谁？阿冉去哪儿了？我就是林静冉啊。温艳里一把掐住她的脖子。空空，这怎么回事啊？为什么我不在自己家里啊？你睡得太死了，现在已经是第3天了，今天你必须要回去，不然你就赶不上明天的婚礼了。林静冉大吃一惊，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啊，她为什么一点知觉都没有呢？林静冉给自己把了下脉。空空，我发现我中了毒，可是我人怎么没事呢？你在灵泉中泡了不知道有多少回了，区区一点小毒，你的身体会自动排出来的。只是现在这个地方离家很远很远，想要1天之内回去，难。哎呀，回不去就回不去呗。如果他们没有发现我丢了，那就说明有人在冒名顶替我。如果他们发现我丢了，现在肯定在找我，只是不敢声张。如果有人冒名顶替我，温艳里却没有发现，那他也不适合做我的夫君了。
如果他为了找我不成亲，我也可以原谅他。可是如果他为了成亲找人替我拜堂，那对不起了，此生永不相见。正在寻找林嫣然的温艳里，此生永不相见，那怎么行？绝对不行！幸亏我没有让人冒充我们2个人拜堂，不然阿染一定恨死我。和他再一次成亲，就是为了和他正式拜堂，可不是给别人机会的。话说那天晚上，温艳里回去之后，心中很是不安。等了一会儿，他又折返回来，发觉屋里的气息不对。他进入房间，床上确实躺着一个人，但是味道不同。于是他起了怀疑，立刻把人叫醒。等床上的人睁开眼，温艳里立刻发现这不是林嫣然，尽管他们长得一模一样。你是谁？阿染去哪儿了？我就是林嫣然啊！温艳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说：我的阿染去哪儿了？不然我让你生不如死！温艳里的声音惊动了外面的丫鬟，他们发现自家姑爷疯了一样的掐着郡主，吓得把长公主和王爷王妃都找了过来。阿燕，你这是干什么？他不是阿染，阿染不见了。说，你是谁？我女儿呢？我就是林嫣然呐！温艳里可不会怜香惜玉，即使对着和林嫣然一样的脸，她也不会心疼。你不说是吧？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他手上用力，一点一点地把手收紧。我说，我不是林嫣然，我是云心罗。长公主气得上手一个巴掌，山内云心罗差点归了天。温艳里让人把他给绑了。爹娘，我去找阿染，你们看好他。我们回来之前不要成亲，不要想着让人代替我们成亲，这是我给阿染的牌面，其他任何人都不能替代。你找不到他，反正你喜欢的也是这张脸，有我嫁给你不是一样的吗？上前一步卸了他的下巴。我们回来之前好好看着他，不要给他一口饭，不能给他一滴水。哎呀，空空，你查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啊？我们怎么出去啊？这个地方咱们没有来过，具体是哪里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咱们没有来过，具体是哪里我也不知道。只是外面有2个人看着，武功都很不错的样子，应该就是特意请了高手对付你的。如果能够联系上温艳里就好了，那样我就不用单打独斗了。温艳里有些着急。无名，你能不能联系上空空？无名感应了一下，可以。冉冉，无名在联系我，他想要知道我们的具体位置。他们在哪里啊？应该不会很远的。我现在把周围100里的情况扫描一下，传给无名。空空把周围100里的情况都扫描了一遍，传给了无名。无名把信息与温艳里共享。大哥，咱说下话呗，不然我会睡着的。二弟，你想说什么？再坚持一会儿，3弟和4弟就会过来换岗了。你说主子到底怎么想的？京上那么多女人，还都挺漂亮，他都不要，非要这个有夫之妇。你说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主子的事情不要多问，让干嘛就干嘛。等京城那边温艳里和云心罗成了亲，咱们再把林嫣然带回去，到时木已成舟，什么都晚了。林嫣然不会提前醒来吧？放心吧，主子给的药量足以让他睡5天了。2人的对话不仅温艳里听到了，林嫣然也听了个真切。去他母亲那个球，到底是谁把我给掳过来的？还给我下这么重的药量，这是不想让我醒着呀？那就是不想让我成亲呗，想让云心罗代替啊？难道云心罗会易容？阿燕，是现在动手还是一会儿再动手？无名，问一下空空那2人距离这里的位置，不能让他们打个措手不及。空空说那2人还在翠云楼里睡觉，要来的话还有的等。温艳里来到林嫣然所在的屋子的门口，从怀中掏出一个细丝，3下5除2的把锁头打开。当温艳里进来的那一刻，林嫣然瞬间将棍子收起，一个跳跃进了温艳里的怀中。王两，别跟他们废话，先打一顿再说。不一会儿，听到屋里有人说：不行，我要睡了。
然后听到扑通一声响，倒下了。另外一个说了句不好，也倒下了。就听到院外有脚步声响起，还没有反应过来，林继冉和温艳礼从两边打向两人，打了个正着，倒地不起。就在温艳礼和林继冉想要动手审问之时，按一按二从外面进来，后面还跟着魑魅和王两。夫人，按二失职，请责罚。起来吧，那天是怎么回事？夫人，那天我也不知为何吃坏了肚子，一晚上都是跑厕所。等我有所好转时，主子已经追你去了。你一定是受了敌人的暗算。按一按二，先看看他们嘴里面还有没有毒药，如果有，牙齿全部敲掉，再安上下巴。我们再怎么不对，也不会伤你性命。我们主子还看上了你，想要让你当我们的主母。哎，这么好看的视频看饿了，没有零食怎么行？我刚买到的试吃零食麻辣王子辣条，解馋香辣，太适合看剧了。最近都在抖音商城大牌试用试吃零食，身边的朋友嘴馋了直接在这里尝鲜，这一包才9块9，超多好吃的零食都有上新，好多领券后才不到9块9。点商城进大牌试用，或者直接点评论区就能直接选。你给我闭上你们的臭嘴！谁稀罕你们的主母？夫人早就是我们的主母，你们想来抢亲还要理直气壮，简直无耻至极！我们主子看上他是他的福气，他不高高兴兴的接受也就罢了，竟然还敢拒绝。王两，别跟他们废话，先打一顿再说。按一按二憋着一肚子的气，早就想收拾他们了。现在两人没了还手之力，他们打的没有丝毫顾忌。不要打死了，还要审问呢。让你嘴不干净。我不办了，我说。林继冉看着手里的纸，满意的点点头。没有白做一回坏人呐，拿到了好东西。这不仅是林继冉被绑架的过程，里面还有沈高飞家不少的秘密呢。给他们一个痛快吧，然后把他们送给沈星宇。阿燕，走，咱们吃点东西，出发。现在两人的缥缈步已经接近大城，就他们的实力，全速前进，3个时辰就能到。夜里的心中乐开了花，脸上也乐开了花，终于要把娘子娶回家了。怎么？祖母、爹、娘，现在不是问这些的时候。阿冉能回来就是最好的，现在抓紧时间给阿冉化妆，我回去就要过来接亲。对对对，快带阿冉去化妆。祖母，那个云心罗呢？你走不久，有人闯了进来，把人给带走了。先不管他，现在先把婚礼举行了再说。赵氏走了过来，把林继冉摁在凳子上，拿起梳子给女儿梳头，一边梳头一边流泪，把长公主看得有些心酸。她知道赵氏想起了以前受苦的日子，虽然之前阿冉算是嫁了人，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出嫁还是今天。璇儿，你也别哭了，不然阿冉心里更难受。咱们家的孩子在温家受不了委屈。新郎来了，新郎来了，新郎来接亲人了。按照惯例，新娘应该由本家兄弟背出去放进花轿，但是林继冉不舍得让林心计背她。温艳礼进来了，他二话没说，直接把盖着盖头的林继冉打横抱起，然后拜别亲人，直接出门把林继冉放进了花轿。阿冉，坐好，一会儿就到家。没想到不想让阿季累到，反而被温艳礼给抱了出来，真是有些羞涩。温艳礼的心中乐开了花，脸上也乐开了花，终于要把娘子娶回家了，怎么能不高兴？两人一个坐轿，一个骑马，前面唢呐开路，后面众人抬着嫁妆，浩浩荡荡的由公主府直奔温家。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两人跟着唱礼人的声音做着动作，上方温家二老眼中含泪，尤其是袁氏，这个儿媳妇儿是他相中给阿燕娶回来的。等一下，我怀疑新娘不是冉郡主。什么？新娘不是冉郡主？那是谁？温状元怎么敢换新娘啊？不知阁下是何人？你也别管我是谁，你敢不敢把新娘的盖头揭下来，让大家看一下？你要是来恭喜我的，那请到席间吃酒。我今天高兴，
如果你是来闹事的，我可是会报官抓你的。温状元，我可没有闹事的心思，我是好心提醒你，别被人换了新娘还不自知，将来对不起冉郡主。来人，报官，让人查一下是什么人指使他过来闹事的。是。等一下，我有证据。温彦礼看着沈星宇一步一步的走来，脸色极其难看。就是这个人把他娘子掳走，现在还想要让他出丑。沈星宇来了，这个王八蛋怎么没拉死他呀？他怎么还有脸来这儿闹事儿啊？我能证明你旁边的新娘不是你的冉郡主。我能证明你旁边的新娘不是你的冉郡主。难道云心罗在他手中？难道云心罗是被他救走的？以为现在的新娘是别人装扮的？还是说云心罗被别人救走了，而外面的人是云心罗找人易容的？娘子说的不错，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温宇一拍手，让人带上来了一个穿着红嫁衣的女子，赫然就是林近染的脸，只是她双眼呆滞，像是个傻子。沈星宇，你说这人是冉郡主，你可真会睁着眼睛说瞎话。这个人不是我师妹，这个人就是林近染。他之所以成了这个样子，是因为他吃了我的迷情蛊。你怎么能证明他就是冉郡主？我与他是有婚约的，那天晚上就是我把他带走的，也是他自愿吃下的迷情蛊。我们两人已经成了好事，现在我来将它还给你。大家不必多礼啊，今天我高兴，不必行那些虚礼。沈公子，想必你也听出来了，我娘子就是冉郡主，你身边那个是个冒牌货。不过你既然敢把人易容成我娘子的样貌，我觉得你这是侵犯了郡主，冒犯了皇气，我要报官处理。今天不是温状元和冉郡主成亲吗？怎么还要报官呢？大人，我与娘子刚刚行完礼，这两人就过来闹事。先是此人说我娘子不是冉郡主，又有此人带着一个易容成我娘子的样貌的人过来，说此人是我娘子。大人，确实如此，他们真是来闹事的。温状元先和冉郡主去新房走完礼仪，然后带着冉郡主出来一趟不就行了？只是那样的话，确实是委屈了郡主。这倒是个好主意。其实在这儿接了盖头也无妨，只是不能让他们得寸进尺。两人重新出来的时候，还是那身衣服，还是那些饰品，只是没有了红盖头。老天爷，我谢谢你。我给你倒杯热水，你捂下肚子。沈公子，有一点你说错了，我与你没有婚约。你怎么可能回来？大人，沈公子来我家闹事之事，还请大人让沈家给我一个说法，不然我明天进宫问一下我皇伯父，这事儿应该怎么解决。郡主放心，我这就把他们带到京兆府，让府尹大人审问一番。林近染和温彦礼回到自己的新房，温彦礼抱着林近染。阿然，你终于是我的妻子了，虽然中间有些波折，但是结果是好的，不弃我。你放心，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阿燕，我很高兴嫁你为妻，此生愿我们执手以牵，相伴远行，人生在世，君过今日。所以你一直如今日，我一直似今朝。魏彦礼没有想到，他家娘子真的对他做出了承诺。我心不变，亦若今日。安然，我想要……林近染知道温彦礼的意思，于是点点头。温彦礼欣喜若狂，刚要亲上林近染，就见林近染突然捂住肚子。哎呀！安然，怎么了？这要怎么说呀？安然，你哪里不舒服？我让人找大夫。不用，我是来小日子了。老天爷，我谢谢你。我给你倒杯热水，你捂下肚子。不用，我去空间换洗一下。说完，他便消失了。温彦礼看着消失不见的娘子，心中出现了慌张。空空，你能出来一下吗？
他的话音刚落，空空便出现在了他的身边。阿燕，你找我什么事儿啊？阿然，我想和你绑定灵魂，我想和你一样可以进出空间。阿燕，你找我什么事儿啊？今天可是你的新婚之夜啊！阿冉为什么去了空间啊？哦，他应该一会儿就出来了。我找你有点事儿。什么事儿啊？怎么样才能让我自由出入空间？需要付出什么代价都行。你确定？确定。如果想要进入空间的代价是你的性命呢？你说点实际的，我知道不是这个。如果是这个，我和阿冉还怎么做夫妻？你果然就像冉冉说的一样，是个反派的料子。不过代价不是性命，是灵魂。灵魂？要我出卖自己的灵魂？那不行。如果没有灵魂，我还怎么爱我的阿冉？我说的是真的，不过不是出卖灵魂，是让你和阿冉的灵魂绑定。有2种绑定，一种是你们2人心意相通，一种是痛苦分担。你选择哪一个？我选第2个。那就等冉冉出来，你们一起商量吧。商量好了，一起进空间绑定。你现在不能把我带进去吗？你现在就想进去？是。行吧，那你抱住我。温夜里依然抱住他，一转眼2人到了空间里。阿燕，你怎么进来的？阿冉，我想和你绑定灵魂，我想和你一样可以进出空间。他不明白空空和温夜里说了什么。就是阿燕说的那样，他怕你有一天消失不见，找不到你，所以选择和你绑定灵魂。有什么副作用啊？对你没有，对阿燕有，所以你们商量一下。哎，空空，你一次说完不行吗？干嘛像挤牙膏一样，问一点说一点？哎，行，瞧你急的。有2种选择，一种是心意相通，一种是痛苦分担。他选的是第2种。阿燕，你要想清楚，不要一时冲动。这个空间只有我，你可以进来的，没有必要选择绑定的。阿冉，看不到你，我不安心。我不想一个人独自彷徨，我宁可承受痛苦。更何况，也不是事事都痛苦，只是在你痛苦的时候，我才能分担的。阿燕，我不希望你后悔，所以你再想一想吧，别到时候后悔了，可没有退路可选的。我做过的事情都不后悔，我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会为自己的选择承担责任。行，你不后悔就好，我没有意见。空空，来吧。你真的不后悔？阿燕，我再说一遍啊，阿冉的灵魂可以说是从异世界而来，也可以说是从此界的灵魂去过异界，所以他会不会短命真的不知道。然后让2人相对盘腿坐好，开始绑定。2人脑海都放空了，接受了另外一个灵魂的侵入。然后让2人相对盘腿坐好，开始绑定。2人脑海都放空了，接受了另外一个灵魂的侵入。等2人再次醒来的时候，他们好像彼此又过了一世。林静冉看到了前世的温燕里的一生，温燕里也看到了林静冉作为孤儿的那一世。温燕里感受到空空的存在，林静冉也感受到了无名的情况。哎呀，认识你们真是多灾多难呢！把我放到宝物跟前吧，我要沉睡一段时间了，你们2个人自便吧。空空，你有没有事儿啊？我没事儿，我有一种感觉，再次醒来后我会觉醒某些技能。我感觉老天爷就是让我在反复痛苦中成长。表哥，你今天怎么过来了？昨天你的成婚太过热闹，阿燕不放心，让我今天过来看一下。沈皇商，不知你今天前来所为何事？臣王殿下，我那孙子做下了错事，我想请求郡主的原谅，只是没有达成一致意见。表妹，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林静冉将昨天的事情又说了一遍，同时又将沈星宇绑架他一事也说了个明白。表哥，事情就是这样。沈皇商，绑架郡主是死罪。这几天光顾着剪视频，家里乱糟糟都没收拾。早上整理的时候，
顺便把落灰很久的闲置物品挂在闲鱼上网。现在闲鱼还有 AI 发布功能，卖闲置更方便了。我已经回去了好几千，现在用 AI 发闲置还能抽2025元红包，上闲鱼有钱花。你们快点击左下角试试吧。臣王，草民知错，草民会将1半身家送给郡主，以求郡主放了我家余孙。沈皇上果然是大气之人啊！表哥，你与沈皇上一起清点家产吧，我就不去了。等点好了之后，我把我所有的赔偿都捐给国家，让皇上充盈国库。表妹，你真的一点都不留？我要那么多钱干什么？我自己又花不完。我守着那么多钱，晚上会睡不着觉的。再说了，这钱本来就是冲着皇上的面子给的呀，我给皇伯父，这不是很正常的吗？我这就进宫禀报父皇，到时必为你继承一功。不用，我要那些赔偿，本来就是为了不想丢皇伯父的脸，没有功劳的，我没有功劳的。祖母，爹，娘，好好，回来就好。阿然，成亲这2天，阿燕对你怎么样？林静然听他娘这样问，脸腾的一下就红了。阿然，你们是不是还没有圆房？好他个温艳丽，以前表现得那么喜欢，求娶得那么坚决，以前也就罢了，毕竟要科举，现在怎么还是如此冷待于你？早知道说什么也不能同意你们成婚。祖母，这事不怪阿燕，是我。怎么不怪她？祖母，这事不怪阿燕，是我。怎么不怪她？阿然，是不是阿燕有什么难言之隐？祖母娘，你们误会了，不是她的原因，是我的小日子来了。这事确实不怪人家温艳里。不对呀，我记得你的小日子不是这几天呀，怎么会突然来了？可能是前几天我被人绑架，身体有些累到了，所以才会紊乱。阿燕没有说什么吧？他要是连这个也怪，那干脆别娶妻了。你呀，阿季，你说的是真的？你再跟姐姐说一遍，你梦到了什么？姐，你没有听错，我梦到宫变提前了。阿季，你的梦中宫变的大致时间有吗？姐，那些画面不是很清楚，但是我敢肯定是冷的时候，就是不知道是年前还是年后。年前年后，难道会是娘亲生产的时候？阿然，我可以进来吗？进来吧。姐姐，我不想让别人知道这些。没事的，你姐夫可信。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情？阿燕，你梦中宫变是什么时候？什么？姐夫也梦到了前世？阿季，你不要一个人承担，有事情就和我们说。我也做梦了，我们可以对比一下。阿季，我们都在努力避过前世的结局，你姐夫不是前世的那个样子，他现在与我们在同一条船上。林晋山，你以为你和温艳丽成亲了就能幸福的生活一辈子吗？我云心罗得不到的东西，他就毁掉好了。长公主的孙女，状元夫君，这么高的身份，你配拥有吗？你现在暂时死不了，如果你说的有价值，我可以让人给你看病治伤；如果没有价值，你也只能自生自灭了。郡主，我叫梅香，是云家的云心罗的丫鬟。你应该不是他的贴身丫鬟吧？我似乎从来没有在他身边见过你。郡主，我只是院子打扫的丫鬟，但是我真的知道他的把柄。你的伤能不能早点好，全看你提供的信息是否有用。云心罗不是真正的才女，云寻芳才是。而且我还知道，云心罗并不是荣世子的救命恩人，真正的救命恩人是云寻芳。但是为了云心罗发光发热，云寻芳只能在后院一个小小的院子度过残生。这应该是秘密吧？你是怎么知道的？郡主，我其他都不行，但是我的听力特别好，所以他们有时候说的悄悄话都被我听到了，但是我什么都不敢说。云家实在不是一个好去处，云心罗现在越来越疯狂，梅香只是想活命。安二，找人给他治伤，你好好养伤。这里有一个老嬷嬷，有事就叫他，无事不要打扰。
谢郡主。林静然的小日子终于过去了，等得温艳里都觉得过去了好几年了。在终于得到了肯定以后，真正的新婚夜开始了。温艳里白天是个温润公子，晚上就是一个凶猛野兽。阿贤哥哥，我虽然不再执着于温艳里，但是我不甘心这样的境遇。阿贤哥哥，你即使不想参与，也不要阻止我好不好？阿罗，你真的不考虑我吗？我们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难道真的没有感情吗？郡主，快和老奴走，晚了怕就来不及了。我们青梅竹马，从小一起长大，难道真的没有感情吗？我又不是你真正的救命恩人，我之所以认下这个身份，就是为了让你当我的舔狗，让你为我办事。如果跟你成亲了，之前的事被翻出来怎么办？如果嫁不成温艳里，嫁给谁不是嫁？如果不谈感情，为什么不嫁一个地位高的？嫁给你荣之贤能有什么好处？阿贤哥哥，我现在根本就忘不了温艳里，如果现在就选择你，不是对你不公吗？不过你放心，我总有一天会忘记他的。只要阿贤哥哥那时还没有成亲，我一定会选择阿贤哥哥。阿罗，你说的是真的？你只要忘记了温艳里，就会嫁给我？郡主，快和老奴走，晚了怕就来不及了。当归，拿上我的药箱，走。是。林静然一路小跑进了娘亲的房间。到底怎么了？郡主，王妃疑似有小产迹象，我有些无能为力呀。他打开药箱，拿出灵泉水给赵氏喝了一口，又拿出盐针逼毒。弟弟，这次是姐姐疏忽了，让你和娘亲受了委屈，遭了罪。你放心，我不会放过他们的。祖母，让人把我娘吃的、喝的、用的全部都拿来给我看。果然在未来得及处理的茶渍中发现了问题，茶叶下面竟然有桃仁，虽然磨细了，最后还是有一些残渣。林静然压下心中的怒火，赵氏本来就桃仁过敏，他娘的身体还能扛得住，也就只是灵泉的功效了。如果之前他没有给赵氏调理过身体，现在一尸两命极有可能。管家把赵氏院里所有的丫鬟都叫了过来，长公主把事情全权交给林静然处理，自己坐在主位压阵。我知道我们一家人来自于乡下，你们生活在大城市的人会看不起我们也很正常，但是害人性命这件事儿就超出了我的忍耐底线。喂，把第二排第二个、第三排第一个、第四排第四个、第五个给我拽出来。郡主，不是我们害的王妃。烧水、沏茶、倒水、处理茶渍，都是你们几个人在负责。等了一会儿，水仙回来了，拿出来一堆东西。祖母，咱们家下人的条件挺好的呀，这月例竟然都可以在外面买房子了。这些东西是怎么来的？这是谁的？郡主，这是从阿蛮床下的箱子里搜到的。阿蛮，你包里的首饰是怎么回事？这可不是你能拥有的。郡主，这不是我的包裹。阿蛮，你可想好了，这个包裹是从你床下的箱子里找到的，你抵赖不了的。不可能，我床下根本就没有箱子，不信你问荷花。你的事情我怎么会知道呢？水仙，把你的手涂一下，这里面的首饰都有毒。我知道这些首饰不是你们的，但是我也知道给你们的人肯定不怀好意，他是想让你们干完坏事之后直接死去。你们如果交代清楚，我可以救你们一命。我看到过荷花出去买东西，我也见过他往家里拿东西，也见他出去卖过东西。郡主，我不是故意要害王妃的，我也没有办法，是他们逼我的，我也不想死。他们是谁？他们是……还没等他把话说完，一只飞镖射过来，他二话不说飞身上了房。空空，那人去了哪里？你可有眉目？那人没有离开，就藏在王府之内。空空，能查出那个人藏在哪个院子吗？在你父亲书房那个院子。说吧，为什么要杀死荷花？郡主，我与荷花是一伙的，都是云心罗让我们这么做的。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知道王妃有孕，
就想把王妃整死，让你伤心难过。他说，只是第一。想到云溪罗现在都将仇恨延伸到了无辜之人身上，那你们家真的是可以覆灭了。兰儿，你受苦了。早知如此，我们不如留在桃花村不出来。说什么傻话呀！阿染不在，爹也不在，就我们3人在那里，你不觉得孤单？再说了，到了京城，你找到了亲人，我也找到了亲人，还能和阿染经常见面，这不是很好吗？兰儿，这些我都明白，可是京城太乱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有人来害我们。阿叶，据得来的消息，云心罗看似已经放弃你了，但是我觉得他并没有放弃。也许投靠3皇子，逼宫造反，会是他的最后一步棋。他宫变成功之日，便是你失去自由之时。唉，云心罗与前世的温艳里何其相似啊！境遇相似又如何？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有能力封魔，也要有能力收场才行。阿染，什么时候收拾云心罗？我不想再看到他蹦跶。我要看着小弟出生，才能放心的对付他。阿染，为什么？提前结束的不好吗？阿燕，这是一本书的世界，我来的时候还没有完结。你，还有云心罗，是书中的男女主。我不知道他的死会不会对这个书中的世界造成动荡，所以我要等书中并不存在的小弟出生。因为有人说过，一个世界想要打破，就要用新生命来填充，小弟必须出生。阿染，这是一本书又如何？我们都是真实存在的，说明这一方小世界已经独立了。更何况有我在，我不死，世界就不会塌。阿燕，不要阻止我，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以后，还关系到我们的孩子。你说孩子？难道你怀上了？燕，不要阻止我，这不仅关系到我们的以后，还关系到我们的孩子。我想让世界长久的存在，我们的孩子要在这个世界生活下去。阿染，你说孩子？难道你怀上了？阿燕，你想什么呢？我们才圆房几天呀，怎么可能怀上啊？而且我有预感，云心罗不死，我们不会有孩子的。温艳里没来由的一阵心痛。放心，我不会让你受伤的。仲伯，什么事？少爷，镇国寺有人捎来一封信，说是悟空大师的。看看老和尚说了些什么，他应该是又感应到了什么才对。转眼赵氏的预产期要到了，林静然非常紧张。阿染，别害怕，也别紧张，不会有事的。在村中我都能顺利的生下你们姐弟，这次也不会出事的。长公主在旁边也有些担心，从她知道赵氏怀了孩子，她就开始害怕了。她担心高龄产妇有危险。郡主，荷花来了。郡主，小姐探听到云心罗将王妃产期告诉了3皇子，他们商定王妃生产之日就是宫变之时。你说什么？阿染，怎么了？祖母，没事的，这事我知道了。你回去告诉云寻芳，让她抓紧时间立功。到时候如果我不在，东西可以给我祖母，她知道怎么办。没什么大事儿，云家一个庶女求到我这里，我决定帮她一把，一起对付云心罗。刚才她的丫鬟过来找我，林静然知道了生产之日就是宫变之时，有些坐不住了。今天叫你们来是有事情要说。我得到消息，这几天将有大事发生，所以你们几个人分成2批，一批归我调遣，一批归温艳里，而且是随时待命。这一天终于来临，赵氏要生了。果然这边刚一阵痛，那边便传来消息，3皇子进宫了。阿燕，你去皇宫吧，一定要保住皇上的命，千万不能让他出事儿，也不能让大皇子出事儿。给，这是解药，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用，别让皇上忌讳你。赵氏进了产房快1个时辰了，还没有动静，这非常不正常。祖母，我进去看看。不行，你都没有生过孩子，你进去干嘛？祖母，我觉得心中不踏实，必须要进去看看。
林静冉进了产房，发现赵氏一个人躺在床上痛呼，稳婆站在一边，只是说话不上手。她觉得很奇怪，不对呀，我没有见过别人生孩子，但是我知道稳婆都是要亲自动手的，他们为什么不动手？林静冉不自觉地吸了下鼻子，突然脸色大变。来人啊，把他们给我拿下！林静冉说完，抱起躺在床上的赵氏，出了产房，来到院中。祖母，把稳婆绑了，好好审问。我给我娘换个屋子，这个屋里有不好的东西。娘，现在没有稳婆，就我们2个人，我给你看一下情况。好你个云心罗啊，千算万算，没有想到你竟然从稳婆身上下手。小弟，你要自己争气一些，自己转一个方向。我知道你可以的，你一定可以的。我们2个人一起努力，把太尉正过来。我在外面给你力气。空空，你也帮我一把。在3方共同的努力下，肚子里的孩子终于变成了头朝下。林静冉从空间中拿出一个人参，掰了一块放在赵氏的嘴里。娘，含在嘴里，你一定不要晕过去，孩子已经正过来了，马上就可以生了。赵氏毕竟是第3胎，生产还是比较顺利的。林静冉把孩子放在赵氏身边。娘，你看着弟弟。祖母，给奶娘送一些银两送走吧，我娘自己喂就行。我实话说了吧，宫变开始了，我还得去宫中救皇上，所以现在家里也很危险。不知道云家和3皇子有没有什么后手。祖母，你不用担心，我让魑魅带人来了，就在暗处隐藏着。安儿，你也留下，有闯入者杀无赦。云心罗，我小弟已经顺利出生，你我2人的战斗正式开始。郝瑞，你想干什么？三弟，你这是干什么？快放了父皇！3皇子后面跟着云家妇女，甚至还有沈皇商，这是明显的逼宫啊！郝瑞，你到底想干什么？快放了他们！皇儿，你到底怎么了？是不是别人跟你说了什么话？你不要被别人蒙蔽。谁让你们把我母妃也押过来的？快放了他！皇儿，快放了你父皇，不要再任性下去。正在大家以为事情只能这样，皇上最后会写下诏书时，温宴礼到了，众人就只见一道人影闪过，皇上从刀下消失了。温宴礼把皇上带到安全地带，立刻用刀割了绳子。皇上，臣救驾来迟，还请皇上恕罪。不迟，刚刚好啊！2人重新出现在大殿之上。温宴礼，你想干什么？你带刀闯入皇宫，想要造反不成？3皇子，贼喊捉贼说的就是你吧？你带兵闯入皇宫，逼着皇上让位，再嫁祸给陈王，其心可诛。父皇，现在我手里有你的女人们，你要是不同意让位，我就一个一个的杀。逆子，你敢！父皇，我有什么不敢的？皇上，不能下旨，臣妾死不足惜。3皇子并非贤德之人，他若上位，必定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啊！七妹啊，你要怪就怪父皇太偏心。金罗，你今天别想逃走。3皇兄，人都是要死的，早死晚死都一样，只不过你终究不会坐在那里的。就在他一想的时候，手中的刀又掉了，这次手腕的疼痛加倍了。温宴礼，这是我皇家之事，你不要干涉。阿然喜欢的人你都不能杀，你要是想杀人，杀你后面那对妇女吧。他与我是一伙的，这些主意都是他出的，他可是我的大功臣啊。云心罗现在有些恨3皇子，这些话为什么要说出来？众将士听令，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给我杀！3皇子一声令下，现场开始了大混战。就在大家着急之时，林静冉到了，杀出一条血路，冲到皇上面前。这不可能！你怎么知道我把他们调到哪里去了？现在皇上的暗卫已到，3皇子这是造反！想想你们的孩子，想想你们的老人，还不醒悟吗？如果冥顽不灵，别怪我今天大开杀戒！林静冉在胡说八道！你们既然进了宫，就万没有活着出去的机会，
除非我胜了。阿然，伯父给你压阵，你放心杀敌。云心罗在人群后方吓得花容失色。林静然怎么这么厉害，武功这么高？难道我今天又要像前世一样死于宫变吗？哼，我还有一张王牌。林静然一路追到了郊外，堵住了两人。云心罗，你今天别想逃走。林静然，我们果然就是前世的对头，今生的仇敌，我们就是不死不休的局面。阿罗别怕，我不会放弃你的，你在这等着，我去解决了他。云心罗知道这人功夫不错，不然他也不会为了后路把清白都给了他。林静然知道这人会用毒，所以刚才就悄悄地吃了解药，喝了灵泉。哼，在姑奶奶面前用毒，不自量力。不一会儿，那人中了毒，跪在了地上。你怎么会用我无剑山的毒？你与云心罗是什么关系？你既然会无剑山的毒，那你如果不是来自无剑山，就是师承我师爷请承望吧。云心罗见那人失败了，悄悄地走了。我说这位兄弟，喏，看到了，人家丢下你走了，这样的人你还护着干嘛呀？他把第一次都给了我，没有想到心里没有我，只想着利用我。那女人那么狡诈，谁知道和几个人有过第一次啊？阿燕，这人是无剑山的，你好好问一下。我去杀了云心罗。林静然，我不会放过你的。既然宣国不能待了，那我就去其他国家。我就不信了，凭着我的相貌，还能没有好日子过？是吗？你还挺有自信的。就你这长得歪瓜裂枣的样子，哪来的勇气说出那样一番话的？林静然，你有完没完？非要赶尽杀绝吗？云心罗，你是怎么厚颜无耻地说出我过分的话的？可是当林静然想要劈下去的时候，空中有雷声阵阵，似乎在警示林静然。林静然，我就知道老天都是向着我的，你是杀不了我的。我既然可以重生，我就是大女主，我怎么可能会死？不让我杀？哼，我命由我不由天。今天云心罗必死。林静然再次举起手中的刀，狠狠地劈向云心罗。今天就是死，也要让云心罗命归黄泉。阿燕，别做傻事儿。阿染还没有死，他这是杀了书中女主后的反噬，可惜刀劈歪了。以林静然的功夫是不可能出现劈歪的情况的，那就说明这方世界不让他杀了云心罗。林静然，收手吧，你是杀不了我的。要我说，你就把温艳里让给我，自己好好活着吧。今天你必须死。云心罗怎么也没有想到，就在他以为自己不会死的时候，他的身体分成了两半。林静然觉得眼前一黑，向后倒去。温艳里一把接住就要倒地的林静然，仰天大喊：阿燕，别做傻事儿。阿染还没有死，他这是杀了书中女主后的反噬。公公，你说的是真的？你为什么如此虚弱？阿燕，我与阿染是一体的，他反噬了，我也会陷入沉睡。好在你们之前绑定了灵魂，以后空姐你也可以进去，只是我无法再帮你了。我等着你救醒阿染。云家，一个都别想活！安儿，把那个女人给我喂狼。温艳里把林静然抱回王府，放到了他的床上。温艳里不说话，只是用手抚着林静然的脸，描绘着她的轮廓。长公主，长公主，大事不好了！当归，怎么了？发生了什么事？长公主，你快去看一下吧。姑爷好像是傻了，郡主躺在床上不动。阿燕，阿染这是怎么了？祖母，阿染没事，只是昏迷了，总有一天会好的。阿燕，
阿染是不是死了？温夜里的情绪有些波动。不是，他是为了救皇上追坏人时用力过度，反噬昏迷了。祖母，我去找皇上蓝人参吊命，让皇上蓝人参吊命。不管如何，阿染都是为了救他。我来之前，谁也不要动阿染。温夜里想得很清楚，林静冉就是为了皇上才昏迷的，说什么都不能让人知道他是为了杀云心罗而反噬的。是不是阿染出事了？一个从来没有哭过的男人，竟然在有人问林静冉是否出事的时候哭了。到底怎么了？是不是阿染出事了？阿染在追击敌人的过程中又来了一个强敌，阿染在我未到的时候用力过度，造成反噬，现在昏迷未醒，需要人参吊命。婵儿，开库房。林静冉为了救皇上昏迷不醒的消息传遍了京城内外，包括镇国寺。天黑了，温彦礼插好自己的房门，抱着林静冉进入空间。温彦礼把林静冉放在盛满灵泉水的浴缸里。阿染，我想你了，你什么时候才能醒过来？现在可以看到你，是我最后一点安慰了。空空也沉睡了，就连无名也没有了反应。现在我都觉得无名不是与我有联系，而是与你有关。阿染，你知道吗？我现在开始做梦，做的梦很奇怪，醒来就忘记了。可是我觉得那个梦特别重要，我知道那个梦和你有关。姐，我知道你一定会醒的。我把好玩的事情告诉你啊。云家被抄家了，云家所有人都被下了大牢，但是云家有个庶女却让人找到了祖母，也不知道她与祖母说了什么，祖母竟然进宫求了皇上，整个云家只有她被赦免了。我猜她之前找过你吧，你是不是也觉得她可怜，所以才会同情她的？姐，我又做梦了，我梦到你醒了，天天带着小弟出去玩。姐，你醒过来吧，你醒过来吧，哪怕我让出去一半姐姐，我都愿意。阿锦，你该去学习了，不然你姐姐回来看到你落后的成绩，她会伤心的。姑爷，世子，国师来了。我还以为你的死劫已经过去，没有想到应在今时。他声音很低，也只有温夜里听到了他的话。你放心，我会尽全力让你苏醒，哪怕半空尊圣骨。贾行之从林静冉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但是他并没有多言。让魑魅随我回谷拿药，给我用最好的东西吊命。阿染身体无恙，醒来是早晚的事儿，不要给我拉着一张脸。阿染这次昏迷也不一定是件坏事儿，他熬过去了，益处很多。师父，你什么时候能从谷中回来？最快要5日。哎，难道我还没有死？那这里的我算什么呀？阿染，师父昨天带了魑魅去了尊圣谷，大概5天后回来。虽然我觉得你用不上那些东西，但我就是想让他们去拿。不是我要折腾他们，是他们做了才会心安。哇哦，原来这个屏幕有声音呀！不管是悟空大师还是师父还是太医，都说了你只是昏迷，只有我知道，是因为你杀了女主的反噬。我给你1年的时间，你要是不醒来，我就毁了这个世界，谁也别想活下去。阿叶，我不要你变成前世的样子，我还是喜欢你阳光的样子。阿染，你还在空间里吗？你是不是还在？温夜里焦急的模样突然撞入林静冉的心，他的心揪疼了一下。阿染，你在哪儿？画面一转，林静冉看到屏幕里出现了他的弟弟。姐啊，这是小弟，他都这么大了，我这是昏迷了多长时间啊？不会快1年了吧？不行，我得想办法回去才行。阿染，你终于醒了。这是过了多少年？你怎么都老了？阿染，不要嫌弃我，我要一直赖着阿染。
1个月后，林静冉能动了，能走了，恢复成了正常人，只是身体变得羸弱，经不得风雨，所以京城人都知道林静冉身体有恙，无法有孕。阿冉，现在你的名声都坏了，这可怎么办？哎呀，要那么好的名声干嘛呀？又不再嫁一次了。而且他们也只是敢在背后说说，谁敢在我面前说啊？再说了，我的名声不好了，皇上不就放心了吗？哎呀，皇上多疑呀！我和阿燕的功夫高，如果名声再好，他怕是要睡不安稳喽。阿冉，让你受委屈了。祖母，我不委屈，今生可以做祖母的孙女儿，我很高兴。姐姐，宝宝，你要叫姐姐。阿冉，他这么黏你，你要走的时候可怎么办？要不让他跟我走吧，我养着他。好。娘，我怀疑他是看到了阿季小的时候老是被我带着，现在想要找补回来。现在看来就像是你欠了他一样，别人都抱不走。晚上，温彦礼为林静冉按摩之后躺到床上，手脚有些不太老实。你想干嘛？安然，我问过太医，说可以了。我想了。林静冉把被子捂在头上，含糊地说了一句：“你还想让我邀请你呀？”温彦礼还是听到了，瞬间精神抖擞。站住啊！你是什么人呢？这里是前厅，是会客的地方，你跑到这里干什么？这位姑娘，这是我家，我在自己家里哪里去不得？哼，原来你就是林静冉啊，长得也不怎么样嘛。这里是王府，你竟然敢在王府嘲笑郡主，你家没有家教吗？刚进前厅，林静冉就听到那个女人在那里哭诉，说林静冉欺负了她。爷爷，刚才就是他说我没家教的，你还不教训他一顿？冉郡主，你要不要解释一下？族长，您的孙女儿您似乎不太了解。冉郡主，我的孙女我了解，她是不会说谎的。没有在场的您直接认定您的孙女儿没有说谎，那您不就是说我在欺负人吗？族长，我的女儿从来不会说谎，她说让碧珠再说一遍，就是给了她面子。爹，事有两来莫怪一方，既然郡主不想说，那就让珠儿重复一遍。如果林家都是糊涂之人，一定要劝爹不能归宗。刚才他抱着孩子回来，我说这里是前厅重地，无关人员不要过来，他就说我嘲笑他没有家教。冉郡主，珠儿所说与事实是否有出入？大伯，我嘴比较笨，说不太好，还是让我的丫鬟还原一下吧。站住！你什么人啊？这里是前厅，是会客的地方，你跑到这里干什么？这位姑娘，这是我家，我在自己家里哪里去不得？哼，原来你就是林静冉，长得也不怎么样嘛。姑娘，你似乎少了些礼貌啊。这里是王府，你竟然敢在王府里嘲笑郡主，你家没有家教吗？当归绘声绘色地说完，连当时的语气都一样。族长，我们一家从乡下来的不假，是我父亲的儿子也不假，但是如果族内都是这样瞧不起我们的人，我想我们也没有必要再归宗了。我的孩子跟着我在外受气，这些都是你们林家造成的，这样的家族我林开成不屑要，你们还是请回吧。一个从乡下长大的郡主，我看啊，你也就是长得好看点，其实也就是个草包吧。阿冉，你现在病好了，也可以搬到温家了。我去，我是已婚人士，我这昏迷了1年了，怎么把这茬给忘了？我虽然很希望你一直住在家里，可是你现在是人家的儿媳妇儿，也该回去看看了，不然别人还以为阿燕是个上门女婿呢。祖母，什么上门女婿啊？阿燕呐，之前阿冉昏迷，一直住在王府，现在她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再不回去，你父母该说我们家霸道了。不过这个院子一直都是阿冉的，你们什么时候回来住都行。有人这是没来过宫宴吧？
竟然把个孩子也带了过来，真是没见过世面。这位小姐，你是银子吗？人人认识啊。你脑门上也没写着名字呀，谁知道你是哪位大小姐呀？我们家郡主是靖王之嫡女雨郡主，尔等见了还不起身行礼？原来是雨郡主啊！你为什么不起来行礼？我为什么要站起来？当归，告诉他你家小姐是谁？我们家郡主是忠义王之嫡女冉郡主，你还不行礼吗？哦，原来你就是林建冉，一个从乡下长大的郡主。我看啊，你也就是长得好看点，其实也就是个草包吧。乡下也好，城市也罢，都是宣国的土地，都是皇上的臣民，你有什么可优越的？毕竟你也是一个在封地长大的郡主。好，说得好。堂姐，你怎么总是向着外人？别忘记了，我们才是一个姓，我们是一家人。别忘记了，我们才是一个姓，我们是一家人。薛心雨，你说谁是外人啊？阿冉是我表妹。什么表妹？表叔的女儿算什么表妹啊？都远的看不到边了。是吗？看来宣建红是不打算认我这个亲人了。你是谁？我父王的名字也是你能提的。让人把你父皇请过来，我倒是要问问他，我能不能提宣建红的名字。姑母，你这是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皇上，我也没有想到皇家的孩子还有如此不懂事之人，真该派个长侍嬷嬷给我好好管管。姑母不要生气了，他毕竟是个孩子，有事找皇帝，让皇帝管教他就好。阿冉，带着阿旭和阿烟跟我入座。各位亲家，今天是宫宴，不必拘礼。皇兄在上，臣弟来迟，还请恕罪。最后一个到场的应该是皇上，靖王这样做有点挑衅嘞。姑母啊，刚才小侄眼里只有皇上，没有看到姑母，还请姑母恕罪。听这意思，他似乎对祖母有意见。难道是当时祖母支持皇上，没有支持他？无妨，刚才有位姑娘觉得我不能提宣建红的名字，所以你现在没有看到我也正常，我可不敢怪你。姑母，是侄儿的错，是我没有管好，以后定当好好管教。看来是真的有意见，连做戏都不用心了。这样的人要防着一点，以后定会报复祖母。薛心雨也没有要与长公主道歉的意思，坐在原地未动。皇帝啊，心雨有些不像话了，冲撞姑祖母，应该道歉。对不起，我错了。皇上，其他大臣的女儿都有才艺，为什么林金冉没有？是她不会，还是她不屑于展示？皇上对于宣心雨找事的行为非常不满，林金冉为他整来了一个国库，那财产让他看着心里都踏实。心雨，阿冉身体不好，不能展示。为什么不能？雨郡主，你的意思是你也要展示喽？我一个皇家的郡主的才艺，也是这些人陪看的。那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地位比皇上都高了呗？林金冉，你别胡说八道，我怎么会比皇上的地位还高？我只是不想给你们这些人看。你与郡主不展示，我林金冉也不展示。不展示就是不敢，说明你就是个草包。咱们两个都是郡主，一样的级别，都流着皇家的血，你为什么非要说自己高贵呢？难道你不满皇上的决定？所有人都听出来了，林金冉在给宣心雨挖坑。雨儿，不要再说了，你与冉郡主地位相当，没有谁高贵谁低贱之说。宣心雨有些急了，这个林金冉怎么滑不溜手的，死活不上当呢？皇上，那我们比算学吧，其他的在这里比不太合适。就依雨郡主，我都可以的。周祭酒啊，你来做这个主考官如何啊？皇上，臣定不入命。两位郡主，请入座。第一题，今有人共买物，人出8，赢3，人出7，不足4。问人数、物价
各几何？两位郡主，请将答案写于宣纸之上，以对者为胜，同时对者以先者为胜。9章算术卷7第1题。周祭酒真是省事儿啊，你好歹把数给换一下，让我们也做一做呀。这可倒好，直接写答案呗。林建然把答案写在纸上，7人，物价53，众人都看得明白。林建然先行完成。皇上，两位郡主答案都对，但冉郡主最先科比，冉郡主胜出。周七九，答案都对，那就是平局。我只是写字比较慢，怎么能算我输呢？这要是考试时都有合理的时间，毕竟写字有快慢，到点交了不就行了吗？周大人，就依宇郡主平局吧。好，此局平。如果下一局还是时间差，还请皇上定下多长时间内做出为胜。半炷香吧。今有共买牛，7家共出190，不足330；9家共出270，赢30。问：家数、牛价各几何？半炷香为鉴。宣纸上写道：126家，牛价3750，又判了平局。今有良马与驽马发长安至齐，齐去长安3000里，良马出日行193里，日增13里；驽马出日行97里，日减半里。良马先至齐，复还迎驽马。问：几何日相逢？即各行几何？林建然放下笔。申新宇看到林建然已经把答案写出来了，顿时有些慌张。他干脆不再做题了，直接对皇上说：皇上，林建然他作弊啊！皇上也觉得很无语，这不会做就说别人作弊，简直不要太难看呐！新宇，你有什么证据证明阿冉在作弊啊？皇上，他如果不是作弊，为什么每次都能在周启九刚说完就写出答案来？不信你问他，他敢说自己没有作弊吗？阿冉，我也好奇你为什么写得那么快，能不能跟黄伯父说一下呀？黄伯父，如果说把9章算术第7卷都背了下来算是作弊的话，那我确实作弊了。要知道卷7总共有6000多字，而且很是拗口，能记得这么熟也不是一般人能干得出来的。本郡主就是这么聪明伶俐，过目不忘。哎呀，爹娘给了一个好脑子，我也没办法呀，真是苦恼啊。林静然，既然你都背了下来，为什么不早说？你是不是想让我出丑？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啊？我以为你也背下来了呢，不然你为什么一直要跟我比试呢？别忘记了，数可是你选的呢。再有，我要是在一开始就告诉你我背下来了，你会信吗？大家会信吗？大家肯定不会相信的，我又不是吃饱了没事干。祭酒大人，这局算我赢吗？哈哈，当然，这一局当然是冉郡主胜出。那我先回去啦。站住！难道你不承认自己是个草包吗？不行，你背过了卷7，都会做才是正常的，所以这一局不算，咱们再比。皇上，现在这事儿怎么办呀？宇郡主还想要比，可是我不想比了。新宇，你如果不服，也可以把9章算术其他章的背过，再找他比试啊。黄伯父，我才是真正的皇族。林继然一个在乡下生活了10几年的人，怎么可能什么都会？而且我今天输了，那就代表皇族输了，就是黄伯父你的脸上也都无光的。你输了，只能代表你自己，只能说明你学艺不精，与皇族无关呢。温彦礼，我看上你了，你做我的骏马吧。输了，只能代表你自己，只能说明你学艺不精，与皇族无关呢。虽然你是皇族，但是阿冉身上也流着皇族的血，他是我皇族的血脉传承，他赢了，我皇族脸上也是有光的。皇上的话无疑给靖王和宣心宇一个响亮的耳光。黄伯父，今天晚上我在这公演之上受了委屈，所以黄伯父你要给我一点赔偿，让我高兴高兴。你不高兴就想要赔偿，那朕呢？哎呀，你这孩子看上朕什么好东西了？只要可以给你的，朕也不会吝啬的。皇上，我今天晚上看上了一个男人，
还请皇上把她赐给我。你要想朕给你赐婚？不是的，皇伯父，我只是想让你把她赐给我。心雨，你这话说的太过无礼，怎么可以随便赐人呢？你未免太不把朕的人放在眼里了。皇兄啊，臣弟真的没有这个面子吗？啊，皇帝，注意你的态度。这满屋的男人都是宣国的人才，是朕的栋梁。皇伯父，你们与父王别再争执了。鱼儿改主意了，鱼儿想要赐婚。玉儿，你怎么一会儿一个主意？赐婚之事还是作罢吧。既然你有顾虑，不愿意问，那我自己问好了。他说完，也不等皇上同意，径直走到温彦礼的面前。温彦礼，我看上你了，你做我的骏马吧。与郡主莫开玩笑，下官已有妻子，不可能再做别人的夫君。真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温彦礼是我的。我知道呀，不就是林金染吗？说了便是。下官没有郡主的爱好，见一个爱一个。下官对自己的妻子非常满意。你可想好了，我可是真正的皇族，不是林金染那个乡下来的郡主。与我在一起，你的地位会更高的。最后再多说一句，想买车就剩瓜子，坐在家里就能挑。与我在一起，你的地位会更高的。谢与郡主错爱，下官只爱阿然。皇兄啊，当年父皇宾天之时，皇兄可是答应了臣弟一个要求，臣弟现在要求皇兄兑现，臣弟就要温彦礼做雨儿的骏马。皇上也很为难，当时他坐上皇位之时，确实在先皇面前答应了他一个要求。我此生是不会与阿染和离的，也不会再娶他人。先皇以人治天下，怎么会给皇上留下这么大一个不治之举？如果皇上非要用了兄弟情谊而谎称先皇有留，那臣选择辞官回家。皇帝，朕金口玉言，是不能乱说话的。皇兄啊，实在不好意思，先皇还真给臣弟留了一样东西，不知皇兄看看此物可好啊？我去，圣旨啊！皇帝，温彦礼你就不要肖想了，更何况阿然是我皇家的恩人，我不可能做那些忘恩负义之事，朕绝不会同意此事。建宏，你这是想要我孙女婿和离后娶你的女儿，你就没有想想我是否会同意吗？姑母，我也不想的。你如果非要如此，我可以代表你死去的父皇逐你出皇族，到了那时，你手里所有的东西都要归入国库。建宏，我再问你一次，你可是想好了？哇哦哇哇哇哇哇哇哇！我的祖母这么厉害的吗？原来祖母才是背后的大佬啊！他忘了一件事儿，先皇归天之时，曾经给长公主一个圣旨，如果他对皇族不满，是可以处罚的。姑母啊，是皇侄的错，以后本王绝不再提。宫宴不欢而散。你说什么？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在想前世的男友？阿然，你对我今天的表现可还满意？你今天有这样的表现不是应该的吗？难道还想要什么奖励不成？娘子会给我奖励吗？还记得刚穿来的第一天，看到躺在床上的他时，还想着看看他是不是前世的男友呢，没想到现在他竟然成了我的老公。难道我真的与他前世的男友有些关联？阿然，今生有你，我很满足，但我还是有些奢望，奢望着你在一世的男友也是我。你说什么？他怎么会知道自己在想前世的男友？阿燕，说不定是真的哟，我前世的男友真的和你长得太像了。那个男人与我有什么相同的地方吗？他会不会是我？如果你真的是他，或许你如今对我的好，就是因为前世对我的亏欠吧。哎呀，好了，别再说他了，重要的是现在。阿然，在你昏迷的期间，我断断续续做了好多梦，梦中都是我们没有成亲之前的事。那个时候，你经常带着阿姐上山打柴，我就在一旁看着你。时间长了，梦中的我是喜欢那个打柴的小姑娘的。只是我知道，自己从小就定了亲，
所以不敢招惹你吧？你醒来看到我，怎么没有想起那些事儿呢？那是昏迷醒来后没有想起来，肯定是因为毒的副作用。而且我从见了你就开始喜欢。阿然，阿燕，我终于又活了过来！林静冉听到这个声音，高兴的直接进了空间。空空，你终于醒了，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想你。好了好了，我醒了，这都是好事儿。我现在感应到了你前男友的气息，他好像也来了这个世界。你说什么？他来这个世界干什么？哎，你这话问的，我怎么知道啊？阿然，他是，你怎么啦？你不会是醒了，把他给忘了吧？知道他是温艳里，可他也是艳里。我知道他是温艳里，他当然也是。等等，你说他是艳里？这怎么可能啊？他怎么可能是艳里呢？那个男人不辞而别，留下我独自远去，他怎么可能会在这里啊？空空，你说我是谁？没错，他就是艳里。空空，你是不是搞错了？你怎么可以质疑我的判断呢？我这次沉睡又觉醒了新技能，只要是我见过的人，我都可以感受到他的气息，不管过了多久。空空，我真的是阿忍在意识的前男友？绝对没错，你的气息与他一模一样，而且阿忍也说了呀，你们长得也是一模一样啊。空空，你不知道我们长得一样？你没见过那个男人？冉冉在前世的时候，我一直都是沉睡的，自然是没有见过你啊。但是你经常在冉冉的身边，你的气息还是透过玉佩传进了空间的。那如果我就是那个男人，为什么我没有他的记忆？这个我也不知道。哎，不如把无名叫出来，问一下他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无名从温艳里身上飘了出来。无名，你知道阿燕是怎么回事吗？还有，你到底是什么呀？前世我是艳里身上的那块胎记，所以他来了这，我才可以进入他的脑海。啊，你是他的胎记？哎，那他为什么没有前世的记忆呢？还有，他前世为什么要离开我？他前世的职业有些特殊，不得不离开你执行任务，所以他后来回去找你了。可是你已经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了。也许以后这些事都会清楚，最重要的是现在我们还在一起，而且我也确信今世的我在弥补前世的错误。三位亲家，朕让你们去主考乡试，为什么会传出有人买试题的传言？你们与朕说说，到底是谁买了题，是谁卖了题？如果不说清楚，你们三个都回家种田吧。皇上，微臣发誓，微臣不知此事呀，也不是微臣所卖。皇上，也不是微臣所为啊。皇上明鉴呀，也不是微臣所为啊。三个主考官一正二负，你们都说不知，那流言是怎么传出来的？齐爱卿，这事儿交由你们吏部给朕往死里查，可疑之人一个都不能放过。我倒要看看，到底是谁这么大胆买考题。你们三个配合齐文轩，必须把事情给我查清楚，查不清楚，你们也不用当官了。2天过去了，事情有了结果，但是结果却让人不尽如人意，因为事情涉及到了林开成。开成，有人查到是你找孙考官的下属买了考题，你认不认此事啊？皇上，臣不认此事，臣没有买过考题。别说孙考官的下属，臣连孙考官都不认识。皇上，既然王爷说没有买过，那就没有买过吧，我们再查就是了。皇上，既然有人说我爹买了考题，那就把卖考题和买考题的人都带上来对质一下吧。齐爱卿，你审吧。是，皇上。张三七，你是孙大人的手下对吧？考题是你卖出去的？大人明鉴，小人之前并不知道考题在哪儿，是忠义王爷找到在下，他说他知道考题在哪儿，让在下把考题给偷出来，说给在下100两金子，在下一时糊涂就办了错事儿啊。开成，你有这么多钱？皇上，臣别说100两金子了，臣身上如果有1两银子，也是王妃让我给王旭买玩具的。
张三七，你说我买题的人是忠义王爷，你是怎么知道的？是他亲口承认的，你是怎么去到学子楼里拿到那个考题的？大人，他自己找到我的时候就说他是忠义王，当时他蒙着面也没露出来呀，小人也没有看到他长什么样子。还有，他说他自己女儿什么都会，还给我拿了个开锁的工具呢。张三七从怀里掏出一个开锁的钥匙，这就是学子楼的钥匙。张三七，你怎么会有？啊，这是真的钥匙！大人，不是我偷的呀，真的是忠义王爷给我的。他说是他女儿自己做出来的呀，大人。他一个才到京城没有多久的人，怎么会知道试题在学子楼？他的女儿是冉郡主，一个女子，怎么可能会做出这种开锁的钥匙？张三七突然觉得自己说错了话，想要圆过来，又不知道从哪里开口。你们三个认识卖给你们考题的人吗？大人，那人真的蒙着面，他说他是忠义王爷，他的题绝对是这次考试题。皇上，那人一直蒙着面，却说自己是忠义王爷，显然是要故意栽赃陷害王爷。你们三个人我见过，在贡院门口，你们说的话我也都听见了。现在，你们难道就没有什么其他想要说的吗？你们要知道，诬陷王爷可是重罪，到时候可不是只有你们一人之过了，恐怕还会连累家人啊。皇上饶命啊，我们也是被逼的。我们之前是买了考题，但不是从王爷手里买的，是有人让我们这样说的。皇上，大人，买我题的也不是王爷呀，是孙大人让我这么说的，我也没办法呀。那钥匙也是孙大人给我的。皇上，臣也没有办法呀，这都是四皇子的主意啊。四皇子威胁微臣，臣也是被逼的呀。孙卫公，你确定是四皇子让你做的？孙卫公现在知道自己的官保不住了，但是如果他把事情承认下来，那他连命都保不住了。来人，请四皇子上殿。看来是时候定下太子之位了，不然这帮兔崽子都得出来闹事儿。浩凯，真的是你陷害的你表叔？父皇，是儿臣的错。浩凯啊，你表叔与你远日无怨，近日无仇，你陷害他所为何事啊？父皇，我是在为三哥报仇，因为他林开成的女儿，我三哥才会差点没了命，所以我要让林开成为他女儿做过的事情付出代价。我的天哪，这皇帝的儿子中还有这么傻的人啊！那三皇子那犯的是谋逆之罪。你懂逼宫是什么意思吗？那是在逼朕退位，他想当皇上，还把刀架在了朕的脖子上。是你口中的仇人林进染救了朕，朕才得以活命。你现在说要为你三哥报仇，那就是说你也是希望朕死的，对吗？父皇，是儿臣的错，儿臣只看到林进染害了三哥，没有看到三哥害了父皇。儿臣以后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还请父皇责罚。去和你表叔道歉吧，他要是原谅了你，朕饶你死罪。这个皇上简直太狗了吧！你想饶了你的儿子，还非得从我爹的嘴里说出来。皇上，四皇子也是为了手足情深才会犯下错误，而微臣现在也没有受到伤害，皇上就饶了四皇子吧。既然你表叔都原谅了你，朕也不再追究了，就罚你1年的俸禄，给你表叔赔罪，禁足半年。孙卫公张三七监守自盗，谋取钱财，官职一撸到底，永不起复。参与买卖考题的学子6年内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打回原籍从头考试。大表哥，我听说现在赵家出了名，好多女人都在肖想你们兄弟。那又怎么样？我都定亲了，过几天就要成亲，难不成还能娶他们的女儿不成？我听说你原先的青梅竹马回来了，他不会想吃回头草吧？阿爷，你可不要这样说，什么青梅竹马，只不过是小时候认识罢了。现在我马上就要娶妻了，怎么还会想着别人啊？女人的名声非常重要，如果齐小姐被人说嘴，阿然肯定不会放过你的。吴师兄，你这是怎么了？这么无精打采的？师妹，有时间陪哥哥说会儿话吗？
哥哥心里难受。师妹，哥哥从来没有与你说过我的家，今天哥哥有倾诉的欲望，你要不要听听？你说，我听着。没想到吴永飞和阿言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啊！哎呀，恐怕这两个人想要成事不容易啊。七公主慢慢的长大了，我慢慢的也进宫很少了，可是那个小姑娘却永远住进了我的心里，再也出不去。听说最近她要择婿了。阿然，我心中难受，你说该怎么办？师兄，你没有向公主表明过心意吗？我不能让她有烦恼，她要是知道了，会给她造成负担的。师兄，你有没有想过给皇上透露一下你的想法？师妹，你疯了吗？跟皇上说这些，那不是找死吗？那你就等着七公主成为别人的新娘吧。偷偷告诉你啊，阿言现在在我祖母那里。林静冉看着远去的吴永飞笑了。表哥，我前几天见到了吴师兄，也见到了阿言，我就是想问一下，他们的婚事有没有可能啊？阿然，这个是身为皇家人的悲哀，我们没有权利选择自己喜欢的人。不过他们两人你不用担心，国师之前提过，父皇应该会考虑的。表哥，你是不是要选妃了？你有没有自己喜欢的人啊？宣浩成看了一眼林静冉，没有。就是那一眼，让温彦礼更加确定，必须要远离京城。宣浩成对林静冉有了兄妹之外的感情。也许刚开始两人只是简单的兄妹关系，但是林静冉的出色也是深深地吸引了宣浩成。陈王，我选择在朝考之后请求皇上外放。陈王，我选择在朝考之后请求皇上外放，不知王爷可有推荐之地？什么？你想外放？怎么这么惊讶？好好的京官不做，要去外地，原书中可没有这一情节呀。你可想好了？如果你外放，最少3年不能回京。想好了。唯一的遗憾就是你们大婚我们应该回不来的，到时只能把礼物送到了。阿燕，表哥和你说的凉州，你真的打算去那里吗？阿然，没有与你商量就决定外放，有些对不住你。你确实对不住我。要不凉州你自己去吧，我留在京城守着爹娘。我外放就是为了双宿双飞，娘子如果不去，那岂不成劳燕分飞了？这绝对不行。娘子，我不能没有你的，没有你，我就成了生活不能自理的人了。所以不管是苦是累，你都得跟我走。这一生，你也只能跟我走。阿燕，从2阁选2个人给阿旭吧，我们走了，他的功课可不能落下。你想要什么样的人？不是单纯的保护，要可以教导他才行。小弟很聪明，要好好的教，不能够让他玩疯了。下午电视的成绩出来了，长公主、王妃、郡主放榜了，放榜了！王爷为2甲第2名。爹，这个成绩你可满意？进士出身哎。满意，非常满意。林开成终于扬眉吐气，他不再是那个只生活在父母光辉下的泥腿子了，他现在也有了自己的成就。爹，你好好休息一会儿，晚上还有琼林宴呢，到时候我们一起去。前3名都有谁啊？状元赵修文，榜眼刘玉洁，探花赵修武。大表哥、二表哥真厉害。赵探花何在？皇上找二表哥干嘛？我去，不是我想的那样吧？不会皇上看上了探花，要给他招做驸马吧？赵探花，你可有定亲呢？回皇上，不曾。赵探花，我家七公主还未曾婚配，朕与你们2人赐婚，你可愿意啊？他怎么可能愿意啊？七公主那是喜欢吴永飞的，他可不想横插一杠。皇上，微臣有话要说。哦，永飞，你有什么话要说？难道你还要求娶七公主不成？皇上，臣确有此意，臣对七公主倾心已久，还望皇上成全。吴永飞，七公主是朕的手心宝，
他必须要配完美无缺之人。你家的情况太过复杂，我怕我的七公主在你家受委屈。吴永飞这样说话，却从外面传来一个声音：皇上，金口玉言，你之前说过的话怎么现在不算数了？林静冉听到声音就知道是他师父来了。国师啊，你怎么这个时候来了？皇上从座位上站起来，贾行之走到皇上面前鞠躬施礼。皇上，草民已不是国师，还请皇上收回那个称呼。草民今日来就是想让皇上兑现之前的承诺，将七公主恰与吴永飞为妻。国师，不是朕不愿意，你看看吴家的样子，宠妾灭妻，嫡子没有地位，朕怎么放心把阿言嫁过去？皇上，他无所有，没有胆量磨挫公主，吴永飞也不会亏待公主，毕竟这是他自己求来的姻缘。如果他亏待公主，别说皇上不愿意，我也会亲手废了他。更何况吴家没有主母，公主过去就是当家主母。如果皇上还不放心，另赐公主府，他们搬出来就好。贾行之为了这个外甥也是拼了老命了，他唯一的妹妹抑郁而终，他不希望他的外甥也得不到幸福。皇上，臣绝对会将公主奉为掌上宾。不必了，朕会另赐公主府，不与你们同住。不然你们要是传出七公主不是公婆的事儿，那朕岂不是很伤心呢？皇上说完，吴永飞跪在皇上面前。皇上，我与七公主相识于孩提，我绝对不会负了七公主，如为此言，不得好死。皇上无奈，只能下旨为七公主和吴永飞赐婚。阿言，你怎么会是外放？你应该是要留在翰林院的呀。祖母，外放是我自己的意思。我觉得咱们几家太过于显赫，对以后的发展不是好事。只有我现在离开京城，在外面建功立业，以后才会更加稳健。阿然，凉州地界偏远，又是靖王的封地，靖王历来与皇上不和，又与祖母起过争执，所以到了那里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千万不能让自己受到伤害。祖母，您放心，我不会把自己放在险地的。另外，凉州不适合阿旭前往，我把他留在家里。我给他请了2位师傅，一定不能疏忽了他的功课。阿旭太过聪明了，一定不要溺爱。阿染放心，阿旭除了你这个姐姐，还有爹娘、祖母和哥哥，不会有事的。祖母，阿染是怕阿旭用苦肉计骗你们，你们不知道他的聪明程度，所以一定要提防。师傅，你这1年多到底去哪儿了？怎么也不说捎个信儿回来？这1年来，我一直在尊圣谷守着我那花花草草，整理我那些药材。你身体怎么样了？我给你的那些功课学得如何了？我听说你们要去凉州，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哎，师傅，下回再检查吧，我现在禁不住揍啊。这是怕了。没事儿，这次没打算检查。还有，你们为什么要去凉州啊？师父，靖王有反意，应该也就在这几年。在没有证据时，皇上应该不忍心杀了他，但是也不想就这么放着。我知道了，靖王没有表面那么简单。既然定了去处，让魑魅和王两先去分割驻守，收集情报。你们2人我不放心。好。安然啊，我听说你现在对阿旭很上心啊，可是有什么想法？师傅啊，阿旭继承了我祖父的神力，又对功夫很感兴趣，更重要的是对医术，尤其是毒很有天赋，所以我就教了他一些。师傅，你不会要惩罚我吧？放心吧，尊圣谷不是那么死板的。你要是不放心他在王府，我可以带他到尊圣谷啊。真的？那太好了，我担心他在家里给耽误了，带着走又不放心。只要你父母舍得，我可以随时带他走，
师傅，你不能留在京城吗？要是可以，我还辞掉那个国师干嘛呀？管得着吗？我愿意给他们买，关你什么事儿啊？你家要是舍不得，我派个人来教他也是可以的。谢谢师傅。1个月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尊圣谷来教林心绪的师傅也到了。温彦礼办好了所有的手续，带着林静冉坐着马车离开京城，前往凉州。你是谁？这里不是人能随便进来的地方。郑大人，刚才有人通报过了，您没听到吗？我们温大人是新上任的通判，前来与你交接。郑大人正在认真思考，过于专心，没有听到也是情有可原。原来是温大人，昨天听人说你来了，不过温大人真是敬业呀，也不休息2天就过来应卯了。郑大人也很敬业，都快要离任了，还想问题如此入神，可见平时的工作很是出众。哪里，温大人谬赞了。2位大人，客套过了，是不是可以交接了？这个交接嘛，咱们也有时间要求，温大人不用着急。温大人初来乍到，恐怕应付不来的。他现在很多窟窿都没有填上呢，这要是交接的时候出了情况，他别说平掉了，估计都能直接倒台回家种田去了。那我就在衙门里先看一下文案，了解一下凉州的生态、人文民生等情况，也好交接后可以更好的办差。他一甩袖子，说了一声随意，便转身离开了。当归，水仙，今天本小姐高兴，你们看中了什么，只管拿，本小姐请客。那可太好了，终于可以扣小姐的银子了。我说你这人也真是的，2个小丫鬟而已，为什么要让他们买东西？那你管得着吗？我愿意给他们买，关你什么事儿啊？大胆，你怎么敢这么与我说话？小兰，给我打！你要干嘛？你不是想要打我们小姐吗？那就先跟我练练。小姐，咱们好像打不过她，怎么办？哼，怕什么？她看着就面生，一定不是凉州府的，而我马上就成了温通判的妻子，自然是不怕她的。你说的温通判是谁啊？温通判也是你能问的，那是我未来的夫君。你说的温通判不会是刚刚才来到凉州，还没有走马上任的温彦礼吧？温通判的名字也是你能叫的吗？真是不知道尊卑。这个女人是个神经病吧？要不就是得了臆想症。温彦礼是我林静冉的夫君，他算哪根葱啊？竟然跑来认夫君，真是一张纸只画2个鼻子，好大的脸啊！你不会不知道温彦礼有妻子吧？哪个男人一生只有一个女人？我这么漂亮的女孩子，哪个男人不喜欢？他是没见到我，他如果见了我，一定会非我不娶的。你这样是败坏朝廷命官的名声，是要被下大狱的。你少吓唬我，我爹说了，等温通判上任之后，就让他娶我为平妻。你爹是何人呢？这么厉害，还能操控温通判的婚事？我爹是通判手下的3司之一，转运使司吕同和。我是他的独生女儿吕叶芳，在这凉州府，除了吕郡主，还没有谁敢针对我。你爹果然是厉害，真厉害，连皇上都不会强迫温彦礼娶妻，你爹竟然可以。看来我得给皇上去一封信，告诉他有比他还厉害的人呢。你胡说，我什么时候说过我爹比皇上厉害了？你不要血口喷人，胡说八道。你说的话，你爹说的话，如果让温彦礼听到，估计都能够立刻修书给皇上。你再这样口无遮拦，早晚有一天会害得你爹丢官罢职。阿燕，我今天遇到了一个女人，她说她是吕同和的女儿，她还说她是你的未婚妻。我怀疑是她爹想要利用她做些什么，你一定要注意啊。冉冉，你放心，你放心，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我都是你的，我不会做对不起你的事，我不会因为身在这里就被同化。是不是那几个都服软了？那当然了，有你夫君出手，他们还不是手到擒来？要不是有王两的情报，你现在哪能这么快搞定？没办法，谁让他们是你夫君的人呢？他们的能耐当然要算在你夫君的身上了。
好好好，你最厉害了，你是天下第一无赖。所以我一辈子都要赖着你，让你甩都甩不掉。寒夜，你去吧，我自己在这里就行。温彦礼微微颔首，叮嘱他注意安全，有事让二二找他。来吧，但愿没有人来找茬，不然我会让他知道我的厉害。哼，不就是互相伤害吗？在这方面我还没有输过呢。你怎么会在这里？这种地方也是你这种人可以来的吗？你是哪家夫人？你可知道这是知府夫人开的宴会，一般的人是不能来的。在场所有的人都是有头脸有姓名的人，你一个不知哪里来的夫人跑到知府夫人的宴会上蹭吃蹭喝，简直胆大包天。温夫人，你来了怎么也不去后院找我呢？坐在这里倒是清闲。宁夫人说笑了，你是今天宴会的主角，一定是事务繁忙，我怎么会那么没有眼色上前讨扰呢？温夫人，来，我与你们介绍一下，这是吕叶芳，转运司使吕同和的女儿；这是魏有儿，提举长平司的女儿；这是毛连云，提点刑狱司的女儿。三位小姐，这位啊，就是新任通判温彦礼的夫人。三人听到这里，心里都有些发毛。不都说温通判的夫人是一个乡下女人吗？温通判是他们父母的顶头上司，没有想到今天把他的夫人给得罪了。那我说一下皇上曾经吃过的吧。如果大家再猜不出来，那可就是对皇上的不敬了。温夫人，是我等的不对，刚才打扰了夫人，还请夫人见谅。宁夫人，这3个孩子还是有些小的，需要多历练一些。我让丫鬟找一下他们的娘亲，以后一定要多多改进才是。宁夫人，现在大家这样吃喝交谈也没有什么意思，不如就做个小游戏吧，也好增加一下宴会的娱乐氛围。既然大家都没意见，那就做小游戏吧。宁夫人，温夫人出来咱们凉州府，不如就请温夫人开个头吧。温夫人，你意下如何？既然大家如此热情，那我就献个丑，给大家抛砖引玉吧。身体足有丈2高，瘦长身洁不长毛，下身穿条绿绸裤，头戴珍珠红绒帽，打一种农作物。他们可谁都没有种过地，那农作物长成什么样，他们可是不知道的。温夫人，我们这些人都没有种过地，没有见过那些农作物。哎呀，那可真是太可怜了。要知道，到了庄稼成熟的时候，那景象真的是壮观无比，那丰收的景象就是国家昌盛的希望。温夫人，我们真的不知道这是什么，你公布一下谜底吧。高粱。高粱？我们又不吃这些糙粮，不知道这些也是正常的。温夫人还是说一些我们都吃的吧。温夫人，你平时吃什么你就说什么呗，总不能你吃的与我们都不一样吧。宁夫人，我知道有人觉得我在乡下长大，甚是看不上我。刚才的高粱乃是五谷之一，也是咱们宣国的主要农作物。既然大家都看不上宣国的主要产物，那我说一下皇上曾经吃过的吧。如果大家再猜不出来，那可就是对皇上的不敬了。宁夫人的眼角狠狠地抽了抽，这林静冉如此有恃无恐，难道是见过皇上？胖娃娃，滑手脚，红尖嘴儿，一身毛，背上浅浅一道沟，肚里血红，好味道。众人一头雾水，都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猜。温夫人，不知道这是打一什么？宁夫人，我在刚才就说了，是皇上吃过的东西，而大部分的家庭都吃过，也不是什么难以寻找的东西。温夫人，谜底是不是桃子？没错，就是桃子，真聪明。你是谁家的小姑娘啊？我爹是知府。温夫人好。你好，你叫什么名字？几岁了？我叫宁淑雨，今年14岁了。宁夫人，宁小姐真是一个好孩子，与京城那些大家闺秀相比，也不差什么了。您教的真好。林静冉，宁小姐如何？你一个乡下来的女人，哪里有资格评判？宣心雨，
你不是一直自诩比我高贵吗？怎么现在也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了？你得意什么？你和温燕你成亲几年了，到现在都没有孩子。我看啊，温燕你早晚要休了你。轩心雨，这是温燕里需要考虑的事情，不劳你费心。不过你自己的女儿找到了吗？林静然，你胡说八道什么呢？我何时有了孩子？轩心雨，你不用挣扎了，你的孩子是在京城怀上的，那可是你相好的孩子，你舍得把他打掉？再说了，我可是告诉那些大夫了，一定要给你保胎，千万不能掉了的。林静然，果然是你害我！宁夫人差点吓趴下，这两位可都是郡主啊！两位郡主，还是坐下来慢慢说吧，有什么矛盾可以好好的化解一下。不要觉得你是知府夫人就可以看我轩心雨的笑话。我现在想要找到我的女儿，你能不能帮帮我？她林静然再怎么说也是我姑祖母的孙女，我们两个人属于内部矛盾，你有什么资格插嘴？雨郡主，是我不对，不过你们这样在这里争吵也不太好吧？刚才我与林静然说话的内容，你们谁都不许外传，不然我会让你们知道得罪靖王府是什么下场。林静然，我现在已经不能再生育了，你知道吗？我现在想要找到我的女儿，你能不能帮帮我？你开什么国际玩笑？于郡主，你的遭遇我很同情，但是吧，我应该没有这个能力。你可以求助你的父王啊，在北地，在凉州，他的势力遍布各个角落，帮你找孩子，不是易如反掌吗？我父王是不会帮我找的，他对我丢了孩子的事很是高兴。你有没有觉得你的父王很奇怪啊？什么意思？我找了我的孩子半年多了，怎么也找不到。你帮帮我，帮我找到我的孩子，我以后一定会报答你的。有没有可能是孩子的父亲抱走了孩子呢？说不定找到孩子的父亲，便可以找到孩子了。谈何容易啊！或许孩子的父亲在等你做出选择，是选择你父王，还是选择他们父女？林静然，谢谢你，我相信我可以找到我自己的孩子的。谢谢，我走了。我说冉冉，你是不是有些太懒了呀？放着城外这美丽的大山不去，你在这伤春悲秋的，这可不是你的风格呀。哎呀，人果然不能太舒适，舒适就是堕落的开始啊。你现在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呢，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发懒呢？师傅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回来了，我的学业还没有完成呢。空空还需要好东西成长，我还没有找到。老人家，是你救了我吧？冉冉，什么时候进山呀？我们把凉州这片天地也打下来，让里面的动物都对你服服帖帖。空空，明天我们进山。不行，我不同意。为什么？安然，近期我查到的消息，宁阳山住着许多匪寇，你一个人进山，我总是有些担心。你想去也可以，但是必须我跟你一起去。你想一起同去，用得着兜这么大一个圈子吗？你醒了？我还活着？当然。你是谁？我是谁，我自己也不知道。是你救了我吧？谢谢你啊。你现在身上都是伤。林静然这才知道，他掉进了水里，冲到此处被人所救。说来也怪，你被水冲了那么长的时间，竟然没有丢掉手里的剑。林静然这才发现，他的手中还握着那把软剑。这把剑看着有些眼熟，好像我从哪里见过似的。只是在哪里见过呢？这老头一定是头上受过伤，不能深入想问题。他挣扎着坐起来，忍着剧痛，手一翻，拿出针，在老头的头上扎了一下。空空，你在吗？我在。空空，你怎么了？听着好像不太舒服。
这儿的磁场似乎有些不对，我感觉不太舒服。林静然也不问他那时候为什么不能进去空间了，估计也是因为这个原因，能拿到东西就好。林静然把老头放平，在他头上又扎了几针，而自己从空间中拿出药吃了，休息了一会儿，给老头把针拔了。老头慢慢的醒了过来。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想你。我这是怎么了？老人家，你应该是之前头部受过伤，神经受到了压迫，不能想太多的事情。没有想到我老头在临死之前还能见到生人。老人家，遇到我你是不会死的。此时的温夜里正胡乱地走在山林中，他现在听不到林静然的心声，也感受不到林静然的气息，就连无名也感觉不到空空的存在。阿燕，这里磁场不对，所以我们感觉不到空空，那也可以说明他们就在这里。他沿着河顺着流水的方向向前进。林静然经过一天的休养，已经好得差不多了。林静然出了屋子，开始查看周围的情况。这真是一个世外桃源呀，有吃有喝，忽略掉没有穿的这件事情，这里还真是一个隐居的好地方。猛然听到林静然的心声的温艳里激动得差点哭了，他大喊一声：阿然！林静然飞快地转过身，却没有看到温艳里。林静然苦笑一下，他应该是幻听了，温艳里怎么可能这么快就找到他？阿然！又一声呼唤传来，林静然却不敢回头，怕又一次失望。阿然！温艳里的声音再次传来，而且这次仿佛声音离得不远。林静然再次转过头，只是眼前一黑，他已经落入了温艳里的怀抱。阿然，我终于找到你了，我好想你，我以后再也不让你离开我了。那以后我去哪儿你都跟着吧。你在干什么？环卫温艳里感谢老人家对阿忍的施救。哼，你为什么抱着他？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哼，你为什么抱着他？你不知道男女授受不亲吗？老人家，阿忍是我夫人。老头听到温艳里的话，有一瞬间的难过，仿佛自己心爱的宝贝被人偷走了一样。他张了张嘴，却没有说话，然后转身就走。那老头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还有一种莫名的亲近感，也不知道到底来源于哪里。莫名的熟悉，难道是……到了屋里，他看到老头正坐在屋里发呆，好像有什么心事一样。老人家，你想不想离开这里，到上面去？啊，上去？可是我什么都想不起来，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上去干嘛呀？老人家，这个地方虽然景色不错，但是实在不适合居住，缺衣少食，远离人群，生活很不方便。你出去以后可以和我住在一起，我给你养老。不行的，我们非亲非故的，你没有理由养我。老人家，怎么会没有呢？你可是我的救命恩人，更何况你认识我的剑，那就一定认识剑的主人，所以我们应该是有渊源的。说起剑，林静然从腰间抽了出来，拿在手上端详。这把剑是我祖父的剑，我没有见过我祖父，祖母说祖父已经故去，但我总觉得他可能还活着。老头听到林静然的话，脑中似乎闪过什么，快得他抓不住。等他想要再想的时候，头又开始疼了。老人家，你现在什么都不要想，顺其自然吧，啊！老人家，你只是头部受过伤，所以你更要跟我上去。到了家里，我可以给你治疗，我肯定能给你治好的。好，那就麻烦姑娘了。我老头虽然没有别的能耐，但是还是有一把子力气的。老人家，巧了，我的力气也很大。你看，咱们这不就是缘分吗？我相信等你好了之后，你的力气一定会更大的。温艳里在旁边听着两人的对话，
那种预感更加强烈了。只是没有证据，他也不敢提。主子、夫人，你们没事真是太好了。你们都来了，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这位老人家是我的救命恩人，以后你们要以礼相待。多谢老人家救了我们的夫人，我们感激不尽。哎呦，你们这是干什么？老头子，我受不起呀，受不起！老人家，你受得起，以后他们的尊敬你就安心的受着就行。老人家，你真的一点也想不起来你的名字了吗？唉，我真的不记得自己是谁了。不过，我总觉得我应该姓林。姓林？不会这么巧吧？他也姓林？这个地方莫名熟悉，难道与我有关？等一下，这个地方好像在我昏迷期间那个屏幕中出现过。难道他是？老人家，怎么那么巧啊？我也姓林，我叫林静冉。我看着你的年纪应该比我大很多，那我就叫你林爷爷，你叫我阿冉吧。林爷爷，我叫温艳丽，是阿冉的夫君，你叫我阿燕就好。好，我可以跟你们上去，只是有一点我要说明。您说。这个地方离北地很近，我现在没有记忆，所以我并不能保证我到底是哪个国家的人。如果以后证明我是你们的敌人，还希望你们不要后悔今天救了我。这极有可能是我的祖父林基同，在潜意识当中都记着还有敌人。师父，你说的是真的？阿冉真的有了身孕？林静冉心中有80%的把握，他就是林继同，但是却不能说，毕竟明面上林继同的尸骨已经埋进了林家的祖坟。放心吧，您绝对不会是我们的敌人。退一步来讲，即使您是敌国的人，也抵消不掉您是我救命恩人这件事儿。正好魑魅他们4人来了，那咱们现在就可以上去了。师父，你怎么来了？贾行之本来挺高兴的脸上，在看到林静冉的时候突然变了。别动，你脸色为什么如此之差呀？这一诊脉，贾行之的脸色更差了。你怎么管自己的啊？都有了身孕了还往外跑，是不想要这个孩子了吗？师父，你说的是真的？阿冉真的有了身孕？你怎么照顾阿冉的？哎，她都有了身孕，你还让她再往外边跑？师父，我们应该注意什么？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师父，我真的有身孕了，我真的有身孕了。怎么，你不想要？只是他来的有些不是时候，北地会越来越乱。不过我会保护好他的。师父，我会生下他的，但是北地可能会乱，到了我生的时候，师父你一定要来保护我。你放心，你的生产日期预计会在明年端午前后，到时我会早点来的。这段时间啊，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啊，哪儿都不能去。你现在怀孕了，我就不揍你了，但是其他的功课还是要考。鉴于你这段时间比较虚弱，我过几天再来。这是我从尊圣谷给你带来的，你正好能用得上。我得走了。师父，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啊？连口水都没有喝呢。好啦，我得回去尊圣谷一趟，再给你找点好东西啊！嘿，很快就回来的。师父，你确定他是我祖父？我得回去尊圣谷一趟，再给你找点好东西啊！嘿，很快就回来的。林继同，你怎么还活着？师父，你确定他是我祖父？你刚才叫我什么？林继同？你是林继同吗？不可能，你绝对是林继同。师父，林爷爷失忆了，他只记得自己姓林，其他的什么都不记得了，所以他也不知道自己是谁。我敢保证，他就是林继同，也就是你祖父。他在世人眼中可是死了很多年了。师父，我前段时间被人追杀，掉下了山涧，林爷爷救了我，他在那里都住了10几年了，所以我把他带了出来。
今天的事儿谁都不要说出去，此事关系重大，一旦被人知道你祖父未死，那他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师父的意思是我祖父当年的死有蹊跷？阿染呐，你祖父在林家根本没有入葬，那只是他的衣冠冢，所以如果现在有人知道你祖父活着，会被人说成是临阵脱逃的。那怎么办？为今之计，治好你祖父的失忆，让他想起往事，自己为自己作证。师父，我祖父的脑中有血块，我还做不到完全去除，你能不能接受？我既然已经说出他的身份，自然不会不管。以后我们两人给他治疗，必须把他的失忆治好。季童，你顺其自然，不要特意去想。行之，没想到我们10几年后还能再见面。行之，我的成儿什么时候找到了？阿然怎么来到了此地？林静然娓娓道来，把他们到这里的来龙去脉说了一遍。林继同心中燃起一阵怒火，但怎么也不能想到，他遍寻不到的儿子，竟然是被手下的弟弟抱走，把林开成偷走了。为什么他还活着？阿然，你祖母那里就先不要说了，毕竟我现在还不能自证清白。吴军啊，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起事合适啊？宣建明在那个位子坐的时间太久了。王爷，时机还不成熟。那个林继同虽然死了，但他的国师还在，而且林继同的孙女和温艳里都是国师的徒弟啊。我都让人把林开成偷走了，为什么他还活着？为什么他的女儿会是国师的徒弟？真是凭空给我添堵。王爷，林继同当年之事不会被翻出来吧？我听说那个温艳里还挺厉害的。哼，要不是当年宣宁真帮着宣建明，我怎么会被发配到这个地方？若是当年他帮着我，我已经坐在那个位子上了，也不会有后来林继同的事，更不会有林开成的事。这都是他们自己选择错误的结果。时间过得很快，转眼4月就要过完了，冬小麦马上就要成熟了，而林静然也马上就要临盆了。然然，现在小麦眼看着就熟了，外面的人都没有见过。近段时间时不时的就有人到庄子上查，也不知道是想干什么。在麦子快成熟的时候，危险可太多了，既怕来个意外之火让一切毁于一旦，又怕来个连天阴雨让麦子就地生芽，更怕来些坏人直接开抢。林一，从你到林8，一人选10个人带着，晚上在田庄巡逻，务必不能让坏人进前。另外，准备好水和鲜，以防有人放火。楼主放心，我会在周围层层递进，明处暗处都派人，发现可疑人员一定拿下。郡主，田庄出事了。什么事？田庄那边发生了暴动，他们都让庄主出来说话。定是背后有人引导。你不要着急，那些人成不了气候，我让林管家去协调，再让魑魅在暗中看着，不会有事的。可是他刚要松口气，便觉得身下一热，哎呀，我可能要生了，我尿裤子了。温艳里尽管想过无数个这种时刻，但是真的来了，还真是有些抓瞎。快，把稳婆请过来。哎呀，通判大人，这是女人生产的地方，你快出去吧。哎，是啊，大人，你在这里影响妇人生产，还是在外面等候吧。阿燕，你去外面等吧，我要是有事会叫你的。两个稳婆见温艳里走了，悄悄地松了一口气。这两人是害怕温艳里这个人，还是害怕他在这里会坏事？夫人，你的胎位不正，需要正胎，你忍着点疼啊。正胎？我的胎位不正。空空，我胎位正不正？冉冉，你的胎非常正。两位稳婆，我能感觉出来我的胎位很正，不用正胎。哎呀，夫人，我们两人在凉州做了几十年的稳婆，这胎正不正啊，一眼就能看出来。你这胎呀，真的不正。两个老钱婆，胎位是正的，你们非要给我整不正。温艳里听到这里，真是听不下去了，刚要推门而入，一支箭射到了门框上。紧接着，一行人杀到了院子里。这些人选择在同一天对付他们，就是想让他们首尾不能相顾，
从而两方失利。外面一团乱，屋里也是分外的紧张。怎么不再隐藏一会儿了？就这么迫不及待的要动手了？郡主，别怪我们也没有办法，一家老小都在他们手上。谁成想你如此警觉，那就只好让你现在就死了。两人说完不再犹豫，伸出双手就掐向林静然的脖子。哼，想掐死我，那得看你们有没有那个本事。当归飞快地跑到产房里，推开门的时候，就看到两个人正保持着掐人的动作，慢慢地倒在了地上。郡主，你怎么样？当归，把门关上，你为我接生。就在两人一筹莫展的时候，门被推开了。生的我都喜欢，但是他得排在你后面。林静然看到师傅来了，心放下了一半。冉冉，没事儿，有师傅在，一定能生下来。当归，你在那儿接生，我说着你做。过了有2个时辰，产房里传出来一阵婴儿的啼哭声。林静然终于将他的长子生了下来。温彦礼也顾不上其他人，冲进了产房。阿然，你怎么样？温彦礼估计吓坏了吧，只想摸摸他的脸，安慰他一下。没劲儿了。我没事儿，你看一下孩子，师傅说他很像你。温彦礼不舍得离开林静然，那个小东西什么时候都能看，不差这一会儿啊！我拼命生下来的宝贝你不喜欢？人生的我都喜欢，但是他得排在你后面，而且他的出生让你受累了。这怎么能怪他呢？哪个孩子出生，当娘的不受罪不受累的？姑爷，小公子在这里。温彦礼看着孩子，笨拙地接了过来。因为刚出生的小孩太软了，他吓得一动也不敢动。贾行之看在眼里，笑在心里，哼，你也有今天。行了，大人孩子都看了，出去收拾残局吧，一定要问出来到底是什么人如此胆大妄为。是，师傅，我先把阿染抱过去。当归，你抱着孩子。我已经想起了所有的事情，正好大家都在，我说一下到底是怎么回事。15年前，宣国与北国有一场战事，地点就在凉州北100里的台夷山。我打算一鼓作气，直接杀到北国投降。但是靖王不同，不想有一次，竟然看到靖王与北国的人在接触。我上前质问，没想到却被他们给控制住，夺走我身上所有的东西，包括兵符。他们将我打昏，当我再次醒来的时候，已经到了那个崖下。直到阿染掉了下来，我才得以离开。阿燕，你说靖王为什么要把祖父推到悬崖之下，而不是当场杀了他？竟是这样，是时候让京城知道这个事儿了。这事如果传到京中，皇上会信吗？长公主知道了，会不会马上赶过来？我岳父会不会也跟着过来？阿燕，你是不是想说皇上不信此事，可能还会借题发挥？是，一个是带兵的将军，一个是他的亲弟弟。如果是你们信谁？季童的事必须要平反，他必须要活着回去，那就必须把靖王供出来。这事其实好办，给祖母写信告知这里的情况，同时说我已经生子，希望亲人来贺，到时候他们必定会前来。暗示祖母让表哥过来。林静然的心声让温彦礼眼前一亮。现在阿然已经生产，势必要给京中去信。当然这里的情况可以说一说，如果能把陈王招来，那这事情可就好办多了。你说的有道理，你写封信，我回京一趟。郡主，你怎么起来了？有什么事我去做。阿燕，祖父呢？祖父又跑去看麦田了，他还是不放心，怕你的心血白费。祖父都还没有见过我生的娃呢，怎么就跑了？祖父，你这是还没有走？哼，我没有见到我大虫外孙，走什么？那些东西再重要，有我虫外孙重要吗？祖父你过来，小家伙在这里。阿燕，你说靖王为什么要把祖父推到悬崖之下，而不是当场杀了他？总不会是他有一丝良心吧？我想这应该不是靖王的主意，这应该是那个吴军的主意。吴军？我想吴军与祖父之间一定有死仇。你的意思是
他肖想我祖母，他也配。长公主听到声音回头观望，相隔了15年的人终于相见了。时间很快过去，转眼林静然就要出月子了。郡主，守在城门的暗卫来报，京城来人已经进凉州府了。师仙，可知道来的都是谁？暗卫没有说。姐，我来了。林静然正想说话，阿旭已经扑到了他的怀里。阿旭，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说了吗？这里太危险了。林心绪没想到他还没来得及说想念，姐姐便是一顿劈。只不过林心绪并不在乎，她只要能够待在姐姐的身边，就是挨顿揍都没关系。姐，我跟你说，不光我来了，还有好几个人也来了。阿然，祖母，你怎么来了？阿然，你还没有出月子，快回去躺着，我与你慢慢说。阿然，你还没有出月子，快回去躺着，我与你慢慢说。姐，我能不能进去看看你啊？这是阿季的声音。姐，我想进去看看你。祖母，我没那么多讲究的。你们谁想进来就进来吧。林心计、宣浩辰、贾行之走了进来。阿然，祖父不知道他们今天来，现在正在回来的路上，一会儿就到。这时林继彤急匆匆地跑进了屋子，长公主听到声音回头观望，相隔了15年的人终于相见了。两人慢慢走向对方。阿珍，我这不是在做梦吧？长公主摇摇头，林继彤一个用力将她拉在怀中，抱个满怀。长公主在看不见的地方老泪纵横。祖父祖母，我们都在旁边看着呢。阿旭，累不累呀？要不要陪着诺诺睡一会儿？姐，我大外甥叫诺诺，真好听。林心绪轻握着温星辉的手，舍不得放开，一会儿摸摸这里，一会儿又摸摸那里。陈王，皇上对于祖父之事是怎么说的？父皇自是相信顾祖父的，但是事情太过离奇，要让众人信服，那就只能拿出证据来。那靖王呢？靖王如果真的谋反，那必须要拿下，老百姓们不能再承受战乱之苦。而姑祖母有先皇御赐的权利，可以让他随时随地出族，这也是父皇放姑祖母出京的原因之一。陈王，相信用不了多长时间，靖王便会知道你来到了凉州。不怕，慢慢周旋就是。好，那现在请祖父再讲一下10几年前的事吧。林继彤从15年前他离开京城开始，一直讲到他被靖王拿住。直到阿染生产，靖王派人来杀，我才想起了往事。长公主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却也被林继彤的遭遇吓到了。祖母虽然锦衣玉食，但一生都不顺遂。一定不能让人知道祖父恢复了功力，不然他还得上战场，不能让祖父的一生都为了宣家卖命。祖父虽然伤好了，也想起了往事，却终是没了内力，成为了一个普通人，只是空有一把子力气罢了。姑祖父为了宣国鞠躬尽瘁，是我们的楷模，我一定会禀明父皇，不会寒了百万将士的心。宣浩辰听到林继彤没有了内力，松了一口气。他来之前，皇上跟他说，如果林继彤功夫尚在，最好让他永远留在北地。陈王，我们什么时候去那个悬崖看看？那就明天吧。姑祖父所受的罪，都是为了宣国。明天不能去。为何？明天诺诺满月。那就后天。明天我要给我大外甥过满月。翌日，温府一派喜气，到处洋溢着欢乐。然，到底是谁偷走了阿旭？我跟他没完！吴军，竟是吴军！没有想到，吴军竟然是个如此狠毒的小人，连个小孩子都不放过。祖父，你与吴军是什么关系啊？为什么他这么恨你啊？我年轻未征战之际，喜欢广交朋友，而吴军是我在京城认识的，只是没有想到他
他也喜欢上了你祖母，而你祖母却对他无感。在我与你祖母成亲之时，我与他分道扬镳，承诺再不相见。没想到他转头投了靖王，当了靖王的军师，并在10几年前联合北国加害于我，而现在竟然还要对我的孙子下手，真是岂有此理呀！毒妇，你知不知道吴军是北国的奸细啊？什么？他是北国的奸细？不错，我们在靖王府听到吴军亲口承认，而且他还有一个兄弟，叫做吴用。怪不得他一直想要置我于死地，原来他是北国人。只要我死了，宣国便少了一个将军，北国就少了一个劲敌呀！老爷，你打算怎么办？夫人，靖王曾经对我有恩。老爷，我们有儿有女的，如果你选错了路，可能是会抄家灭门的。老爷，靖王起事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他成功的几率很小。别忘了，还有陈王和长公主都在凉州。就冲温艳里和林静然以及国师的功夫，靖王就成功不了。老爷，我们赌不起，我们不仅有家，还有族啊！得道多助，失道寡助。阿元，怎么才来？军师，这孩子身上有千里香，我绕了2圈才回来的。这孩子真是林静然的弟弟，林继同的孙子。是的，我确认过的。他林继同的后人都不应该活在世上。军师，那这个孩子怎么处理？林继同死在了宁阳山断魂崖，那我发善心，让他的孙子去那里陪他吧，还是等明天再去吧。现在你去通知林静然，让他准备10万两黄金，到宁阳山断魂崖赎人。林静然跟在他的身后到了柴房，温艳里一掌劈在他的后脖子，阿元吭都没吭一声就倒在了地上。他给弟弟喂了解药，放在了空间里，让空空看着点。安然，我们什么时候走？来都来了，要不要去靖王的书房看一看？好。温艳里也认为不能白来一次，阿旭不能让他们白抓一回。阿然，你怎么不给吴军来点药啊？这吴军的毒术不低，不能打草惊蛇。奇怪，靖王的书房怎么如此简单？不会有什么深意吧？库尔以兵罢了，找吧。林静然出入宝库的经验不少，不一会儿便发现了一个暗格。抽出暗格，发现里面有书信，林静然拿出来递给温艳里。安然，这些足够了，咱们走吧。楼主，我们得到确切消息，在宁阳山深处发现了靖王的兵器制造厂，另外在离兵器制造厂不远的山谷中发现了靖王的军队，目测有几万人。私造兵器乃是死罪，私自养兵也是死罪，就冲这2点，靖王活命的机会就不大。再加上与北国的相交的证据，靖王谋反的事情板上钉钉了。要不是姑母当年不支持我，我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吗？阿燕，这件事情你觉得我们怎么做合适？阿然，我明白你的意思，功高震主的事我们不能做，那不如把功劳让给陈王。贾行之的速度很快，别人1个月的来回，他6天便回来了。你先看信，我去休息一下。林静然有些心疼地看着贾行之，师傅肯定是消耗了大量的内力。信写的也不多，意思就是说证据确凿，立马拿下。信里还有皇上给的如朕亲临的令牌。晨儿，你父皇同意了？是的，姑祖母。好，你姑祖父终于可以光明正大地出现在人前了。我说，2年未见，别来无恙啊。宣浩辰，你来到北地也不是1天2天了，要见早见了，何必如此假惺惺呢？你来所谓何事？我说，明人不说暗话，我们到来的原因，想必你也心知肚明。你不说我怎么知道啊？
我也不是你肚子里的蛔虫。王叔，你也不必拖延时间，你想要等的人来不了，我知道你也不想束手就擒，那咱们就明刀明枪的干一场吧。好啊，你说是单打还是群战？等一下，姑母的孙女也来了，真是太好了。靖王伯伯，听我一句劝，束手就擒吧。刀枪无眼，拳脚无情，一旦你受伤了，那岂不是得不偿失？你的意思是我一定会输呗？当然了，邪不压正嘛。就因为他宣建明是皇上，所以是正。我宣建宏是个王爷就是邪吗？如果不是姑母当年不支持我，我至于落到今天的地步吗？宣建宏让我到凉州，赐我名号靖王，他是多想我安于现状，可我偏不，我就要让他坐卧不宁。啊，你是林继统？你没有？这怎么可能？所以你就与别人联合偷走我父亲，杀害我祖父？谁让他们不支持我？父亲流落在外几十年，你祖父客死他乡，这都是他们应得的。是吗？我还活着，你是不是很失望？啊，你是林继统？你没有？这怎么可能？哼，我没死，接下来该死的就是你了。吴军见靖王一直说话不动手，有些着急。王爷，你与他们废什么话？打就完了。耐心已经用尽了的靖王率先冲了上来，双方开战。这一打起来，林静然才发现，怪不得靖王那么有底气，原来他养的全是死士。父王，垂死挣扎对你没有好处，你还是束手就擒吧。黄伯父仁慈，他不会要了你的命的。你还活着又怎么样？你的死讯已到了皇上那里，金口玉言，已无法更改。郡主，快去救世子，晚了怕就来不及了。慢慢说，阿吉在哪儿？我们遇到一个怪老头，他二话不说，举刀就是砍。我们不是对手，世子让我回来报信的。暗四还没有说完，便昏了过去。空空在空间里说：“别问他了，赶紧走吧，边走边找，把他整到偏房休息。等他醒了，问清楚，告诉温夜里。”林静然一出门便把温星辉放在了空间里，便让空空寻找弟弟。一刻钟后，空空有些虚弱地说：“西边，距离此地200里地。”空空辛苦了，怪老头不会是吴军吧？弟弟长得与爷爷年轻的时候有几分相似，吴军应该是猜到了。本来半天的时间才能到，他1个半时辰就到了。空空，查一下具体的位置，往前走，在一个山洞里。而林静然赶到的时候，正看到吴军举起了手中的钢刀。你以为你救得了他？从空间里面拿出很久没用的混铁棍，抡起棍子劈头盖脸的打了起来。阿然，别打了，快看看阿基，阿基要不行了，浑身是伤，手脚似乎也断了，脸也被毁了容。阿基，冉冉，赶紧喂药，先保住命，其他的都好说。阿基乖，把药吞下去啊！林心计能听到姐姐的声音，知道这是在救他，努力地咽了下去。他再次来到吴军身边，举起棍子，开始了第2轮的殴打。阿然，别打了，还得给他留着命审问。阿然，先把阿基放在空间内的灵泉里，以你的本事，阿基会好起来的。温言里劝完林静然，对落后他们刚刚赶到的暗122说，让他们把梅院长和吴军带回去。林静然和温彦里抱起林心计进了空间。活着又怎么样？儿子失踪了那么多年，他也不一定就是你的孩子。长公主，你能来看我，我真的好激动啊！你是不是已经原谅我了？吴军，这种话不是你应该说的。你我之间只是萍水相逢，谈不到原谅那个地步。你是人是鬼啊？不，你一定是鬼，你不可能还活着。哼，我是从地狱中爬出来复仇的鬼。哼，你活着又怎么样？儿子失踪了那么多年，
他也不一定就是你的孩子，没准啊，你是在替别人养孩子。果然，不愧是在宣国埋伏了几十年的奸细，丝毫不放过任何一个打击对手的机会。只可惜，无论你如何说，也改变不了我父亲是我祖父亲生儿子的事实。无论你如何说，也改变不了我父亲是我祖父亲生儿子的事实。我们之间的仇恨，不只有家仇、国恨，还有师门之仇。你是不是记错了？你祖上叫吴云吧？你应该师承于他吧？你是吴剑山的后人？严格来说，我并不是吴剑山的人，我只是洪承旺的传承人。我家祖上犯的错误与我没有关系啊！吴军，不要在这里垂死挣扎，你无不无辜，我比你清楚。你拿吴剑山的毒术害人的时候，敢说自己无辜？今天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你不能这样对我，我是北国的人，我是宣国的囚犯，你不能杀了我。祖父，你和祖母一起出去吧，我现在要清理门户了。郡主，你饶了我吧。祖母，回家之后还请您帮我把这封信交给我爹，让他不用担心，阿旭在我这里我会照顾好的。阿然，阿季和阿旭都在你这里，我着实有些不放心。祖母，回去之后不要告诉我爹娘阿季的事情，我保证今年过年之前，阿季肯定会平安到达京城，不会耽误明年的秋闱的。而阿旭他必须得跟着我，我发现爹娘不舍得操练他。等温彦礼期满回京，我一定会把他好好的带回去的。祖母，你有没有发现阿旭总是喜欢逗诺诺，而诺诺也喜欢看见他？我估计啊，阿旭会变成一个奶舅舅。这都是一报还一报，之前他赖着你，今后会有人赖着他。祖母，到了家里之后，事情有了结果，记得给我来个信啊。林静然把自己这段时间做的药丸统统的给了长公主，告诉她怎么分配，怎么食用。看着远去的车辆，林静然来不及感伤，便匆匆忙忙的回家去给林心悸做敷脸的药膏。皇上亲自接见了林继同，问清了前因后果，又有晋王的证词为证，最后大白于天下。而晋王被褫夺了封号，囚禁于京，由世子接任晋王之位，常驻京城。秋收终于到了，他现在非常在意自己的那几百亩田地，想要看看利用新方式种出来的庄稼与他们是不是有本质的区别。参见郡主。哎呀，张伯不必多礼，起来说话。郡主，没有想到通判的方法很有成效，这亩产比之前增了1倍有余，这300亩的田地顶得上别人1000亩的收成。林静然点点头，这种结果在他的预料之中，毕竟这可是后世多少人的心血。知府得到消息，随着温彦礼来到林静然的田庄，当他看到那庄稼的收成与成色的时候，激动的有些颤抖。皇后娘娘在上，林静然携子温星辉叩见皇后娘娘。皇后娘娘万福金安。快快起来，以后不用行此大礼。表妹，你今天怎么进宫了？可是有事啊？啊，昨天皇公公传话让我今天带着孩子入宫。父皇下朝了，估计一会儿就会找你。表哥，我这有一点好东西，你要不要？哎，什么好东西？前段时间一个女人过来刺杀我，被我给放了，顺便让她赔偿了些钱财。不会是又有人看上了温彦礼，想杀你上位吧？表哥就是料事如神。行了，少拍马屁，你可别让姑祖母知道，不然少不了你的一顿埋怨。阿然，你说要给晨儿什么东西啊？林静然立马从袖中抽出几张纸。表哥，猜猜这是多少？20万。表哥也真是的，干嘛一次就猜对嘛？给你20万黄金。阿然，你这是讹的谁的钱？怎么这么多？什么讹？这叫赔偿，赔偿。好好好，赔偿。但是知道那人是谁吗？单芳芳。
沙芳芳，沙是北国的国姓，你知道吗？知道呀，所以才要了这么多呀。那是北国的公主，你就没有想过把她抓起来？我那会儿真想把她带回到京城的，但是我又怕因为这件事儿引起两国的纷争，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钱来的好一些，毕竟黄伯父的国库需要钱呀。说得好，阿染，这是你的儿子？回黄伯父，是的，是我的儿子，大名温星辉，小名诺诺。诺诺，哈哈，好名字，一诺千金。谢皇上。阿染，你刚才说你抓住了北国的公主，为黄伯父着想是应该的。哈哈哈哈哈！好，好，好，就冲你这句话呀，我今天一定要赏赐你。说，想要什么？林继染一脸懵，还可以要赏赐？他有些苦恼，不知道要些什么好。关键是他什么也不缺呀。阿染呐，我看你长得瘦小，那腿上的肉估计也不多，不如我就赏你一块免贵金牌吧。谢黄伯父。阿染，我听说悟能大师在你的府上。悟能大师在的。你知道不知道，悟能是悟空的师弟，名气很大的。悟能是悟空的师弟不假，但是名气大不大我就不知道了。他为什么会在你家呀？哎呀，那个老和尚看上了诺诺，非要做诺诺的师傅，我没办法就同意了。原以为只是个名头，谁知道他在寺中的住持一卸任，竟然跟着我们从凉州到了京城。哦，原来是这样。那你回去与他说，让他有时间来皇宫做客。好。阿染，现在收到消息，北国由于连出干旱，无计可施，想要与宣国联姻，以此进行粮食交易。联姻？书中没有这个情节呀。不会是因为我讹了他们20万两黄金的缘故吧？连呗，与咱们没关系，反正他们要嫁的也是皇家人，到时候咱们看着就行。阿染，你眼里只有诺诺和阿旭吗？魏艳里一个大男人委屈着一张脸凑到林静然的面前。林静然本来喜欢狼狗，可是他表现出这种奶狗的样子，什么意思啊？冉冉已经好久没有好好看着我了，估计我的样子你都快要忘记了。你离我远点儿，太近了我难受。冉冉现在都不想看到我了吗？可是我不想离开怎么办？原来是你呀！看来你早就想要嫁到我们宣国了，提前1年就做好了准备呢。还有后面那个妹妹，你不是说你是边城的人吗？怎么成了北国的人啊？不会是被他们给掳了过去吧？温夫人，对不住了，之前是我骗了你。哦，你一个北国的公主，在我宣国活动，不说实话也可以理解，不然被人当成奸细抓住可就不好了。沙芳芳低垂着头，显然想到了她被林建染殴打过的过往。你一个郡主，怎么跟我们公主说话呢？还有没有一点教养了？北国的教养也不怎么样啊。两位公主，你们就这样允许自己的狗在我们宣国的皇宫如此叫嚣？啊？冉郡主，你说话未免过于难听了吧？哼，你们来自北国，你们是客人，客人在主人的地盘上肆意叫嚣，是想着取而代之吗？说得好，说得对。沙爱晴本来还想要争辩1、2，但他看到吴用冲他摇了摇头。是我北国有些激动了，我们一会儿再论吧。皇上驾到，皇后驾到，长公主驾到。各位爱卿免礼，平身。今天是为了迎接北国公主而办的宴会，大家不要拘礼。众人平身，找到自己的座位入座。皇上，以晴想为各位舞上一曲，以期两国永世交好，不知可否？皇上点头同意了，但沙以晴却又说道：皇上，我一人跳舞不免有些孤单，
不如让贵国的冉郡主与我伴舞如何？哼，这个北国公主真是不知好歹，这是在试探朕的底线在哪里。别说阿冉不会跳舞，就是会，朕也不可能让她伴舞。要知道伴舞的身份可不高。皇上，可是温夜里收了我宣国20万两黄金的嫁妆，如果不行，那得让他把钱还回来。北国公主，你这个要求，朕怕是满足不了你了。我宣国的公主、郡主都不要求习武，所以你换人吧，不如让你妹妹给你伴舞，岂不更好？皇上果然厉害，知道他们北国不安好心。既然他们都不会跳舞，那我自己献舞也是一样的。北国的舞蹈与宣国大有不同，奔放豪迈，自有一股异域风情。他一舞结束，走到皇上的面前。皇上，以晴献丑了。无妨。皇上可真是笑死我了，人家公主自谦说献丑，你怎么可以说无妨呢？这是承认人家就是丑了呗。北国众人自是听出了皇上的意思，也有些暗自憋气，但是没办法，他们有求于人，只能暂且忍下。皇上，不知我北国所提联姻之事，您可有人选？大公主是想早些定下人选？正是。大公主，这联姻之事应该慎重才对。联姻也是婚嫁，难道林公主想要草率行事不成？皇上，以晴已有人选，还望皇上成全。好。宣国皇上，我是北国的二公主，我有话要说。芳芳，退下。姐姐，我是为了你，你不愿意说，我说了有什么不可？皇上，我姐姐看上了温夜里，还请皇上成全。怎么那么不小心，喝水都能呛着？温夜里并不理会，照样照顾着林继冉和温馨辉。二公主，温艳里不行，她是我宣国的骏马，不能娶他国的公主。皇上，可是温夜里收了我宣国20万两黄金的嫁妆，如果不行，那得让他把钱还回来。这是我姐姐的嫁妆，既然他收了，那我姐姐就得嫁温艳里。皇上有些不开心了，这北国之人真是无礼，嫁妆这种事情怎么可以随便说呢？阿冉，你怎么还有心情吃得下去呀？你的骏马都要被人给夺了去了。皇上，你说谁要被夺走了？人家说温艳里收了嫁妆。那肯定是不能的呀，谁收的让他找谁去，我家也没收过。冉郡主，你敢说我们不认识？认识啊。那你敢说你没有收过我20万两黄金？收了呀。皇上，你听到了吗？他可是承认了，那是我姐姐的嫁妆，既然他收了，那我姐姐就得嫁温艳里。林建这次不再废话，直接站起来，一掌把沙芳芳打倒在地，顺便还上前踹了一脚。我让你胡说八道，我让你满口喷粪，我让你不说人话，不办人事。有人上前把两人拉开。阿冉，你怎么打他呢？难道他说的都是实话？皇上，您知道我是怎么与他相识的吗？我是在从沙古寺回来的路上遇到他的。那日悟能大师提醒我说我面相有异，恐怕路上会有刺杀，于是我就做了防范。果然路上就遇到他来刺杀我，要不是我准备充分，这会儿说不定我又投了一次胎了。等我拿住他之后，问他为何要杀我，他说他姐姐看上了温艳里，想要杀了我，给他姐姐让位。我就问他是哪里人，他说是边城的，还说是受了姐姐的蛊惑才来的。我一时心软，让他拿钱赎身。这20万两是他自己说的，他可没有说这是他姐姐的嫁妆。二公主啊，这就是你的不对啊！你一个北国的公主，不仅私自来我宣国行走，还想着杀我宣国的郡主，没有要你的命已经不错了，还想要把赔偿的钱要回去，真是有些得寸进尺了。大公主，你就这么迫不及待的想要嫁人？20万两我可以还给你，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当时你妹妹是去杀我，那刀上都是淬了毒的。如果当时我是弱势，现在估计正在与阎王爷聊天呢。所以这是不共戴天之仇。想要让我还钱，可以，你必须杀了沙芳芳，还有那天刺杀我的人，杀完我立刻还钱，否则还钱休想。你欺人太甚！温大人，冉郡主的要求太过无理，难道温大人不觉得冉郡主过于残暴了吗？北国公主，他们想要我娘子的命，我娘子想要他们的命，有何不可？何过之有？我的老公就是霸气，我喜欢。北国二公主，事情已经很清楚了，那20万两就是你妹妹几人的买命钱，与嫁妆无关。退一步来讲，既然这的确是你的嫁妆，也是你妹妹给整丢了，你应该找她赔偿。皇上一句话定了性，这就是赔偿金，与其他无关。皇上，既然如此，那我与温燕里的婚姻之事照常进行如何？哼，大公主你有耳疾吗？郡主驸马不能再娶他人，你难道想让他和离再娶？真是岂有此理！如果你们不是诚心联姻，那便打道回府吧。温大人，你真的不能娶我吗？要知道，我可是异国的公主。你北国的公主在我宣国不值钱，而在我眼里，你还不如一个平头百姓来的贵重。联姻的公主，一颗棋子罢了。你就不怕我北国的铁骑打过来吗？如果那样，我温燕里定要投笔从戎，上阵杀敌。北国的2位公主，你们如果不想联姻，可以离去；如果想要联姻，那得听朕的安排。就依皇上。好，那你就留在宫中，做个杀妃吧。找到阿旭了吗？长公主、王爷、王妃，三少爷是刘叔出走，这是他写的信。父亲、母亲，阿旭说他去找阿冉了，他说他会上联姻那艘船，让我们不要担心。不担心？怎么能不担心？他只是一个孩子，才那么大点儿，这要是给丢了，那可怎么办呀？长公主对于丢孩子这事儿可是太害怕了。放心吧，阿旭不是一个简单的孩子，他一身功夫在身，还有一身毒术，不会有事的。咱们派人去找一下阿冉，确认一下阿旭在不在他的船上。哎呦，你不要哭了，阿旭肯定会没事的。再说了，你要再哭，一会儿诺诺来了，见你这样，他肯定也会哭的。赵敬轩这才止住哭声，可是内敛的愁云却挥之不去。林静冉的船上，姐姐，这不能怪我，谁让你不让我跟着的？我都说了要和你一起去，你不答应，我只好出此下策。你也就是我亲弟弟，但凡是换个人，我指定一巴掌呼你头上，你个不识相的小东西！你怎么跟家里说的？我绑住了小厮，刘叔出走。林静冉实在没有忍住，一巴掌呼在他头上。你是不是想把爹娘和祖父祖母给气死啊？还刘叔出走，你不知道自己几岁吗？也不怕人家把你给拐走？我想跟着你。还不给你姐姐道歉？姐姐，你就饶我一回吧，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只是太想跟着姐姐。阿燕，派人给我祖母传消息吧，就说阿旭我带着去江南了。阿旭，下去找师妹，让她带着你去收拾一下。安然，为什么要让阿旭跟着？你要知道，江南很危险的，流民流寇遍地都是，又有水患横行，你难道放心？哎呀，你也看到他这样子了，如果让他回去，保不齐会在路上自己离开，又或者再重新跑出来，到时候要找到他那就更麻烦了。